大业99年冬，长乐侯府大厅，我闺女儿也算是你们的母亲，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她？你们这么做不是在逼死她吗？我可怜的闺女儿。她算我们哪门子的母亲？别把她身份抬得太高。就是，我们这么做也是为她好，她下半辈子也不用守活寡呀。放屁！林默躺在地上，睁开了眼，看着头顶的屋顶发呆。他不是被一棍子打死了吗？怎么会这么吵？入耳传来熟悉的争吵内容。林默转头一看，身体一僵。这一幕不是发生在流放的前一天吗？怎么回事？南柯一梦还是重生？林默举起手，不管是梦还是重生，他回到了一切发生之前，回到了流放的前一天。这一天他因为不同意嫁到安平王府去而撞了墙。当时他坚持什么来着？对了，一女不侍二夫。林默缓缓地从地上坐起来，伸手摸了下自己的额头，满手是血。既然重来一次，这辈子我绝不会重蹈覆辙。我要让欺过我、辱过我的人全部付出代价。他的笑声让原本吵闹不堪的大厅安静下来。嬷嬷，你这孩子，你怎么能寻短见？你差点吓死娘了，你知不知道？姐，这就是他娘和他弟。流放刚开始，在争抢食物时被长乐侯沈家人推出去做了替死鬼，他们被人活生生的打死时，他被人抓着，任凭他如何嘶吼求情，最后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打死。重活一世，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的护着他们。哟，不装死了？嘿，我都说他装死，你们偏不信。刚才一脚踩下去，他肯定早醒了，也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林默闻声看去，自己上辈子之所以会死，全是拜他所赐，是他一棍送自己重生了。林默松开他娘，缓缓站起来，环顾了一眼大厅里他名义上这些便宜的好大儿、好大儿媳们。哼，我嫁。早答应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吗？就是爱折腾。上辈子的今天，这一幕也发生过。起因是一道旨意，让沈家嫁一女给当朝唯一异姓王安平王徐正的长子徐无艳为妻。徐无艳克妻，跟他定过亲的3个姑娘，不是死了就是残了。沈家无适婚的姑娘，最大的姑娘如今不过11岁。经人指点，沈家人便打上了她这个所谓的老太太的主意，理由是她命硬扛得住。其实这也是皇帝的目的，为了羞辱安平王。他林默芳龄20，3年前被沈家老侯爷强娶进府里冲洗。只可惜阎王要收的人，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也逃不过一个死字。该死的总是要死的。在拜堂后的第10天，老东西还是死了，而她也成了长乐侯府的老太太，这些人名义上的母亲。好啊，那我不嫁了。说出你的条件。第一，1万两银子。呸！你想得美，还1万两？好，别太过分，适可而止。第二，打他50大板。林默，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克夫的扫把星，竟然要打我！你信不信我弄死你啊！闭嘴！来人，把他拖到院子里去。放开我！你们敢？放开！哎呀！林默早就猜到他会让人打，因为沈青云这个人很狠，只要威胁到沈家安全的，他都会毫不犹豫下死手。沈青云让人拿来嫁衣的同时，也送上了1万两的银票。来的谁呢？这嫁衣分明就是你娶儿媳时你儿媳穿过的。嫁衣嘛，我一会儿去买新的，毕竟我有钱。出嫁的话，明日午时末我会穿着嫁衣上安平王府的大门，只要那时候你们没被抄家流放。另外我要休夫，只要有了休书，他就和长乐侯府没关系了，抄家流放也与自己无关，也不会牵扯到娘家。你最好别得寸进尺。杀意从眼中一闪而过，休夫若是成了，天下人还不知道要怎么笑话他们长乐侯府。哼，我不嫁了。你闺女虽然才11岁，嫁过去之后让世子养上几年再同房就行了，你还不用多花钱养你闺女。
林墨，你该喊我母亲，我的好大儿。毕竟我可是你爹明媒正娶的妻子，连名带姓喊我名字是不孝。你想让我去找御史聊了吗？众人倒抽一口气，这还是那个胆小怕事的林默吗？面对狰狞的沈家人，林默脸上没有半点惧色。有机会重活一世，他不会再像上辈子那样憋屈的活着，这辈子他要活得肆意自在。长乐侯沈家休想再拿捏自己。御史台一共有3位御史，似乎宋御史是最好讲话的，也是最有孝心的。够了，休书没有，断亲书有。哼，拿来。我的手还没有变粗，也没有一道道冻伤的口子，很好。你明日过去。断亲书我现在就要。你们长乐侯府的人没有道德。当初她会嫁给老长乐侯那70多岁的老头子，完全是为了救他爹。可最后呢，他爹死得更快。他爹的死，沈家暗中可出了不少的力呢。现在他没了道德，看谁还能拿捏他。不，这女人不能再留了，她迟早会成祸害。来人，给我把她拿下，直接杖毙，威胁我沈家，找死！沈庆云的话一出，长乐侯府的沈家人纷纷叫好，只好早该如此。来人，给我把她拿下，直接杖毙！林默没有动，赶紧动手！你们不把我打死，都是孬种，千万别让我看不起你们。林默的淡定反而让多疑的沈青云犹豫了，他挥手让下人先不要动手，环顾了一眼四周，忽然发现林默的老娘和弟弟不见了。我的好大儿，你倒是打呀！逼死打死继母，这御史一定会摘掉长乐侯这3个字的吧？来，赶紧动手！林默慢慢悠悠地走到上座去坐下，然后给自己倒了杯茶，满足地喝了口。果然没道德之后，心情都变得愉悦了。千万别盯着我看，我若是被吓到了，这一脑袋往墙壁上一撞，哎，你说你们长乐侯府还在不在啊？敢怒不敢言，瞧着就爽。记住你说的话。来人，拿纸笔来。沈青云快速写下了一份断亲书，一式3份，外加1、2、3、4位爷都写上名字，按下拇指印。当我白痴吗？没名字没指印，官府可不承认。沈青云强忍着心中的怒气，看着林默拿过断亲书大大咧咧朝门外走去时，沈青云一脸的阴沉。林默，明日午时，你若没到安平王的王府去，别怪我心狠手辣。你放心，改嫁还能高嫁，这等好事儿没有人会拒绝的。林默挑衅地回头看他一眼，大摇大摆地离去了。沈家老二沈清风上前，大哥，你就让他这么嚣张地踩在我们头上？先忍忍，明日之后再找他算账。林默本想直接离开这吃人的长乐侯府，但想到自己这些年存下来的几两碎银，便转身朝自己住的老破旧小院走去。刚从墙缝里挖出自己存起来的几两银子，头一晕，人却出现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不等他想明白，耳旁传来周宇轩嚣张霸道的声音：快，那贱人回了房，都给我进去，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周宇轩手撑着腰，一脸的狰狞：呸，一个贱种也想在我面前摆婆婆的谱，谁给他的脸啊？下人踹开房门，周宇轩气势汹汹地走进来。人呢？大夫人，我不知道。小翠腿一软，直接跪了下去。大夫人，我真的看着老太太走进来了的，真的。此时林默身处空间，刚把一切信息吸收完毕，双眼冷漠地看着空间外的一切。教训我？林默嘴角多了一抹不怀好意。宿主你好，这里是储物空间，使用方法只需要宿主没事多发疯，宿主发疯的越厉害，空间就会越大，功能也就越多哦。还有宿主不道德的事情做多了，还有奖励哦。祝宿主大大使用愉快。不道德的事？哼！林默笑了笑，利用空间追上了已朝外面走去的周宇轩，小腿往外一伸，哎呦喂！看着摔倒在地狼狈不堪的周宇轩，林默吐出一口恶气，爽！恭喜宿主获得大力丸1枚。看着出现在自己手中的药丸，林默乐了。嘿，大力丸，
空间承不起我，不道德会有奖励。林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把大力丸给吞了。唉，这就是力量的感觉吗？真好，果然做个不道德的人就是爽。瞧着周宇轩满嘴喷粪的样子，林默冷笑，骂吧骂吧，现在多骂一骂，等流放开始，我会让你成为第一个死的人。林默驱使着空间离开。周宇轩这个一直蹉跎欺辱自己，最后杀了自己的女人，他不可能放过。周宇轩，你最好期待我不会被流放，不然的话，哼。林默眼底闪过一抹杀意，长乐侯府百年望族既然要被抄家了，哼，便宜皇帝还不如便宜自己呢。林默先去了周宇轩的私库，左右看了一眼，确定没人之后，从空间里出来。怪不得平日里这般的嚣张跋扈呢，这私房可不少，我就替你收了吧。利用空间，林默把整个长乐侯府所有的私库库房全部都走了一遍，就连粮仓也没放过。搜刮一空之后，这才满意的从后门离开。娘，小弟！幸好他回来了，这一辈子他一定要改变他们早夭的命，也绝不允许再有人欺负他们。姐，林默的小弟林硕一见林默，双眼瞬间发亮。姐，你没事吧？我没事。林默摇头，伸手揉了下他的头发，明明9岁，却长得跟个6岁的孩子差不多，但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看懂了自己的眼神，提前拉着娘离开沈家。你额头上的伤，他们太过分了，伤口都不帮你处理一下。小伤，没事的。娘，你拿着，立刻去买3套厚实的棉衣，记住要棉衣，然后把剩下的钱都缝到棉衣里去，不要让人发现了。默默，为什么？娘，你别问那么多，明天你就知道了，快去。在流放的第3天，天降大雪，路上冻死了不少人。他身上虽有断亲书，但不确定会不会被牵连，所以得多做几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对了，还有粮食。林默拿着银票，急匆匆地朝着粮店跑去。老板，你店里所有的粮食我全要了，让人套车送我家里去。林默一路买下去，每一种东西都买了许多，钱一下子就撒出了不少。等停手的时候，他手中的1万两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想到断亲书，林默直奔户部，掏钱在户籍处上下打点一番，终于上了当，盖上了官印。终于和那恶心的长乐侯府摆脱关系了。小心翼翼收好断亲书之后，转身离开，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落入了徐无艳的眼中。长乐侯府的老太太就是她。本来想查那贪污案的，没想到竟碰上了一件有趣的事。瞧了一眼那断亲书，徐无艳眼底闪过了一抹趣味，看了一眼旁边战战兢兢的官吏，让他如愿以偿，懂吗？林默从户部出来时已经是黄昏了，忍不住加快脚步往回赶。在经过药铺的时候，他停了下来。药，我竟然忘了买药。流放的路上，一场风寒就能要了人的命。林默当即走进药房，再次大手一挥，但凡是药粉药丸的，他全部都买了。反正钱不是自己赚的，花了也不心疼。扫完第1家药铺，再扫第2家，直到京城的药铺都被他扫了一遍之后，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然后直奔安平王的王府。林默敲开大门，我要见安平王世子。赶紧走，我们世子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快走，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啊！说完便关上大门。吃了闭门羹的林默皱了皱眉，看了眼天色，犹豫着要不要放弃见徐无艳的想法。徐无艳，他上辈子没有跟他打过交道，但他的事也听过不少。一路上想要他命的人可不少，但都被他给打退了。安平王府的人口不多，但都很抱团。如果说他们也被流放的话，他希望能和他联盟，所以有些消息他不介意提前分享，但现在看来只能放弃了。而就在他遗憾放弃的时候，却见前面早已停了一辆马车，马车旁站着一名男子，此人正是安平王世子徐无艳。目色之下，林默惊为天人。流放的路上，他曾远远见过安平王世子，污垢之下也难遮其俊俏。如今这贵公子的模样，更让人无法挪开眼睛。妖孽，哼，怪不得就算是被流放，
依然会有不少女子对他投怀送抱的。刚想开口，却不想对方竟直直越过他，视若无睹。林默无语了，哼，大哥，你可真是够冷啊，不好相处，放弃。说我跟他说，明日他全家会被流放，估计也能把我给砍吧。算了，不自找麻烦。林默准备离开，跟上。啊，我吗？徐无厌皱眉，在户部时人瞧着挺机灵的呀，现在瞧着怎么这么蠢？除了你，还有别人吗？好高冷啊！林默抬脚跟上。徐无厌把他带到书房。你找我有事？世子，咱们谈一笔交易怎么样？徐无厌拿茶杯的手一顿，随后漫不经心地喝起茶来，放下茶杯，他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一个后宅的女人找他谈交易，徐无厌不禁来了兴趣。说，世子，这交易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我就一个要求，事若成真，我林家被牵扯进去，我希望世子能够让我林家3人跟着你们，如果没被牵扯进去，就当他做好事了。安平王一家都是好人。可以。世子，明日午后你的父亲会死，安平王府将不复存在，而安平王府的人将被流放到2000里之外的贫寒之地。徐无厌立刻站了起来。你可知你说这话的后果？知道，死。是不是真的？明日之后世子便知真假。事情我都说了，世子记住自己的承诺便是。告辞了。说完行了个礼，转身离开。徐峰，一身黑衣的徐峰凭空出现在他面前。世子，查，想办法把这件事传给我爹，另外动用宫中的暗桩，打听宫中的动静。是。徐峰下去之后，徐无厌走到窗边，修长挺拔的身体靠在窗户边，眉头深锁。他到底知道什么？林默没指望徐无厌全信了自己，但只要他有一点疑心，就会多一分准备，安平王府就不会像上辈子那般狼狈。林默推开门，看见院子里黑灯瞎火，正想说话，忽然一惊，只见黑暗当中有一根木棍快速朝自己打来。林默下意识地伸手去接，木棍入手，手臂一麻。就在此时，旁边有人点燃了火把，而拿着火把的人正是长乐侯府的管家沈西。林默，跟我回去！一个用力，轻轻松松地把棍子抢过来，反手对准刚才偷袭的那个下人，狠狠就是一棍子。林默看都不带看一眼的，拖着手中的木棍朝着沈西走去。我娘和我小弟呢？废物！夫人交代给他一个教训，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的吗？他们在侯府，你乖乖回去，明日准时出嫁，他们自然什么事都没有。不然，哼！林默一棍朝他的下巴打去，木棍瞬间断成2截。你敢打我？滚！回去告诉我的好大儿沈青云，我晚点会回去的。但是我娘和我小弟若是受了半点的伤害或委屈，我要长乐侯府鸡犬不宁。看到林默眼底的杀意，沈西愣住了，这妥妥一恶鬼啊！直到被张三扶走，他都没反应过来。林默板着脸关上院子的门，可恶，大意了。他没想到沈青云会拿他娘和小弟来威胁自己，他应该多几个心眼的。3件厚实的棉衣静静地躺在木桌上，娘他们怕是在做棉衣时被带走的。对了，物资。他朝着家里库房走去，拧开锁，都在。林默一挥手，把所有的物资收入空间，从库房里出来，看了一眼当空的皓月。既然你们不想睡最后一个安稳觉，我若是不成全，是不是太对不起你们的热情了呢？找了根趁手的木棍之后，林默直奔长乐侯府。夜很黑，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又岂会怕黑呢？敲响大门，门童打开，看到是他。你个丧门星，来干什么？林默瞧都不瞧，一棍打去。嘴脏，欠打。林默，你别太过分。老爷，这贱人就是蹬鼻子上脸，欠揍啊！他呀，就该狠狠教训一顿。打疼了就听话了。林默冲到他面前，手中棍子毫不客气地打去。如你所愿，打疼了就听话了。
棍子如雨点一般的落在他身上，疼得他放声哀嚎。哎呦喂！哎呀，贱人！哎呦喂！住手！好疼啊！老爷！哎呦喂！哎呀，救命啊！都是死人吗？还不赶紧把人拖开！林默立刻收手往后退，瞧着周宇轩狼狈的样子，林默心情大好，果然发疯使人快乐。我的好前儿媳，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不然我这个长辈不介意教一下你该怎么做人。都给我闭嘴！再闹！家法伺候，我的前好大儿，御史应该喜闻乐见我行使做母亲的责任，好好教导你们做人的道理，都别惹我，我日子不好过，你们也休想好过，明白了吗？说完，拖着木棍朝里面走去。木棍被拖拽的声音刺得众人心头发慌，特别是欺负过林默的人，个个都胆战心惊，生怕找他们算账。侯爷，你就任由他在我们府中这么嚣张吗？杀了他！你愿意把你闺女嫁到安平王王府的话，我不介意你带人去把他杀了。周宇轩身体一僵，这自然不能啊！这安平王世子克妻不说，而且，便宜他了，以后再想办法收拾这贱人。林默回到之前住的小院时，他娘和小弟并没有睡。默默，你有没有事？娘，我没事。你和小弟晚上吃了吗？姐，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吃饭，就被他们带过来了。林默摇头，掏出一份点心递给他们，让他们先垫一下肚子。林硕吃得一脸开心，但是柳英却食不下咽。默默，你真的要嫁到安平王府去吗？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你毕竟是二家，若是一般的人家就算了，但那可是王府，而且那安平王世子。娘，别担心，一切有我，不会有事的。等哄他们都睡了之后，才一脸冷漠地走到了院子外。他说了，要成全他们不想睡觉的心愿。进了空间，隐身朝外面走去。等林默回来睡觉的时候，整个长乐侯府早就闹得不可开交了。住手！听着外面的催眠曲，林默闭上眼睛的同时，嘴角翘起来。哼，真热闹。林默起来时，破旧的院子外已经里3层外3层的站满了人，而这些人的脸上多多少少都挂了彩。沈青云站在院子门口，而他身后站着一个嬷嬷，他手中托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一套鲜艳的嫁衣。穿上嫁衣，我现在就送你去安平王府。宫里来了消息，让他们立即成亲。你没得选择，我这里这么多人，你或许可以安全离开，但你确定你娘和你弟弟会毫发无损？所以我没得选了。是。哼，拿来。林默接过嫁衣后，带着他娘进了房间，而他弟弟则是守在了门口。默默，你别管我们了，你自己先走。娘，别说傻话，长乐侯府的人是不会让我轻易离开的。娘，帮我穿嫁衣。没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再穿一次嫁衣。到了安平王府，我会让人来把我娘他们接走，没意见吧？可以。哼，惹怒我，我会让你们长乐侯府鸡犬不宁。哼，你能活过今天再说。安平王府书房内，我爹那边还是联系不上吗？没有，世子，宫内暗桩貌似传了消息出来，皇上的确欲对安平王府不利，而且还秘密为世子指了一件婚事，世子早做准备才是。知道是谁吗？不管真假，徐峰，你立即带一批人隐藏起来，万一被那女人说中，你们倒是暗中跟着。若真被流放，怕是这路上危险不断，皇帝不会让他安全活到流放之地的，所以他得做好其他准备。是。管家徐大鹏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世子，宫里来了圣旨。皇帝还真是给他送了个妻子。看着停在一旁的花轿，徐无艳脸上快速闪过一抹冷意。世子，还是尽快拜堂吧，拜了堂，你们还要进宫去谢恩。皇上说了，世子克妻，一切从简，没必要铺张浪费。徐无艳没拒绝，他也拒绝不了。他现在若说一个不字，整个安平王府便会被立刻获罪。他赌不起。不过在花轿里面的女人出来的时候，他竟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是见过吗？拜堂的过程很快，所有人都是敷衍了事。沈青云看着他们已经拜了堂，满意的吩咐他们立即进宫谢恩之后，便准备离开。慢着，林默掀开红盖头，长乐侯，别走那么快嘛。
林默看向一旁一脸错愕地看着自己的徐无厌，世子，不介意借你府中的管家一用吧？徐无厌回过神来，点头，喊来管家徐大鹏。徐管家，我娘和弟弟在长乐侯府，麻烦你帮我去接一下，要多带一些人，若他们不肯交人，不用客气。徐无厌双眼阴沉的可怕，给自己指个寡妇。皇帝对安平王府还真是够用心良苦啊。你别废话，安排好，准备进宫，有什么话以后再说。流放既然已经避不了了，那不打劫一番皇宫都对不起他自己。林默牙直痒，一抬头就见徐无厌双眼犀利地盯着自己看。流放已成定局，改不了了，提前做好一切准备，有备无患，路上也能少受一些罪。说完，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塞给他，按照上面的去准备。徐无厌握着他塞给自己的纸，深深看他一眼，转身离开。他说的或许是真的。林默找了个空屋子，换下自己身上的嫁衣，再出来时，徐无厌已经在不远处等他。进宫。到了皇宫，他们并未见到皇帝，而是在大殿外站了半个时辰。而就在这时候，一个身穿华服的年轻男人脚步匆匆地从他们身旁经过，进入大殿之内。此人是来向皇帝汇报你爹已死的消息。慎言，接下来该有人出来让我们出宫了。怎么，不信吗？说我说准了，一会儿帮我个忙。好。他话一落，前面大殿之内，一个年长的公公脚步匆匆地走出来。世子，皇上说了，谢恩不必了。安平王府记得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就行。徐无厌脸一沉，安平王府怕是真的要出事了。谨记皇上教诲，请刘公公替我向皇上转达谢意。好，尽快出宫去吧。刘公公欲言又止的看了一眼徐无厌，叹气准备离开。出宫得快，说不定还能多点时间准备。刘公公，你先别走，能不能告诉我最近的如厕之地在哪？我肚子好疼啊，我忍不了了。一旁的徐无厌皱起眉，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肚子疼了呢？刘公公摇头，看来这天都不帮安平王府，给他指了一个方向之后，便转身回大殿复命去了。林默没有任何的耽误，脚步匆忙地朝着前面走去。徐无厌不得已只能跟上。你在搞什么鬼？知不知道，若他说的都是真的，越快离开皇宫对他们越好，起码还有时间安排其他事儿。记得刚才我说了什么吗？所以你要帮我一个忙，你守在这里，我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能进来。徐无厌无语了，这算怎么回事啊？林默进了偏殿之后，立刻闪身进了空间，随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偏殿。既然进了宫，流放也在即，他自然不会放过搜刮皇宫的机会。皇帝的私库、皇后的私库、皇贵妃的私库、太后的私库，他一个都不想放过。皇帝的私库距离这里最近，林默最先光顾。别说，皇帝私库里的珍品还真不少。天天哭国库没钱，合着国库的钱都被皇帝给搬到自己的私库了。林默眼底多了一抹嘲讽，手一挥，搬了。从皇帝的私库出来之后，林默直奔下一个目标，一路狂奔，一路收割，凡是路过的宫殿都被他给关照了一番，最后才是皇后的长春宫。林默原本是想搬空了皇后的私库之后马上离开的，但他准备离开时，却见一个身着侍卫服的男人在嬷嬷的掩护之下进了皇后的寝宫。他停了下来，双眼闪过一抹寒冰。这个男人，他就是华成辉也认得，上辈子他就是负责押解自己等人前往流放之地的众多借差之中的一个。一路上他不断的刁难暗害安平王府的一众人，没想到他竟是皇后的人。既然撞上了，自然要上前好好打探一番他们的目的了。林默驱动空间，悄无声息地进了皇后的寝宫。听着，本宫让你去做借差，今日安平王一家会被流放，你路上找机会弄死他们，记得不要露出马脚。哼，这皇后怎么这么狠毒啊？用最温柔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大抵说的就是他这种人了吧？是。钱正昌低头应是。去吧，你的家人本宫会帮你照顾好的。钱正昌点头，转身离开。容嬷嬷，再安排一个信得过的人进去，让他什么都不用做，潜伏下来，等钱正昌得手后，让他再把钱正昌给解决了，绝不能留半点把柄。另外，
钱正昌离京后，吩咐人送他全家上路。一旁的嬷嬷点头，转身出去。钱如云心情正好，坐在镜子前，愉悦地打量着自己的容貌，还不时地拿起珠钗在头上比划。躲在空间里的林默摇了摇头，唉，蛇蝎心肠啊，不行，得给他找点事做，不然他一直盯着我们，谁会有好日子过？在他拿下珠钗的时候，伸出手握着他的手，狠狠朝自己的脸上戳去，顺势一划。林默趁乱离开了长春宫，准备返回和徐无艳会合。别怪他心狠，毁了他的容，他的注意力就会放在怎么恢复自己的容貌上，无暇顾及其他了。他只要护住他想护住的人就行。经过御膳房的时候，御膳房自然也不能放过，折身朝着御膳房而去。而另外一边，徐无艳眉头紧蹙地盯着前面的大门。他在里面做什么啊？这都过去半个多时辰了，怎么还没出来？他在里面不会有事吧？正纠结要不要开口询问，身后却传来不和谐的声音：徐无艳，你这爱好可真特别，怎么这里的味道很好闻？徐无艳转身见到来者是谁，眼底飞快地闪过厌恶。赵仲文，赵太傅之子，太子伴读。他直接移开目光，没打算理会对方。赵仲文一脸的无趣，他跟徐无艳属于话不投机半句多的那种，这会儿见他又端起了架子不理人，心里暗暗鄙视了一番，随即就要进去解决3级。里面有人，都是男人，有什么？快让开，我很急。女人，我夫人。夫人？徐无艳，你骗谁呢？女夫人，你娶妻子，我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你知道？有秘密啊！赵仲文双眼炙热地看向徐无艳身后的门，他一直守在这不让进去，这里肯定有秘密，他一定要挖徐无艳的秘密出来。趁徐无艳不备，赵仲文一个箭步窜了过去，伸手就想去推门。徐无艳一沉脸，手一个格挡拦下了他。父子，徐无艳，你不会是在这儿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不敢让我进去吧？我说了，是我夫人。骗谁呢？你徐无艳克妻，谁家那么不长眼，敢把女儿嫁给你？还有，昨日之前均没听说你成亲，因为我们是今日成的亲。皇上赐的婚，有意见找皇上去。说完，叫上徐无艳，直接离开了。赵仲文呆若木鸡，真的有个女人从里面出来，所以徐无艳真的成亲娶媳妇了。我去，大事呀！赵仲文顾不得3级，抬脚冲出去，而离开的林默和徐无艳2人一前一后朝着皇宫外走去。路上谁都没有说话。一出宫门，徐峰立即冲过来，他脸色难看地看向徐无艳。世子，刚收到的消息，王爷死了。徐无艳脸色一白，手握紧成拳，他双眼忍不住看向林默。他说的成真了。没时间了，赶快回去，抄家流放的圣旨很快就要到了。徐无艳稳住心神，快速上马，马车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去。徐无艳没有浪费时间在追问他怎么知道的事情上，而是在想着安平王府接下来的出路。回到王府，徐无艳立即撇下林默去安排事情。林默不以为然，见到他娘和弟弟之后，便让他们待在院子里。随后他便在安平王府里逛起来。安平王府很大，但人口不多。安平王是一个长情的男人，娶了王妃之后守着王妃过日子，屋内并没有乱七八糟的侧妃姨娘之类。只可惜王妃命薄，3年前去世了。林默看到顺眼的东西就直接收入空间，库房自然也不会放过，留在这儿只会便宜了皇帝，绝对不能便宜了狗皇帝。不过看到库房里面几乎没有什么金银和银票的时候，他便猜到徐无艳昨天晚上有把他的话全都听进去，已经把好转移且容易携带的金银珠宝都带出了安平王府。林默在安平王府转了一圈，来到前院时刚好碰到了徐无艳，两人来不及说话，门外就传来尖锐刺耳的压弓声。圣旨到！
徐无厌的心沉到了谷底，最后的一丝侥幸也没了。安平王府上下全部出来下跪接旨，只是这圣旨一读，哭嚎声不断。宣读圣旨的刘公公直摇头啊！皇上说了，让你们立即上路，不得有任何停留。离府时不准带任何东西。世子，对不起了。说完，立刻挥手让身后的侍卫上前赶人。安平王府乱成了一团，林默没有反抗，护着他娘和弟弟，小心翼翼地站在安全的地方。看到徐无厌带着他那2个被吓得脸色苍白，但依然一脸坚毅没有哭的妹妹过来的时候，林默不由得感叹，怪不得安平王府能走到最后，看看人家，女孩子都比男人要坚毅。而长乐侯府，林默眼底闪过一抹讥讽，现在怕是闹开了吧。他没记错的话，今日周宇轩会挨一顿揍。上辈子有自己照顾他，这辈子他很好奇有谁会管他。他的伤又能让他撑多久呢？还有，林默眼底的寒意泛滥，上辈子他加注在自己身上的，他会一一还回去。哼，周宇轩，你可要给我撑住！长乐侯府因为把碍眼的林默送走了，周宇轩心情大好，让人做了一顿无比丰盛的午饭来庆祝。这府上啊，以后就没有辈分比自己大的人压着自己了，值得庆祝。等吃饱喝足之后，准备回房间小睡的时候，宫里来了一道圣旨，直接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抄家流放！他双眼怒瞪眼前宣读圣旨的穆公公，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家犯了什么罪啊？为什么要抄我们家，还把我们流放啊？沈青云早就一脸颓败地低下了头，整个人像是被人抽去了精气神一般，瞬间老了几十岁。皇上真的是要对世家出手了，这只是一个开始。皇上的旨意也是你一个罪妇能质疑的。来人，按住这罪妇，给我狠狠地打，让他好好体会下什么叫做雷霆雨露俱是天。周宇轩被侍卫按着，又是一顿板子。若不是沈青云求情，会被打得更惨。就算这样，他的臀部也被打得皮开肉绽。当沈家上百口人被赶出长乐侯府的时候，他们身上基本上没有带什么财物，被人押解着朝着京城外走去。沈家不少女眷哭出声来。与此同时，京城不同的地方也传来哭天喊地的哭声，而且这些哭声在往城门的方向移动。皇帝这次下了狠手，只要有牵扯的，不管深浅，一律抄家流放。一时之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生怕自己就是下一个被抄家流放的对象。而就在一个个抄家流放的圣旨送出去之后，皇宫也乱成了一团。先是御膳房的存粮和做好的饭菜不翼而飞，后是宫中各贵人的私库被洗劫一空。皇帝大怒，下令封闭宫门，定要抓到这小偷。此时的林默正护着他娘和弟弟，跟在安平王府众人身后，一步一步朝京城外走去。柳英被吓得脸上没有半点血色，这会儿她半个身子倚靠在林默的身上，靠着林默的搀扶，一步步地往京城外走去。她紧紧抓着林默的手臂，眼底里写满了对未来的彷徨与恐惧。相反，紧跟着他们的林硕双眼坚毅，不见半点的惧色。在踏出城门的那一刻，柳英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都怪娘没本事，若你没嫁给安平王世子，你也不会受牵连被流放。留在长乐侯府虽苦，但好歹不会被流放啊。娘，你觉得我待在长乐侯府就能逃得过去吗？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长乐侯府也被抄家流放了。沈家人哭闹的样子可真丑，真以为哭闹一下就能改变事实吗？天真啊！林默叹息，他都努力改变现状，试图避开这场祸事了，但最后还是一样的避不开。柳英顺着他的双眼朝身后看去，看到长乐侯府沈家众人的时候，他沉默了。娘，你别怕，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去哪儿都可以。我长大了，我可以保护娘和姐姐。好，靠你啦，弟弟。他的弟弟关键时刻很靠得住。就在此时，徐无厌停下来等他们。徐无厌朝柳英点了点头。岳母。柳英受宠若惊，连忙点头。说实话，
这安平王的世子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若不是他克妻，这桩亲事怎么也落不到自己闺女身上。所以对于这个女婿，他没什么好挑的，唯一可挑的就是怕他克死自己闺女。林默知道他不是来跟自己闲话家常的，让他娘和弟弟先走一步，而他俩在后。他知道徐无厌找自己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怀疑自己，但这事儿他早已想好了说辞。世子，我之所以知道这一切，既是因为一场梦，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在梦中见过。你在梦里见过？林默知道自己没有打消他的疑虑，但他不打算多说。世子，还记得之前跟你说的要求吗？徐无厌眼底闪过一抹深沉，因为一个梦，他做了这么多准备，还与长乐侯府脱离关系，他身上有很多的谜团让人看不透。但目前来看，他对安平王府没有恶意，那就行了。你娘和弟弟也是我的亲人，我自然会护着他们。别忘了，你我现在是夫妻，夫妻一体。徐无厌深深看了他一眼之后，大步朝前走去。林默愣了一下，他怎么就忘了这事儿呢？傍晚的时候，他们走到京城外的风雨亭，此时的风雨亭已经有不少人在等着。看到他们被流放的亲人出现时，纷纷迎上去，哭着抱上自己的亲人。过了风雨亭，就正式踏上流放之路了。越往北走越荒凉，所以有亲人被流放的话，一般都是在风雨亭这里等。借差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停2盏茶的功夫，让被流放的人与亲人告别，而亲人也会趁这个机会送衣服或者银子，希望他们在流放的路上不用过得那么苦。要知道，流放路上大人一日就2个窝窝头，小孩就1个，若遇事耽搁了，窝窝头都不一定有。若没钱打点或者是买吃的，怕是活不到流放之地。林默没兴趣看别人哭得肝肠寸断，双眼扫过密密麻麻的人头，最后在一个角落发现了那一大群借差，钱正昌正在其中。另外一个皇后的人会是谁呢？林默现在看谁都觉得像，他有些惋惜没跟上容嬷嬷，不然就会知道这隐藏在暗中的人是谁了。他现在和徐无厌是一条船上的人，这在暗中像是毒蛇一般盯着他们的人不得不防。林默放下心中的隐忧，朝四周看去，都是一些熟面孔。被流放的人还是上辈子的那些，不对，好像多了几家。上辈子明明没有这几家的，为什么这辈子多了他们呢？怕是因为我的选择不同，多了一些变故。不等林默细想，忽然前方的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弟弟林硕被人推倒在地，紧接着刺耳的尖锐声音响起来：都怪你姐，你姐就是个扫把星，要不是你姐这个扫把星嫁给我表哥，安平王府不会出事儿，我们韩家也不会被牵连，都怪她。不准你说我姐不是扫把星，她就是，她就是个扫把星，废物。你敢打我吗？我告诉你，你敢碰我一下，我立即让我表哥赶你们离开。是吗？林默缓缓走了过来，手忍不住搓揉起来。说起来，他今天似乎还没发疯呢，毕竟发疯使人快乐。扫把星，不要脸，我们被你害死了，滚！上辈子安平王府的众人成了他们韩家发泄怒火的对象，这辈子他改变了命运，嫁入了安平王府，所以自己就成了他们发泄怒火的对象吗？很好。他抬手毫不客气的一巴掌甩过去，这一巴掌直接把韩玲珑给打懵了，同时也吸引了附近人的注意力。韩云龙的母亲韩大夫人一见自己闺女被打了，立即撇下自己的亲人，急匆匆的走过来。哎呀，龙儿，你怎么了？你是泼妇吗？竟然对一个孩子出手，你还要不要脸？林默挥了一下自己打疼了的右手，我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要脸受气，为什么要？我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你个泼妇！这位夫人，对不起，是我没教好闺女儿，我替她向您道歉，您别生气啊。说句道歉就行了，她可是当众打了我闺女一巴掌，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诚心道歉。行，跪下向我闺女磕头，这事儿啊就这样算了。柳英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林默翻了个白眼，还当自己是官夫人，在这摆谱子呢。这位夫人，你别生气，我下跪替她道歉可以吗？娘，不许道歉。对，娘，为什么要道歉？明明是她先侮辱我姐，敬人者人恒敬之，辱人者人恒辱之。哎呀，你们，对方是大户人家，现在得罪了他们，若是在路上他们对自己母女3人使绊子可怎么办呢？娘，一切由我，下跪磕头认错。哼，没错，敢打我闺女，你信不信我让我的好外甥休了你这个扫把星？扫把星？哼，
我扫你娘！林默忍不住了，一个箭步上前，4两拨千斤，直接送他一个过肩摔。徐无艳的大舅母又如何？惹怒了他一样摔，他没道德的，他就爱发疯。这会儿韩家人、徐无艳都被惊动了，纷纷走过来。怎么了？表哥，你娶的好妻子不但打了我一巴掌，还直接把我娘摔倒了地上。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韩家人怒了，纷纷怒瞪林默，指责他对长辈不敬。而韩大夫人趁机哎呦哎呦地喊起来，一副被摔得很惨的样子。韩家老太爷，也就是徐无艳的外祖韩老爷子走出来，胡闹！刚开始就窝里斗起来了吗？啊，像话吗？你既已改嫁给吴燕，那就是自家人，他是吴燕的长辈，自然也是你的长辈。你这样对你的长辈没半点规矩，吴燕，像这样没规矩的媳妇，你该好好管教了，免得丢了你安平王府的脸。爷爷，你为什么不让表哥休了他？他就是个扫把星，是他害了我们。他不是扫把星，韩玉龙道歉。表哥竟然让他道歉，韩玉龙红了眼眶。娘，表哥就为了那个女人凶我。吴燕，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为了一个外人就这么对你表妹？她是我的妻，不是扫把星，更不是外人。爹，你说句公道话。外祖，我夫人不会无缘无故打人的，这其中必有原因，做人不能偏信偏疑。当事人林默眼底带着一抹诧异，他没想到徐无艳会站在自己这边，所以找他合作算是找对了，起码他人品不错。不过韩家人在他面前摆长辈的谱子，哼！林默嘴角勾起一抹嘲讽，就你们也配？好，那长辈是事实，长辈做的再不对，他也不能动手，这是孝道。外祖，好了，你若要护着他，以后与我们韩家保持距离，我韩家要不起这样的外孙媳妇。走！他抬脚朝前面韩家阵营走去。韩玉龙不满，但爷爷发话了，他也不敢再做什么，只是临走前狠狠地瞪了一眼林默，这一巴掌之仇他是记住了。哼，一个扫把星，你这般护着，以后可别后悔。韩大夫人说完，拉起自己的闺女朝前面走去。没事吧？因为我得罪了你娘的外家，值吗？无所谓值不值，你我既已拜堂，那就是夫妻，我自然得护你。姑爷，对不起，都怪默默冲动，给你惹麻烦了，对不起啊。哎呀，娘，他娘怎么动不动的就给人道歉呢？岳母，你不用跟我道歉，夫人她没做错事。他这便宜夫人虽然接触的不多，但这性情是那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就他大舅母和表妹一口一句一个扫把星，这谁能忍得了？柳英叹气的点点头，忍不住开口训自己闺女，让她以和为贵。林默直接来个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说你的，我想我的。徐无艳的2个妹妹徐宪瑜和徐梦贤走了过来，两人年纪一个16，一个14，这时看向林默的眼神都带着一抹敌意。徐宪瑜看向了徐无艳，大哥，准备出发了，外祖他们在前面，我们过去和他们在一起。她是你们的嫂子，喊人。徐宪瑜年纪稍大，藏得住心思。嫂子，大哥是他。外人说什么你们都信，你大哥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是吗？我再告诉你们一次，我们被抄家流放与你嫂子无关，相反，还是我们连累了他跟着被流放，懂吗？可大舅母他们都说是因为他。他们说的话别信，以后离他们远点。林默了然，韩家想和徐家撇清关系，韩家还没有放弃，还想着起复，想踏着徐家众人起复。徐宪瑜若有所思地看了自己大哥一眼，随后再次认真地朝林默行了个礼。嫂子，之前是我们唐突了。姐，林默看向徐宪瑜，这倒是个聪明的，无妨。而此时介差已经挥着鞭子驱赶他们上路。徐宪瑜再次开口，让大哥过去和韩家队伍一起。不用过去，我们自己走自己的。
徐宪瑜错愕，想问什么，但已经来不及问了。介差已经催他们上路了。等到驿站，介差说休息的时候，这些从没吃过苦头的人个个瘫软在地，发出痛苦的哀嚎声。徐无厌是练武之人，这点路算不得什么，但他的2个妹妹却受不了这个苦。若不是徐无厌扶着他们，早就跟不上队伍了。安顿好他们休息之后，徐无厌抬头，眉头一下子皱起来。林默呢？他们母女3人怎么都不见了？而此时的林默带着他娘和弟弟直接进了其中一个大通铺，他选了最里面的一个角落，把身上的行李一放，开始简单的打扫。默默，我们先进来收拾，会不会不好啊？不会。林默捡起一旁一个破破烂烂的扫把，动作利落地扫去上面的灰尘。一会儿他们只会后悔，为什么不快点进来占地方？娘，弟弟，记住了，以后我们每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先占休息的地方，其他的迟点再说。走了1天的路，晚上一定要好好休息。所以休息的地方很重要，特别是这1000多人的流放队伍，休息的地方算得上是僧多粥少，抢不到地方的人只能在外面坐着熬一宿，连躺一下都不行。走了1天，这滋味自己想吧。知道了。柳英还想说什么，但看到自己闺女和儿子的样子，所有的话都化作了一声长叹，一切都是命啊。此时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得了介差的提示后，纷纷冲进来占地方。有人看到林默母女3人收拾出来的干净地方的时候，忍不住感慨，竟然有人先进来了。沈家人进来的比较晚，进来的时候这里已经被人占满了。沈青云脸色一沉，扫了一眼，立刻带着人往别的大通铺赶去。只可惜不管他到哪里都住满了人。同样没有抢到地方的还有韩家人和徐无厌他们，不过韩家不是没有抢到，而是韩家人太多了，他们占到的地方太小，不够用。他们的目光盯上了林默，毕竟林默母女3人占了一大块地。沈青云带着人扶着周雨轩走到了林默跟前。既然收拾干净了，这块地我就要了，你可以另外找地方睡觉了。看着一脸理所当然的沈青云，林默气笑了，你好大的脸呐，你以为你谁啊？要做梦你给我滚远点！被踹倒在地的沈青云满脸涨红，愤怒地从地上站起来。林默，你别不知好歹，我告诉你，我是给你机会，只要你让出地，我就原谅你，之后我沈家也愿意护着你母女3人到流放之地。哼，不然我告诉你，没有我沈家护着你们，你们到不了流放之地。哼，我真的是信你全家呀，护着跟他沈家扯上关系，他们怕是到不了流放之地了。懒得废话，林默拿起扫把直接动手，滚，给我滚！好，你狠！被打得嗷嗷叫唤的沈青云等人忍不住狼狈地往外冲出去。他们冲出去的时候还不断地咒骂着林默，林默看都不看他们。没抢到屋内位置的沈家人今晚够他们喝一壶的了。他如果没记错的话，上辈子的今晚会下大暴雨，上辈子是他母女3人淋了雨，这次该沈家人尝尝这淋雨的滋味了。林默让林硕把徐无厌他们给带进来，而他弯腰去看下面的炕口，想看看炕还能不能用。大冬天的加上下雨会变得更冷，没烧炕外加没有被子，这种天气很容易生病的。虽然他空间里面有被子，但现在不好直接拿出来，幸好炕还能用，林默很满意。起身时看到他娘泪眼汪汪地看着自己。娘，怎么了？默默在长乐侯府的这3年是吃了多少苦啊，辛苦你了。林默汗颜，他娘该不会是误会什么了吧？哎呀，算了，懒得跟他解释，自己会的东西可多了，一一解释怕他自己会不小心暴露重生的秘密。哎呀，娘别担心，我没事的。这时候徐无厌带着徐家众人挤了进来，徐家3个主子外加2个嬷嬷1个管家5个侍卫，一共11人。林默上前得了徐无厌的许可之后，立刻安排起来5个侍卫负责去找今晚的柴火、吃的，还有蓑衣草。尤其是柴火和蓑衣草，林默让他们尽管多找，越多越好。而管家和嬷嬷则是帮忙做鞋，2个嬷嬷是没意见的，毕竟他们会。但材料呢？负责照顾徐宪瑜的秦嬷嬷站了出来。世子妃，哎，已经被抄家流放了，再这样喊不过是让人笑话，别喊了。少夫人，做鞋子简单，
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东西不好做。林默拿起一旁角落的一个小包袱，那是在风雨亭他趁没有人注意时从空间里拿出来的。那这里面有一些皮子和一些鞋底，你们按我说的去做。说完，他说出了自己的要求，因为接下来都是雨雪天气，很容易弄湿鞋子和裤子。若是一直穿着湿透的鞋子走路，不但会冻坏脚，很有可能会得风寒。流放路上得了风寒，很容易丧命的，所以皮子和鞋底都是他特意挑选出来的。鞋底的最底层是木的，有2个齿垫高，防止弄湿鞋子。皮子呢，则是防水的，用这种防水的皮子做鞋面会多一层保护。而这鞋面他准备让它们做长一点，能够包到小腿上。这样一来，就算是雨再大，也不会因为雨水飞溅弄湿裤脚。秦嬷嬷2人的女工都是非常厉害的，林默一说立即懂了。虽然他们怀疑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奇怪的鞋子，但是他是主子，主子说了他们做便是。而管家徐大鹏则是给他们打下手帮忙。分好工之后，3人立即忙碌起来。看到正一脸茫然站在一边的徐家姐妹时，林默刚想说话，韩大夫人来了。你们都起来，这位置我们要了。林默气乐了，赶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还都是一副施舍的样子。咱就说这无耻不要脸的人怎么还扎堆往上凑呢？滚！林默，我可是长辈，我让你让出位置是看得起你，你最好别不识好歹，不然不敬不孝的帽子下来，我看世人怎么看你。你要是让我高兴，自然一切都好说。柳英急了，他闺女的名声已经够差的了，要是再被扣帽子，那怎么得了呢？当下就急得要说话，林硕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了他。娘，别开口。可是你姐，娘，这事儿让姐处理，你别管。娘，你不掺和，就是对姐的最好帮助。今天的事儿他是看出来了，他娘就是个软骨头，怕事的很，别人凶一点他就道歉认错。柳英沉默了，他这是被儿女嫌弃了吗？不是，他做错什么了呀？他只是不想默默的名声更坏，他担心默默。果然这改嫁妇怕了呀。他得意洋洋地看向林默，我告诉你，你让出这个位置就证明你孝顺，这孝顺的人我们韩家人自然接纳，在路上我们也会照顾你一样，不然啊，没了我韩家的照顾，你怕是还没有到半路就死在了流放的途中了，明白了吗？你只能依靠我们韩家。林默翻了个白眼，上辈子的他就是因为怕被人骂，所以乖乖的给沈家人让出了位置，带着他娘和弟弟在外面淋了一夜的雨，导致他娘和弟弟接下来生了一场病。而现在韩大夫人想用这些话来逼他让出位置，想屎吃呢。他既然已经重生，道德这玩意儿早被他抛弃了。哼，没他韩家照顾，他到不了流放地。林默嘴角勾起一抹嘲讽，不，他一定会带着他娘和弟弟到达流放地，而且还会过得很好。至于他们韩家人，那可就不一定了。所以没道德之后，他就爱发疯。林默一个箭步上前，啪啪就是几巴掌。清醒了吗？还没睡呢就做梦，果然脑子不行。韩大夫人脸一下子涨红，狰狞气愤地盯着林默。你居然敢打我！你什么你啊？没学会说话就不要来这里丢人现眼。你泼妇，不可理喻！看到徐无艳一副没有看到的样子，他更加气愤了。你给我等着！接着气冲冲的离去。一旁没说话的韩云龙愤怒的看向徐无艳：表哥，你太过分了，居然任由他欺负我娘！你变了，你不是我表哥！说完红着眼眶朝韩大夫人追去。到底谁更不可理喻啊？没再管这些，林默准备去帮忙弄鞋子。刚坐下来，徐梦贤就指责地瞪着他：你太过分了，她是我们的大舅母，你这样对她，让我外祖一家怎么看我们？所以呢，你是想让我把我站的位置让给他们，然后好成全你所谓的孝顺？徐梦贤被怼得说不出话来。有何不可？她是我大舅母，是长辈，得孝敬。我们是小辈，让着点怎么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而且黑心肝的人。又来一个脑抽的。林默眼底多了一抹冷意，手往外一指：没人拦着你尽孝，你可以自己出去给他们找个落脚的地方，但这个地方是我占的，也是我打扫干净的，没有理由让你拿去尽孝。既然这么看不起我这个无情无义又黑心肝的人，那你也没这个必要留在这里碍眼。走啊，去和你有情有义的人待在一块儿去。你赶我走？对啊，赶紧走。怎么
想我们送你吗？好，走就走，反正我也不想和你待在一起。徐梦贤气冲冲地朝外走去。小贤，别孩子气，回来跟你嫂子道歉。这妹妹真的是被宠坏了，好赖不分啊！她就没想过让出了这一块地方，他们自己今晚睡哪？徐无艳眼底闪过一抹深色，外祖的意思，她要不要告诉他们呢？徐梦贤被气得要吐血了，他停下来，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徐无艳。大哥，明明是他自私自利黑心肠，我说他一下而已，你却叫我向他道歉，你还是我大哥吗？不，你不是，我大哥不是这样的人，我大哥是个不会不管自己外祖一家的人。说完，转身就朝外走去，他要和外祖他们在一起，他才不要和这些自私自利的人待在一起呢。梦贤，徐无艳皱眉想追出去，但林默却阻止了他。看到徐无艳看向自己，林默摇头：我若是你，我就不会管他，有些事他得自己想清楚。流放路上，圣母活不下去的，而且人心也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他若是后面才犯浑，等待我们的将是灭顶之灾，还不如让他现在去看看什么叫做人心。流放路上越到后面就越容易见鬼，现在才刚刚开始，鬼还少一点。林默脸上闪过一抹意味深长，韩家人都是一群道貌岸然之徒，没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时，一个个都是一副圣人样，但若是损害到他们的利益，那脸翻得比翻书还快呢。上辈子韩家人可没少坑徐无艳他们，而徐无艳也正是因为这个蠢妹妹没少遭罪。这一次提前点醒徐梦贤，不知道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林默看向徐无艳时，眼底飞快闪过一抹深色，随后拖来另外一旁的大包袱，解开，露出里面雪白的棉花。正在沉思中的徐无艳看到棉花时恍然，怪不得路上他不用自己帮忙，原来是棉花呀！这么一大包棉花的确不重，之前在路上他听到他说不重的时候，还以为是客气呢。你为什么带这么一大包棉花？给你们塞到棉衣里，就他那衣服根本就抵挡不了接下来的冰天雪地。让他把棉衣脱下来，林默没再理会徐无艳，喊来他娘和徐宪瑜过来帮忙，一个拆扣子，一个塞棉花，一个缝合，他们这里忙得不亦乐乎。而其他人早已坐下来吃东西休息，看到他们在忙活，个个脸上露出嘲讽之色。切，丑人多作怪，好好的棉衣还拆开往里面塞棉花，丑死了。小贤，你说这话说得太对了，他呀就是丑人多作怪，没事找事做。大舅母，你说的对。大舅母，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包子？我还没吃饱。你吃一个已经饱了，对不对？既然已经饱了，就不要再吃了，免得浪费。这些呀，留着明日再吃。说完，直接把包子包好放到一旁。哼，你来跟着我们韩家，却没带1文钱来，还吃这么多，谁养得起你啊？徐梦贤错愕，他吃一个怎么可能饱呢？龙表姐吃3个呢。但是见他已经收好了，也不好意思再要，看向其他舅母，他们纷纷扭头装作没有看到。徐梦贤心里突然有些不舒服。而林默这边，出去的侍卫带回来一大捆干柴、2只烤好的野鸡以及一大捆蓑衣草。林默留够他们今晚烧炕的柴火后，便把多余的柴火和2只野鸡给借差送去了。见一众借差看着自己，林默解释：天气太冷了，不烧炕睡很容易感冒的。我看了看天色，怕是今晚会变天，为了不让各位爷冻着，所以我让人多收拾了一些柴火，给你们送过来一些。这2只野鸡呢，也是刚刚烤好的，孝敬各位差爷下酒。说完，帮他们把炕烧起来之后才离开。而他还没回到他们的落脚地方，徐梦贤就冲了过来，指着他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病？我都还没吃上一口，你竟把柴火和野鸡给他们，那是徐庆他们打回来的，你没权利这么做。你去把东西要回来，听到没有？白痴！林默送他一个大白眼，他这么做是有自己的理由，没必要跟他解释。徐梦贤气死了，他家侍卫打的野味，自己没吃到就算了，现在还被这个女人骂白痴。你太可恶了！说完了吗？说完就滚开，别在这里碍路。哟，好大的威风啊！欺负了我这个大舅母不算，现在还欺负上小姑子了。这天底下所有的媳妇儿中，你这是独一份儿，还拿夫家的吃食来讨好别的男人，要脸吗？另外，他们不过是一群小吏，他们配吃吗？讨好别的男人，坏他名声。他若不发疯，他就不姓林了。林默抡拳，直接就冲上去了。砰的一声，林默一拳揍向韩大夫人的脸。韩大夫人踉跄地往后退了2步，同时发出杀猪一般的尖叫声。这尖叫声惊动了很多人。借差老魏从一旁的屋内走出来，脸上带着不愉。吵吵闹闹的，不知道安静，想讨打是不是？
没有，差爷，我不敢。是这位韩大夫人，她不满我拿2只烧鸡孝敬你们，还说你们不配吃。明明差爷负责押送我们，一路上将会很辛苦，吃点好的又怎么了？我们不应该孝敬差爷吗？我看不惯他把自己还当官府夫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所以忍不住揍了他一拳，想让他嘴巴干净一点。李默，你叫什么叫？我说错了吗？你敢说你刚才没说这些话吗？有，有就行了。魏爷，您看他都承认了，我可没有诬赖他。不错，做得好，别给老子惹事，敢给老子惹事，老子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还有，别把官夫人那套用在这里，牢记自己的身份。你们现在是流民，好好记住自己的身份。气死我了！该死的林默！徐梦贤也不敢再说话，匆匆跟着韩大夫人的脚步离开。很快，不远处传来韩大夫人尖酸刻薄的骂人声，可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舒服。见徐家人都戒备地看着自己，林默也不解释，慢吞吞地啃着自己手中的包子。吃完之后继续干活，鞋、蓑衣都要继续做，最少要做出4套蓑衣来。说完，动起手做蓑衣，这些都是他上辈子学的，什么都得自己动手，不然就挨饿受冻，活不到流放之地。柳英母子见状，3口2口把包子吃了，挪过去帮忙。徐无艳让徐宪瑜他们去帮忙，随后也在林默旁边坐下帮忙。为什么？他不相信林默会无缘无故的做这种事。今晚会下大雨。徐无艳恍然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蓑衣草，怪不得他要做蓑衣呢，但4套够吗？明日皇帝会有旨意过来，允许其中几家人买1辆马车代行，马车是借差提供，老魏负责送马车过来，而且以后老魏是负责押送我们的借差小队长，所以跟老魏交好对他们只有好处没坏处。怪不得他果然不会做无用功，一个没忍住，双眼带着探究的看向了他。真的是做梦梦见的吗？徐无艳，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所以没必要对他防备，他若出了事自己也跑不了。知道了。你们还让不让人休息了？弄得吵死人了，安静行吗？再吵别怪我不客气。再说一次，你要对谁不客气？众人纷纷闭嘴，不再敢说话了。徐无艳从不是个好惹的，见徐无艳重新坐下，还是有人忍不住嘀咕：走了半天累得半死，好好的不休息，做这些没用的东西有什么用？就是他们不休息，咱们还要休息呢。算了，徐无艳能打，别惹他们，自己睡自己的就行。我以为你会跟他们说一会儿会下雨。我说了，他们会信吗？说不定他们还会骂我乌鸦嘴，故意诅咒老天下雨。哼，这绝对有可能。再坚持一会儿，很快就能完成了。而四周很快也安静下来，陆续传来打呼声。只有徐家这边在昏暗的灯光下忙碌地做着自己的事儿，一直忙到深夜。林默低声让5个侍卫用织好的蓑衣铺在地上，靠在灶口旁睡，而2个嬷嬷和徐大鹏上来和他们挤。没办法，他们3个上了年纪，若睡在地上很容易生病的。而等他们睡下没多久，外面下起了雨。突如其来的大雨惊醒了在院子里小睡的众人，也浇灭了一个个火堆。而徐家众人没理会这些，蜷缩在角落里继续呼呼大睡。而睡得迷迷糊糊的林默身体没意识地往旁边温暖园移去，他脑子里现在就一个想法，有马车后明日无论如何都要弄几床被子放在马车上，太冷了。他的靠近惊醒了徐无艳。徐无艳静静地看着蜷缩在自己身前的小女人，眼底带着好奇和探究。林默，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我真的很好奇。翌日，林默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是靠着徐无艳睡的，脸上闪过了一抹不自然。起来后，立刻让人收拾整理东西。而在此时，一个衍生的妇人走了过来，提出想跟他们买些棉花，没了。对方失望的离开，但是却没有为难林默。我要棉花，你们全部的棉花都给我拿来。没有。他狠心肠，没心没肺，难道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外祖挨冻？棉花没了，韩家人口众多，挤一挤就不会让外祖挨冻。现在正是表现你们孝顺的时候。好，很好，果然是夫妻同心。说完，气冲冲地走了。不愚孝，很好。为什么这眼神看着我？怕你愚孝。流放路上死得最快的有3种人：同情心泛滥的圣母、愚忠愚孝和不懂变通的人。徐无艳一愣，这是什么说法？而就在这时候，外面传来老魏的声音，让一家出来一个人，他有话说。来了。看到徐无艳要出去，他连忙摇头：我去。好。默默，你怎么能这样呢？这种事儿应该让姑爷出面，他才是一家之主。姑爷，
真对不起，都怪我平时宠坏了他。岳母不必在意这种小事，夫人去比我更合适。皇上皇恩浩大，体谅流放的队伍中有老人小孩，所以特许这几家买1辆马车代行，马车1辆200两，准备好银票，念到有你家的就跟我出来选马车。安平王府、长乐侯府、韩家、荣家、白家、钱家、齐家，一共7家，派1个人出来。为什么没我家啊？我家有2个老人，7个小孩，没马车怎么走啊？我家也是，3个老人，也有几个小孩，也需要马车呀。我要马车，给我马车！想吃鞭子是不是？再吵，老子就赏他一顿鞭子！这会儿走出来7个人，不对，是8个。想闹事是不是？还是欺负老子不识数？7家，给老子出来8人！想挨揍就直接说，老子成全他。一个女人来凑什么热闹？滚回去！安平王府的名额我韩家要了。哼，你好大的脸，你好大的脸！你说要就能要的吗？那是皇上给安平王府的恩宠，与你韩家无关。魏爷，有人想强抢马车，怎么办呢？韩家滚回去1人！再惹老子生气，你韩家的马车老子不给了！该死的，一个小小的戒差竟然敢打他，韩玉书只能往后退。这个贱人，害他被打，有他好果子吃的时候。林默瞧都不瞧他，跟上老魏朝驿站外走去。如上辈子一般，马车有好的也有差的，有些马车不是马老的不行，就是车厢破破烂烂，只有2辆马车在正常范围之内。一到门口，其他人争先恐后的朝好的马车冲去，而林默始终站在老魏的身后，一副以老魏为首的样子，因为老魏不许哄抢。老子让你们选了吗？都给老子滚回来！众人虽不忿，但也只能乖乖的走回来。你先去选，选中把你手中的牌子挂到马车上。我吗？真的是让我先去选？对，别废话，赶紧去。哎，好。林默低着头，掏出200两银票递给老魏之后，连忙去选马车。而这会儿，他的嘴角翘起来了。昨晚的卖好有用啊！而他刚才塞出去的银票里，还夹着1张50面额的银票。为什么是他先选？林默，不准你选好的马车，听到没有？这时候不选最好的，真对不起自己啊！为什么？就凭他让人省心，而你最后一个选。沈青云脸色发白。等林默选好马车之后，老魏立即让第2个人去选。很快，马车全部都分配好了。我跟你换1辆马车。他挑剩下的最后1辆马车，马不但老，而且车厢又小又破，根本就坐不了几个人。你在想屁吃呢吧？你当真不给？给你个锤子，你要吗？你给我等着，林默，我绝对不会让你有好果子吃的。该死的贱人，竟敢这般对自己！车厢里坐了林家3人，徐家兄妹2人，2个嬷嬷，1个管家，其中1个侍卫负责赶马车，剩下的4个侍卫只能走路。不过累的时候可以换人赶一下马车。就在这时候，徐梦贤冒着雨，带着韩家的几个小姐，气势十足地走过来一开口就是让徐家侍卫把身上的斗笠和蓑衣给韩家人送去。而马车上林默母女3人以及2个嬷嬷管家，他也开口让他们下来，让他和韩家的几个小姐坐上去。林默成功的被气笑了，看到齐嬷嬷他们真的要下马车，林默伸手拦住，滚！你就是一个外人，你没资格说话。还有，这是我徐家分到的马车，与你没关系。哼，他绝不会承认他是徐家的人，他不配。徐梦贤，在我没生气前，跟你嫂子道歉。哥，你又帮他，你还是我大哥吗？自从这女人出现，你就不站我这边。你答应过娘会好好照顾我的。小贤，道歉，别惹大哥生气。还有，你上马车就行了，其他人真的坐不下了。嫂子说的对，他们想安全到流放之地，还得靠他们帮忙。姐，怎么你也这样？哼，你们不让韩家表姐们坐，我也不稀罕跟你们坐。表姐们，我们走。徐宪宇想喊住他，但看他那个倔强的样子，只能叹了口气。放心吧，他很快就会悔不当初的。嫂子，小贤年纪还小，14岁，不小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不管是他还是我。徐宪宇沉默了，但那是他妹妹，他怎么可能不担心呢？好了，小鱼，你别管他，让他先吃点苦头。外祖他们若是找你的话，多个心眼，别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他们让你做什么，别乱答应。大哥，其他不要问，你只需要记住我说的话就行，其他有大哥。
好，看来这韩家和徐家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人太多不好管理，所以在出发前，老魏等人以家为单位，把这支庞大的流放队伍分成了几个小队，每个小队由20个借差负责。安平王府、韩家、长乐侯府、赵家、穆家、刘家、许家等12家归老魏管。很不幸的是，皇后的人钱盛昌恰好也分到了他们这边。借差都骑着马，戴着斗笠，身披蓑衣，其中老魏和另外一个在前面带路，3人在最后盯着，防止有人逃跑。剩下的人分布在队伍的2侧跟着，而徐家在队伍的前头。大舅母，能不能给我一个包子吃？我好饿。你以为就你饿吗？你去问问谁不饿，但就你想要吃的没了。哼，一点用都没有。让他去把马车要过来，要不来还想要吃的，做梦去吧。大舅母，我明明看到你包袱里还有包子，你为什么不给我吃一个？我们不是一家人吗？徐梦贤，你搞清楚点，你姓徐，我姓韩，怎么是一家人了？哼，想吃东西去找姓徐的要去。算了，现在还要稳住这个蠢货，还要他帮忙做事呢。算了，谁让我心软呢？那这个给你吃，我告诉你啊，也就只有我才舍得给你吃的，别人可舍不得把吃的给你。还是大舅母好，虽然骂了我，但还是会给我食物吃。韩家的马车上坐着的全是嫡出的男丁，那是他们家族的希望，不能有半点事。剩下的其他人只能走路。流放的路途异常漫长，如果仅靠双腿走，根本走不到目的地。这才走到第2天，他就已经累得不行了。不行，必须得弄来一辆马车才行。小贤，你想吃肉不想走路吗？想。来，过来，我有个主意。大舅母，我不敢。不敢？那你想走上几个月，你就不想吃香的喝辣的？好，我答应你。这就对了嘛，听大舅母的，大舅母不会害你的，大舅母只会带你吃香的喝辣的。一会儿就在前面歇脚，半个时辰后继续赶路，都记住了吗？你们要是错过赶路的时间，一律按逃犯处理。而他在经过徐家马车时扫了眼，这才第2天，这钱正昌不会是想现在就动手吧？等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林默走到徐无艳身旁，你小心一点。徐无艳一愣，正想问他什么意思的时候，林默却朝前面的树林走去。我去找些吃的。熟的包子他空间里多的是，但不好拿出来，毕竟包袱有限，若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包子拿出来，该会有人怀疑了。姐，我陪你去。林默摇头，让他陪着柳英，他自己去找。开玩笑，让他们跟着，自己怎么从空间里拿东西啊？我和你一起去，你一个人不安全。你不能走，你在这里看着马车，让徐平安和徐平贵去，其他人休息。至于担心我的安全吗？林默嘴角轻勾，捡起一根被雨水淋湿的木棍，双手一用力，咔嚓一声，婴儿手臂粗的木棍直接断成2截。徐无艳沉默了，他似乎娶了个了不得的媳妇儿啊！这木棍虽然他也能折断，但做不到这么轻松。所以我这会是吃软饭了。生了个火堆，就算是冒着浓烟，好歹也能有些暖意。没了人打扰自己，林默随意的在山林里走着，寻了一个没人的地方，闪身进了空间。进了空间之后，林默拿了些吃的，大口大口的吃起来。等吃饱喝足之后，他满足的打了个饱嗝。空间里吃的喝的都不少，但怎么带出去给他娘他们吃，林默有些发愁。挑挑选选，最后选了几个大红薯，确定四周没人之后，出了空间，然后把红薯用地上的雨水一浸，再拿起来。很好，林默很满意，这看起来像是刚挖出来的。回去做一个红薯汤，再加上包子，可以饱餐一顿。但快到集合地，看到在附近东张西望的某人时，他脸一沉，哼，守在这儿，不会是来找自己麻烦的吧？有事吗？哼，吃饱了撑的，不会找个地方休息吗？偏偏守在这里找我的麻烦干什么？难道我表现的还不够凶吗？我要和你谈谈。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比3岁孩童还蠢。你确定我能跟你谈得出什么来？你才是傻子，有种你跟我到那边去谈。看林默盯着自己，他眼底闪过一抹不自然。我不想被我大哥知道我找你。哼，你敢跟我去吗？
都怪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离间我和我哥我姐的关系，害他们不理我。你就是个恶毒的女人，我讨厌你。说完了吗？说完我走了。白痴！看着染了一身泥巴的徐梦贤，麻烦。他伸手把徐梦贤从地上拉起来。原本我衣服就湿了，又湿又冷的，现在你又推倒我，害我衣服上全都是泥。你果然是个恶妇。你不抓我谁会推你啊？还有衣服湿有时间不会想办法生火烤干吗？跑来这跟我拉扯，脑子摆明就是有病。谁让你走？他忍不住伸手去擦脸，这一擦才发现自己把泥擦到了脸上。脏死了！我要洗脸，你要陪我去洗干净，听到没有？快点！那边有个水坑，去那儿。徐梦贤往旁边一指，连忙走过去，走了2步，见他没跟上，回过头吼他：你快点！你敢不陪着我去，我就告诉我大哥，你打我推我。见水坑的确不远，便跟着走了过去。看到他蹲下去洗了脸，林默停住脚步：你快点，快要出发了。你别推我！徐梦贤声音有些紧张。林默皱眉，不对劲儿。砰的一声，林默头一疼，人晕了。韩风，他不会死了吧？没有，只是被打晕而已。他大概会昏迷1个时辰左右就会醒来，时间差不多了。翟小姐，我们快点回去吧，再不回去要引起怀疑了。徐梦贤匆匆看了一眼躺在湿地上的林默，连忙跟上韩风快步离开。林默，你别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谁让你无情无义？你要是对外祖他们好一点，就没这么多事儿。而徐无厌这边，在徐平安和徐平贵回来之后，不见林默踪影时，眉头直接皱起来。在山林里，你们碰到夫人没有？没有。姐夫，我去找我姐。林硕，回来，你别乱跑，我去找你姐，你在这里待着。此时钱正昌刚好喊道：都起来，准备下，继续赶路。徐无厌脸直接沉了下去，没时间了。他看向徐大鹏，徐大鹏点头，起身朝前面走去。你们在这待着，别乱跑，我尽快回来。而徐大鹏这边找到老魏，立即拿钱开路，表示他家少爷拉肚子，再等一会儿。老魏掂了一下钱袋的重量，1杯茶的功夫。好，有屎尿的赶紧给老子先解决了，我要上路了，就跟老子唧唧歪歪说要拉屎拉尿，听到没有？一会儿上路，谁敢喊，老子送他一鞭子，快去！看了一眼朝四周散去的众人，老魏朝徐大鹏点了点头。徐大鹏会意，转身离开。魏延，为什么？没那么多为什么，钱开路，咱们做借差也是为了钱，晚走1盏茶的时间，多1笔外快，兄弟们也能多几两银子，这买卖划算，只要不耽误行程就行。钱正昌不露痕迹地看了一眼徐家人的方向，在发现不见徐无厌时，他有些惋惜，估计徐无厌还没回来，这徐管家才会拿钱来买时间。可惜了，他没能第一时间发现，浪费了这个机会。1盏茶的时间很快过去，此时徐无厌和林默都没回来。徐宪瑜和林家母子都担心到不行，生怕出发了他们没赶回来，2人被判成是逃犯。徐大鹏眼神暗沉，按了一下袖带，不行，他还得再拖上一拖，为少爷争取时间。就在他准备再去贿赂老魏的时候，徐无厌沉着脸走了回来。无厌，嬷嬷呢？我没找到他。徐无厌让徐大鹏过去再拖延一点时间，但就在这时，韩大夫人带着韩家一众女眷走了过来，刚好拦住了徐大鹏。哎呀，无厌呐，我可是看到了，你那扫把星的恶毒媳妇一直没回来，她不会是被你克死了，或者是做了逃犯吧？哎呀，没了那不孝的恶妇也好，你看看她做的那些好事，恶心人的很。哎呀，她不在了，你把林家人和下人赶下马车去，我带着你那几个表妹过来，跟你们挤挤马车，你不介意吧？克死娘，我告诉你，你死了我姐都不会死，你给我把你的乌鸦嘴闭上！嘿，你这个小兔崽子，谁允许你这般跟我说话的？大舅母，他还只是个孩子。哼，算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懒得跟他计较。我来是跟你要马车的，你给还是不给？大舅母，韩家也有马车。好你个徐无厌，你恶妇不在了，你也不把马车让出来。好，真的很好。你们走不走？不走，
全按逃犯处理。哼，徐无厌，你无情，那就别怪我无义。差爷，我举报徐家有人逃跑了。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徐无厌的夫人逃跑了。只要他们倒霉被贬为逃奴，那这辆马车就成了无主之物。他韩家人多势众，要抢到这辆马车轻而易举。你夫人呢？说话！鞭子打在徐无厌身上，潮湿的空气中立即多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我夫人没有逃跑，女人动作慢点，不是很正常吗？说完，他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疑虑，是错觉吗？为什么他觉得眼前这个借差似乎对他有很大的敌意？刚才那一边可不是吓唬人的，对方是想下死手，最后松了手才转了方向。叫他出来，不然就逃犯处理，而你们全做逃奴处理。对啊，你叫他出来啊，快叫啊！你敢叫吗？你不敢吧？是因为他吃不了流放的苦，逃跑了。钱爷，若他们都成了逃奴，我举报有功，可不可以直接买下这辆马车？我可以出300两的。闭嘴！我再说一次，把人叫出来，不然做逃犯处理。你们作为亲人，一样落不到好处。她是女人，女人如厕比男人慢。这里只有刘敏，没有女人男人。我数3声，他人没出现，你徐家上下以及与其相关的人，全做逃奴处理。1、2。韩大夫人一脸激动，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快点，只要这最后一声落下，他们就成逃奴了，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这辆马车，不用再走路了。而这会儿徐家这边的人，除徐无厌之外，其他人个个脸色发白，胆小的身体直接抖了起来。3。催什么催啊？拉个屎都不让人放心拉完，怎么着？刘明就不是人了吗？你怎么会出现？哼，你当然不希望我出现了，账迟点再算。差爷，我可没逃跑啊，便秘拉不出来，蹲得久了点。哼，公报私仇是吧？给你机会才行。看什么看？赶紧起来，准备出发。我记住你了。嬷嬷，你没事吧？我没事，先上马车。林默这时才没掩饰他脸上的痛苦，颤着手摸出一瓶金疮药递给了柳英，刚想让他帮自己上药，还没等开口，徐无厌拿着药让他低头给他上药。此时众人这才发现林默头顶上有伤。嬷嬷，我没事。忍一下，伤口有些大，可能会痛。我没事，能忍。你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对呀，嬷嬷，是谁这么狠心伤的你？再狠点儿，你还有命吗？娘，你别哭，我没事的，死不了。绷带的这么欢，你没看出来？韩家？没错，还有你的好妹妹，联合韩家人，一个做诱饵，一个出手，目的你应该看出来了。我这个人睚眦必报，我报仇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拦着我。至于你的好妹妹，你放心，我不会要她的命，但苦头必须要她吃。你尽管出手。徐无厌一脸冷漠，这般是非不分的妹妹，不吃点苦头根本就学不了聪明。徐无厌看着他的睡颜，低下了眉。韩家，小贤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能帮别人来对付嫂子？亲叔好赖不分，真的该打。而此时韩家队伍里，韩大夫人一巴掌朝着徐梦贤的脸上打去。大舅母，你打我！打你怎么了？我差点被你坑死，打你还算是轻的，狠点我要了你的命！你这个蠢货，让你做点小事都做不好，还连累我，气死我了！还有韩风也是个蠢货，都把人给砸晕了，为什么不多砸一下啊？把人砸死了，一了百了多好！可恶！这能怪我吗？我已经把人引过去了，而且韩风也把人砸晕了，他提前醒，能怪我吗？你还因为这个事情打我，你太过分了！哼，有意见滚出韩家队伍，在这白吃白喝，让你干点活，你还跟我大呼小叫的，谁惯的你啊？徐梦贤气得浑身发抖，自己就吃了他一个包子一个窝窝头，这叫白吃白喝？我走就走！走了你就不要回来，就冲你对林默做的那些事情，你以为徐家还会让你跟着？他是我哥和我姐。哼，可你不在，他们被林默收买了，
现在没人要你，你只能跟着韩家。我告诉你，你听话点儿，我还能对你好点儿，知道吗？哼，留这个蠢货在身边，多个人使唤。林默这一觉一直睡到了天黑，队伍停下来休息时才醒。而这一次不用吩咐，一停车，徐平安几个人就已经冲进去站今晚住的地方了。林默从马车上下来，看到他娘他们几个小心翼翼地盯着自己。我没事。头顶处传来的刺痛再次提醒林默，流放路上绝对不能心软，心软的下场脑袋开瓢啊！这个教训必须牢记。他让徐平安今晚就睡在马车上，防止有人偷换马车。随后他们这才朝屋里走去。徐平安和徐平贵两人很聪明，占了个角落的位置。而等他们进来之后，徐平安四人立即出去找吃的以及可以烧的柴火。林默很满意。不过在他们出去时，吩咐他们看到有茅草割一些回来，这里前不挨村后不挨店的，想要买东西也买不到，茅草烘干之后用来垫一下也是暖和的。林默看了一眼他们带过来的柴火，随即蹲下想要生个火驱散一下这满屋的寒气。你休息，我来。林默想了一下，掏出一瓶药递给徐无厌，一会儿徐平安他们回来之后，你倒一颗给他们吃，预防感冒。好。我出去走一走。不行，你头上有伤，不能乱走。我没事，我去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吃的。火堆烧起来了，你们谁的鞋子湿了赶紧烘干。还有娘，你们有时间的话，我的包袱里面有布料，拿出来做一些厚实的袜子和手套。说完，林默朝外走去。徐无厌皱眉，他怎么这般勤快呢？其他家的夫人恨不得什么事都不用他动手，他的夫人倒好，恨不得所有的事情都经过他的手。此时徐大鹏进来了，徐无厌让他看着火，随即追出去。他不放心他一个人，但他出去的时候已经不见了他的身影，正想继续追，他却被人喊住了。喊住他的人正是他的外祖韩老爷子。外祖，之前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知道会委屈了你，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嘛。现在两家能保全一家是一家，韩家没事儿，自然也会护住你们兄妹三个。如果我们两家都倒了，就真的要完了。外祖，你可知道你的建议会让我兄妹三人置身万劫不复之地？那时候我们已经死了，你又如何护几个死人呢？一旦按他的意思写下所谓的认罪书，他们兄妹三人必死无疑，而且还会连累所有与安平王府走近的人。这么说你不怨了？你觉得我是想让你送死？徐无厌啊，你是我外孙呢，我嫡女唯一的儿子，你觉得我会不管你？外祖，人心难测，无中生有的东西我不愿，我更不愿我爹死了还要背负骂名以及连累他人。说完行了个礼，转身出去。这可把韩老爷子给气得半死，反了，这孽障根本就不把自己放眼里啊。爹，韩玉书从一旁走过来，我都说了这小子天生反骨，根本就不会听我们的。爹，没多少时间了，你得尽快拿定主意，那边可不会等太久啊，特别是我们再继续走的话，距离京城就越来越远了，与我们不利啊。能摆脱流放的命运，谁不想？一旦真的到了流放之地，自己终身不能回京外。最重要的是，3代内都不能走仕途。再庞大的家族，一旦3代没人入朝为官，就会彻底泯灭在历史的红尘之中。哦，你有什么想法呀？韩玉书心中一喜，他知道他爹心动了。凑到他耳朵旁，韩玉书小声地说：“林默不是故意要偷听的。”他出去转了个圈，确定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就进了空间。本打算是把韩家所有人的银子洗劫一空的，却不想意外的见到了韩家父子在一旁嘀咕：“闭着人说话，十有八九都是在打什么坏主意。”现在他终于知道上辈子为什么韩家和徐家会闹翻了，拿徐家做垫脚石，让徐家写下莫须有的认罪书，认罪书上面还要写出同党。这种事亏他们做得出来，闹翻断绝往来这都是轻的，换他现在的暴脾气，他能直接动手弄死他们。无耻之徒还想回京去做官。林默嘴角勾起一抹嘲讽，动手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身上藏着的银票全都抽走。在空间里展开一看，林默一脸嫌弃，这俩人加起来就500多两银子，鄙视他们。看到聊得正欢的父子俩，林默嘴角勾起一抹邪笑，伸手对准韩老爷子的后背一推。爹！看着朝自己倒过来的亲爹，韩玉书吓了一跳，下意识的伸手用力往外一推，韩老爷子被他砰的一下推倒在地。哎呦我！
哎呀！爹，我不是故意的。你死，你推我！看了一眼闹成一团的韩家父子，林默没再浪费时间，直接朝着韩家大本营走去，一路搜刮银子、银票，他全部都笑纳了。看到独自一人在擦火炕的徐梦贤，他一点都不同情，甚至觉得他活该。从韩家这里转了一圈之后，他也去了沈家那边转了一圈，转完之后，这才笑眯眯地朝着驿站外走去。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呢！不道德之后，心情果然愉快。以后不道德的事情我一定要多做，把惹了我的人一个一个的全都给收拾了。想到周宇轩，林默心情更好了。按照上辈子的轨迹，他今晚会来找自己麻烦，但他现在有伤，不想浪费精力在对付他身上，所以刚才自己在他的伤口上加了一些料，今晚他应该能睡个安稳觉了。在空间里给自己熬了一个人参鸡汤喝了之后，林默这才满足地走出了空间。为了打掩护，他抱着一把湿漉漉的柴火走回去，远远的就看到有人在驿馆门口张望，没等他看清楚，对方已经朝他冲过来，等近了才发现是徐无厌。你出来干什么呀？吃饱喝足睡觉休息不香吗？干嘛想不开跑出来吹冷风？太吵了，出来透透气，进去吧。说完接过他抱着的柴火，转身朝驿站走去。到了驿站门口，听到里面传出来的熟悉的尖叫声，很好，起作用了。哎呦喂，疼！哎呦喂，痒啊，好痒啊，又痒死我了！哎呀！沈青云见情况不对，看到他臀部已经被鲜血浸透了，他还要去抓，连忙喊来2个儿子一起按住他的手脚。忍着，别抓了，再抓你会死的。老爷，我好痒啊，而且还好疼啊！放开我！你放开我！我要抓痒！哎呦喂！救命啊！救命啊！沈青云脸色很难看，他不明白他夫人怎么忽然间会变成这个样子。好什么好？把他嘴巴给我堵上！再吵老子睡觉，老子一鞭子抽死他！又疼又痒是吧？这种情况老子见多了，直接一桶冰水泼去，什么感觉都没有。若撑不住，往山坳里一抬一扔，完事儿。什么玩意儿？都被流放了，还矫情什么？老魏骂骂咧咧地走回他们借差的房间，够狠！果然，能做借差的人都是狠人。他同情地朝周宇轩看去，看着可真惨呢。林默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幸灾乐祸。哼！林默一脸的愉悦，抬头就看到徐无厌正打量自己。怎么，不能开戏吗？能，晚饭已经做好了，就等你开吃了。林默拿了一个包子，剩下的让他们分了吃。若不是不想引起他们的怀疑，他包子都不想吃。你吃这么少？伤口疼，没什么胃口。我先帮你上药。不急的，你先吃吧。徐梦贤隔着人群，呆呆地看着温馨的徐家这边，眼底闪过一抹酸涩和后悔。他真傻。徐梦贤看了一眼，低下了头。若是再看，大舅母又要讥讽自己了。没有办法了，要不是老魏说的法子。沈青云见2个儿子同意了，直接把他抬到了水井旁，自己则是转身打起了一桶水，对准周宇轩的伤口直接冲下去，紧接着又是一桶。夫人，你好点了吗？冷，哎呀，好冷啊！下雪了，原来下雪了，怪不得昨晚我越睡越冷啊！天啊，这么冷，接下来怎么走？我去领窝窝头。趁着没人注意，林默撕给他们1人1小块肉干，快吃！众人见是肉干，心一惊，左顾右盼，朝四周看了眼，确定没有人注意到这边之后，快速塞入嘴中。徐无厌领了窝窝头回来，林默接过窝窝头时，也飞快地塞给徐无厌一块。徐无厌看到是肉干，心一惊，他是从哪里搞来的？看到徐平贵等人合着嘴，但嘴却在动的样子，便知道他们也有份儿。谁也不许说出去。魏爷呀，太冷了，快撑不住了。等到附近的镇上，能不能让我们去买些御寒的衣物啊？这里距离最近的一个镇还有2天路程，你以为这是京城？你想去买就能买，冷也得给老子撑着。那附近的村落呢？找村民换，脑子呢？这里的村子，你觉得他们有钱有东西跟你们换？
说不定他们用来御寒的衣物里面塞的就是柳絮。错，估计他们像样的一套棉衣棉裤都拿不出来。这些人就是在京城做习惯了大爷，根本不知民间疾苦，真以为村子很大，村民家什么都有。魏爷，帮我想想办法，太冷会冻出病的。如果大部分人病倒，到时候走不了，最后只会耽误行程而已啊。你说的还是有理。有理有什么用？前不挨村后不挨店的，谁都没有办法。回去继续赶路，别在这里跟老子唧唧歪歪，再唧唧歪歪老子抽你！说完一鞭子打在地上。莫老头，若不是看你没给我惹事，不然就冲你刚才唧唧歪歪，我就送你一顿鞭子了。滚回去，听到没有？穆老爷子脸上的表情微僵，最后只能叹气地往回走。等等，穆老。随后他让徐平安把蓑衣送给了穆老爷子，还有茅草席子。这蓑衣穿在身上，好歹能挡一下风，没那么冷。茅草席子也是一样的，弄一下挡在身上，也能御一下寒。还要熬2天，熬过去就好了。再过2天就到山河镇了，到时候老魏他们会让他们去采购物资，毕竟太多人冻死在路上，他们也没办法交代。谢谢。为什么要帮他们？穆家人不多，而老爷子的大儿子是御医，流放路上最怕生病，与他们交好，对我们有好处。蓑衣这些，中午休息的时候再去割一些蓑衣草重新编，不然就撑2天，到时候再去买。徐无厌没再说话，他做事很让人放心。徐平安他们身上穿的棉衣也都加过棉花的，影响倒不大。而且他说的没错，与大夫结交好，对他们只有好处没坏处。众人见穆家的人用蓑衣、茅草来御寒，手中有蓑衣和茅草的，有一样学一样。别说，有这些挡一挡，好歹没这么冷。对，这天气太冷了，我快熬不住了。走在最后面的徐梦贤哆嗦着身体，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因为饥饿，他好几次差点摔倒。他伸手按了一下饿得难受的肚子，眼眶红起来。如果他没任性听大哥的话，如果他没任性不向着韩家，如果他没有因为韩家人针对林默，现在不说吃香的喝辣的吧，起码不用自己走路，不用挨饿。他后悔了，可他没脸回去。徐梦贤有些哽咽。徐梦贤，你不会告诉我你后悔的哭了吧？没有，我感冒了，鼻子有些难受，我吸一下鼻子而已。这可都怪你自己无能，你要是把马车弄来，咱们也不用受这个罪。真的，徐梦贤，你就应该态度强硬点儿。你是安平王府的小小姐，你可以去把马车给抢过来的，最差你可以要马车的1/3使用权啊！凭什么便宜姓林的？自己算是看明白了，他们根本就是不怀好意，怂恿自己跟大哥作对。笨了一次，他不愿意再笨第2次了。等中午休息的时候，徐梦贤默默地跟人进林子里面去找吃的。韩家人是不会给自己吃的，他不想被饿死，只能自己找。而同样的，林默也进了林子。这一次他没有想着找吃的，而是想报仇。那个打晕了自己的男人，林默见他进了林子，他起了杀意。韩风不知道自己被盯上，进了林子之后直奔林子深处而去。一心一意往前赶路的他，丝毫不知道自己身后多了一个小尾巴，就是这儿了。哼，他就喜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哼，砸死你这个狗东西！韩风应声倒地，直接晕死过去。林默握着染血的石头，一脸冷漠地看着地上的韩风，没有任何犹豫，手中石头再次朝着昏迷的韩风砸去。林默停手，韩风已经没了任何气息。很快，你的主子会下去找你的。你们找我有事？哼，你说呢？看着柳英身上穿着厚实的棉衣，韩大夫人嫉妒的不行。凭什么她能穿得暖，还能坐马车，而他们只能挨冻走路呢？她不过是占了安平王府的便宜，原本这一切都该是他们的，这一切都是他们韩家的东西。把你衣服脱下来！你想做什么？我要回去了。我是让你走了吗？你给我脱下来！林硕，娘呢？娘去林子那边找地方如厕了。这身影是他娘啊！娘，嬷嬷，先上马车。娘，你这是怎么了？你穿上
我不冷。娘，别说话，都冻得说不出话来了，还说不冷。娘，你身上衣服呢？我刚才遇到强盗了，他们抢了我的衣服，跑了。对，我遇到强盗了。强盗？哼，娘，我要听真话。我说的就是真话。那你看着我的双眼，再说一次。默默，你别问了，你就当我遇到了强盗。这天气我能扛得住的。扛得住？是沈家人吗？不是。韩家人？柳英有那么一秒的迟疑，但很快又摇头。不是。默默，你别问了，娘求你了，好吗？韩家是不是？林默心里的怒气再也压不住了。昨日让人打伤自己的头，今日又抢他娘的棉衣，行，很好。这些人就这么喜欢逼自己发疯是吧？今日那就发给他们看一看。默默，你回来！默默，娘，你知不知道在这种天气被抢了衣服的下场？刚才他们的对话他全都听到了。对于他娘息事宁人的性格，他真的很无语。我当然知道，但韩家人多，我们得罪不起啊。他们要是像昨天那样对你姐下黑手，那可怎么办呢？娘怕呀。林说，娘不希望你们两个有事儿，这寒意忍忍就过去了。娘，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会让他们以为你软弱可欺，之后他们根本就不会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的欺负你。不可能吧？为什么不可能？你看到没有，他们这2天不断的来找我们麻烦，一次比一次离谱。韩大夫人母女2人满足的坐在一旁休息。娘，穿多一件暖和多了。这事儿不要说了，免得被人发现。娘，我们抢了她的衣服，那柳英会不会说出去啊？她不敢。娘，要不下次逼她把马车让给我们坐，她走路。我不想再走路了，我走得好累啊。不会吧？柳英那女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林默？该死的，看来我看错柳英这个女人了。娘，怎么了？别说话，走。林默原本还在寻找着是谁动的手，但一看韩大夫人母女那臃肿了一圈的身形，脸上立刻露出一抹冷笑。哼，是他，新仇加旧恨。原本想要晚一点再找你算账的，那现在就一起算吧。做了亏心事还想跑，谁给你的脸？小心！哎呦！娘，你别过来啊！娘，他来了！动手！把这个贱人给我乱棍打死！谁敢动我夫人试试？你没事吧？林默摇了摇头。徐无厌，你眼瞎呀？他能有什么事儿啊？有事的是我被他用木棍砸到了腰，我现在腰都挺不起来了。那也是你活该。好，很好，娶了媳妇你就忘了所有的亲戚。徐无厌，你厉害！表哥，你太让人失望了，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我都快不认识你了。表哥，你清醒下，别被他蒙骗了。交出来。交什么？你想要我这个舅母的命吗？来，你拿去啊！女人的事，男人不适合出面，我自己来。我不怕你对我耍无赖，真的，我更喜欢你耍无赖，因为对付无赖不需要讲方法。快拦住他！现场一下子就乱了。林默一把举起他，然后狠狠地把他砸到雪地里。我的天哪，这恶妇竟然把他娘给举起来了！看到他朝自己走过来，他害怕地往后退，不想一个踉跄，跌坐在地，双腿一热，直接吓哭了。你不要过来！滚开！不要靠近我！清冷的空气中多了一抹尿骚味。林默嫌弃地停下脚，扫了他身下那一滩褐黄色的液体，眼底多了一抹嘲弄，这能让他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住手！都给我住手！韩老爷子在韩玉书的搀扶之下踉踉跄跄地走过来，看着躺在地上的韩家侍卫以及韩大夫人母女时，韩老爷子倒抽一口气。孽障！你就是这样对你外祖一家的？你眼中还有孝道这2个词吗？敬人者人恒敬之，
外祖，大舅母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他之前不顾亲戚情谊，直接告发他徐家，自己已经放过他一次了。这一次他抢他岳母的棉衣，再放过他，接下来就该是其他人欺辱上门了。这种人给他点脸就会上蹿下跳，闹个不停，而且自己再放过他，李默也会跟自己离心的，这是他不想看到的。是你舅母徐无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舅舅？有的话立刻让这女人滚开，听到没有？徐无厌没出声，他的态度表达了他的立场，他选择林默。好，很好，来人，把这女人给我拿下，生死不论。生死不论，还当自己高高在上呢。韩家侍卫想上前执行命令，却被徐平安等人拦着。这边林默再次动手，他一把抓住韩大夫人的衣襟，对着他的脸啪啪就是几巴掌。韩大夫人的惨叫声让韩玉书目眦欲裂呀！夫妻一体，打他夫人跟打他有什么区别吗？住手！你这个恶妇，你给我住手！都围在一起做什么？快让开！收拾下，准备出发。众人立即散开，露出里面的韩徐两家人。操！又是你们给老子找麻烦！怎么，老子的话都是耳边风，听听就算是吗？他手中的鞭子狠狠朝两家人扫去。说，怎么回事？老魏，是这恶妇，她无缘无故冲来就殴打我妻女，你看看我夫人被她打得有多惨，是她故意挑起事端。老魏眼底闪过一抹阴沉。老魏，他说的可都是真的？对，我打了这个老钱婆了，但是魏爷，这件事情事出有因，并不是我故意挑起事端。魏爷，有人暗地里抢同行之人的衣服，这要怎么说？当真有这事儿？老子说过，不许内部斗争，哄抢东西，都当老子的话是废话。这种事一旦开了先例，不遏制住的话，以后就会有一样学一样，这队伍根本就管不了，到最后就会演变成暴乱。抢你们的衣服，破落户的东西谁看得上？老魏，你可别被这女人骗了，这女人最奸诈狡猾，经常欺骗人。李默无声地扯了下嘴角，韩家嘛，哼，还当自己高高在上呢，得罪了人都不知道。老子要你教怎么做事！啊！痛！啊！老魏，是你可以教的吗？魏爷，我有证据，他们母女抢了我娘的衣服，只给她留了一件里衣遮羞，而衣服现在就在他们身上。魏爷，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没有的事情，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你别被他骗了。没有，哼！李默冷笑，突然上前，伸手一把抓住他外面的衣服领子，用力一扯，在李默的暴力之下，韩大夫人的棉衣直接被扯开，露出里面另外一件厚实的棉衣。大家都不是傻子，就这些人混了2天，谁穿什么衣服谁不知道吗？这衣服大家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林夫人身上穿的那件。众人低声议论，而看向韩大夫人时，眼底露出鄙夷之色。韩大夫人脸色发青，身体瑟瑟发抖。她忘了借差不敢扯自己的衣服，但李默这个恶妇敢呢，竟敢骗老子，找死！就连韩玉书也是一脸的嫌弃，蠢货，害他丢脸。说再发生这种事情，老子打死他！现在都给我起来，准备出发！说完骂骂咧咧的走了。贱人，你不得好死！林默冷笑，自己不得好死之前会先送他下地狱的。他也没客气，直接动手去扒衣服。你干嘛？你住手！你说我要不要把你的里衣也给扒了？贱人，你敢！韩大夫人暴喝，扬起手朝着林默的脸打去。林默眼底快速闪过一抹暗光，双手敏捷地抓住他要打人的手，一个用力，咔嚓一声，疼！韩大夫人疼得惨叫，不但脸色发白，身体也跟着哆嗦。她想开口骂人，但剧烈的疼痛让她差点没晕过去，根本就没力气说话，最后只能双眼愤怒地盯着林默。这贱人打断了自己的手啊！他不愿意把我娘的棉衣还给我，还想打我，我就轻轻扭了一下他的手，他就叫得跟杀猪一样。你们说，就我这个样子，我能把他怎样啊？他就是装的。你才是装的，你全家都是装的。林默，你放屁！你扭断了我的手！说着，韩夫人又继续嚎叫。继续？怎么要我帮你脱吗？
我自己来。林默嫌弃地接过衣服，摊开抖了几下，这才离开。贱人，你别走！来人，抓住那个贱人，他把我手给打断了。对于身后韩家的动静，林默一点都不放在心上，没人会管他们。借差更是不屑，韩家人到目前为止依然把自己当大爷，根本不把这些借差放在眼里，不认清自己的身份，他们有的是苦头吃。是不是觉得我太狠了？是他咎由自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加倍还之。徐无厌看着他的身影，嘴角轻勾，这样刚刚好。你给我闭嘴！这蠢货就是活该，做什么不好，专挑蠢事做。我还不是因为太冷太累，你一直在马车里坐着，不觉得有什么？你考虑过我们走路的人吗？哼，谁让你是个女的？还有，就你矫情。他的那些妾室也都是走路的，还自己背着孩子呢，他们都没有吭一声，可见是他自己矫情。那你自己下去走走看啊！我是爷们儿。你们够了，想窝里斗是吗？哎呀，爹，咱们得想想办法呀！再这样下去，不等到流放之地，咱们韩家的人就全都死光了。还有徐无厌和他娶的恶妇，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咱们就该和他们划清关系。哼，等没了他韩家庇护，看其他人怎么吞了他们。就他们那点人，想活着到流放之地，妄想！闭嘴！以前觉得这个大儿媳妇是个聪明的，现在看来也是蠢货一个。玉书，按你之前说的做。韩玉书心头一喜，猛点头。好的，爹。做干净点儿，别被人抓了把柄。为了韩家，他只能对不起自己闺女了。韩大夫人暗喜，老爷子出手必一招毙命。到住的地方时，天色早已暗了许久，外面已是厚厚的一层雪。这一次他们没有这么幸运的像昨晚有驿站住，这一晚所有人都挤在破庙里，熬过了这个冰冷的寒夜。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不少人咳嗽流鼻涕，天气太冷，体质差的人根本扛不住。柳英也因为昨日没穿衣服，这会儿起来之后也头晕眼花加鼻塞。李默皱眉，还是中了招啊！昨天给他吃了抵御风寒的药丸，也没有多大用。这会儿徐无厌也领了窝窝头回来，同时也带回一个消息，前方雪崩，大雪挡住了路，他们估计要在这里等到路通。怎么会这样？上辈子并没有雪崩，难道是因为自己重生，一些事情改变了吗？哎，那老魏他们怎么说？他去看过路了，过不了，但从这里往西走2个时辰，有一个白马镇。他的意思是赶马车去采购东西，一家让一个人去。林默双眼一亮，他可以借这个机会把空间里的东西拿出来了。你要买什么？我给你带回来。不，我要去镇上。你会赶马车吗？不会。一家一个人，我去了你就不能去了。我可以代表林家。徐无厌一愣，无奈地笑了。消息一出，众人沸腾，很快现场吵得跟菜市场差不多。再吵，老子赏你们顿鞭子！给你们一盏茶时间，商量要买什么，然后准备钱。还有，一家就只能去一个人，都明白了吗？你们有什么要买的吗？少夫人，能买2斤烧酒吗？天气寒冷，喝2口能驱下寒气，身体也能暖和点。行，我给你们一人带1囊烧酒。多谢少夫人。钱呢？我的钱呢？我的钱也不见了。哎呀，我的钱！沈家和韩家方向陆续传来钱不见了的尖叫声，这才发现钱不见，这心得多大呀！哼，没钱买不到物资，我看你们要怎么办？老魏黑着脸出来，这群王八蛋没一个省心的，商量个事儿而已，吵得比菜市场还热闹。都当老子的话是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是不是？说怎么回事？今日说不给老子说出个所以然来，就你们刚才吵闹的样子，老子立即取消让你们出去买东西的计划。众人一脸埋怨地看了眼韩沈2家，都怪他们，若是因为他们害得自己等人不能够外出买东西，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魏爷，我沈家所有人的银子均不见了，我怀疑这里有小偷，我韩家的也是，我们放在身上包袱里的银子银票全不见了。你们2家的银子都不见了，这么巧？老魏，你这是什么眼神？你怀疑我们说假话？难道不是？哼，都当老子是傻子吗？哪个小偷这么厉害，能把你们所有人的钱都偷走？而且偷的都是你们2家人的钱，还一个都不落。最重要的是都没被发现。说吧，你们自己告诉我是谁？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哼，我呀，
我就是那个厉害的小偷。可惜了，不能站出来承认。老魏的话让韩玉书和沈青云两人脸憋得通红，但是却一点都没有反驳之力。老魏说的没错呀，但就是这么巧，他们的银子就是不见了。老魏，我说的是真的，我们身上的银子真的都不见了。别跟我找借口，你们自己把银子弄不见了，是你们的事情，与我没关系。而且我怀疑你们根本就没钱，所以就装钱被偷。你们既然没钱，那就不要出去买东西了，就老实待在这儿，别浪费大家的时间。商量好的就出来，准备出发。韩玉书一脸的铁青，说这次不去采购，还不知道要挨冻多久呢。还有吃的，早就已经没了，一天2个窝窝头根本就撑不住啊！到底谁偷了他们钱呢？韩玉书四处打量，看谁都像小偷。可恶！韩玉书把所有的韩家人都叫了过来，也不废话，让他们把身上的钱以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却遭到了不少女眷的拒绝。抄家的时候，他们虽被赶了出来，没有机会去收拾东西，但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首饰，这也能值不少钱呢。现在家族遭了难，正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时候，不拿就逐出家族，家族不要这种无情无义的人。另外，等家族起复了，这些借用了的钱会加倍还你们。韩玉龙不情愿，他身上就一个金钗还值点钱了，若拿出来，他身上就没一样像样的首饰了。爹，表哥他们的钱没被偷，要不去找表哥借点？你有本事你去借呀！徐无厌对他们有了防备，根本就不会帮他们韩家。他若有心，早就送钱过来了。毕竟韩家遭偷的消息早就传遍整个队伍。爹，可以让他去要，他吃我们家的，用我们家的，让他去跟表哥要1000两，不过分吧？我不去，我不去。你不去也得去，不然我韩家不养你，听到了没有？徐梦贤红了双眼，身体也跟着抖起来。他已经没再吃他们家东西了，好吗？小龙，你给我闭嘴！小贤，你不用管你表姐，你放心待在韩家，我们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你不想去要，就不要为难自己。大舅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好。韩玉书朝他笑了笑，随后就去收东西了。韩玉书匆忙地把这些抢来的首饰直接往布袋里面一塞，急匆匆地朝着自家马车跑去。韩大夫人捂着自己的手臂，跌跌撞撞地跟上去。等我一起。一家一个。哎呀，我手臂不找人接上就废了。你自己去找县尉的说。韩大夫人知道他靠不住，也指望不上他，自己摇摇晃晃地朝着老魏走去，心中一阵悲凉。因为马车少人多，所以一辆马车负责装3家人的东西，而借差用来拉东西的那几辆马车现在东西也都卸了下来，也借给他们去拉东西。林默他们家这辆马车，他邀请了穆老和他们一起，这样他们就够3家了。看到穆老冷得直发抖，林默把手中的水囊递过去。谢谢，我不喝水。里面是热水，你抱着能暖一点。少夫人啊，您留着自己抱吧，你已经帮我穆家很多了。我穿的厚，不算太冷，你穿的太薄了，而且马车跑这么快，你会更冷的，很容易生病。你若病倒了，你穆家一大家子人谁来照顾？穆家被流放的有30多口人，除穆老和他儿子之外，其他都是妇孺，而且女孩居多。可偏偏能扛事的穆太医流放前挨了板子，别说走路了，起身都难啊。这2日他全靠着几个女眷轮流抬着走，偏偏穆家的女眷也是能吃苦的，没有人吭过一声。穆老沉默了，眼眶发红。这一次他没拒绝，接过水囊放入怀中。水囊的温度驱散了他周身的寒气以及心底的冷意。谢谢。客气了。随后跟他们说起一会儿要买什么。御寒的衣服是必须要买的，因为越走越冷。他们被流放的地方是一个冬季特别漫长的地方，药他们不用。一路上林默注意到穆家人不时地拔着一些野草，他们家的人都认得这些，所以不缺。吃什么？他们没有马车，有伤患，除了主劳动力要抬人之外，剩下的都是一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根本就拿不了什么东西。所以他建议买面粉，虽然面粉比较贵，穆家孩子都懂得哪些野菜能吃，到时候采一大把野菜，2碗面粉一起煮糊糊，再加一些盐，总能让他们都吃饱。
而且不容易感到饥饿。若是米的话，2碗米熬成粥，要够30多人吃，那得很稀才行。喝稀粥，撒2泡尿就饿了，而且2碗米饭的重量比2碗面粉的重量要重多了。另外，林默还看出来了，他们的手头并不宽裕，接下来还要走漫长的6个月，能省1文钱是1文钱。少夫人是个会过日子的。林默摇头，表示这些没什么，另外还特意的提醒他一定要买盐，若是不吃盐，身体很容易疲乏无力。上辈子就有人出现过这种情况。马车外负责赶车的徐无厌嘴角轻翘，他夫人知道的东西可真多呀。白马镇，林默下车时，刚好瞧见一脸苍白的韩大夫人手扶着断手，小心翼翼地从马车上下来。他嘴角勾起一抹邪意，居然能说得动老魏同意他来看大夫，应该是掏钱了。这阵子应该不大吧？林默笑得一脸不怀好意，注意力全在韩大夫人身上的林默，并没有注意到徐无厌正在打量着自己。他这是在看大舅母，想报仇？报什么仇？他们是亲戚，好歹也是相处了22年的亲人，他会不会站在自己这边，林默不知道，所以他不会让他轻易知道自己的想法。徐无厌看他一眼，随后扭开头看向其他方向，他知道他对自己还有所防备，所以没有追问下去。而此时老魏开口了，他这次废话不多，说了集合的地点和时间之后，便让他们各自行动去买东西。解散之前，老魏再次强调了一次逃跑的下场。一听可以解散了，众人一哄而散，纷纷朝镇上跑去。成衣店、粮店成了众人光顾的重点。在来的路上，林默就已经和许无厌确定好分头行动，他负责去买锅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东西，而林默则是负责去粮店买粮食，然后在门口等徐无厌过来和他会合。目送徐无厌赶着马车离开之后，林默便去了包子铺。天气这么冷，包子馒头这些耐放，他手一挥包了圆儿。而他付了钱，也有2家人过来问包子的事儿，听到林默都买完了，2人面露遗憾。包子铺老板也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一见来活，开口表示他们立即动手做馒头，让他们半个时辰之后再来。2家人同意，随后急忙跑去买别的东西。老板，你是个会做生意的？哎呦，没办法，生意难做，难得有生意啊，谁想放过啊？媳妇儿、爹、娘，快出来帮忙，来大生意了！林默到粮店的时候，众人正哄抢粮食呢，韩沈2家抢得最凶，还差点动起手来。林默瞬间没了兴趣，干脆就没进去，选择了在粮店外面的角落里站着。此时韩玉书带着粮店的伙计正扛着一袋袋大米往车上搬。不好意思，你来晚了，这里的大米都被我买完了。你若是跪下来求我，说不定我心情好，让你一包。不用了，5、6包大米就装了半马车，那就意味着之前坐马车的人要有一半下来走路，谁走谁坐。韩家怕是要打起来了，而他呢，只需要看戏就行了。哼，怎么，你真以为我会让给你？哼，做梦呢！说完，直接赶着马车离开。若不是时间有限，他还有很多东西要买，一定会留在这里好好嘲讽一番这个女人。有些人就喜欢自以为是。韩青云也走了出来，不过他只抢到了2袋糙米。他也是一脸高傲地看了林默一眼，赶着马车走了。而其他人也陆续地扛了一些粮食出来，直奔其他地方。最后出来的是穆老，穆老抢到了1袋面粉，林默让他把面粉放在自己这儿，然后再去买其他东西，而他在这等徐无厌，可以帮着他看着，一会儿直接放到马车上就行了。穆老放下面粉之后，千恩万谢地离开了。林默把穆老的面粉挪了一下位置，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悄悄地从空间里拿出1袋大米和面粉混在其中，很好，事实上够了。而酒嘛，林默想了一下，从空间里拿出几个酒囊，里面装满了好酒，这还不够。他再拎出来1坛酒，放在了一旁的地上。看着这一堆东西，林默很满意。啊，对了，肉。林默又从空间里拿出1包肉干放在一起，结实的布料、棉花也拿出一堆。看着这忽然变成小山似的物资，林默有点心虚了，左右张望了一下，确定没人注意到自己这边之后，这才松了口气。对面大街上，几个看着流里流气的男人正手持着木棍，气势汹汹地朝他这边走来。林默缓缓站直身，这些人怕是冲他来的，而为首的人正是这白马镇的一霸赖三。老板姐，你是不是林默？是谁让你们来的？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林墨就行。兄弟们，看来今日这5两银子很好赚，动手，然后咱们吃香喝辣的去。什么意思啊？双倍，把让你们来的人打断一条腿，这银子就是你们的了。但凡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不是事儿。毕竟他可是搬空了整个皇宫，银子的多的是啊。10两啊？那就20两。做人不要太贪心了，不然……林墨一动，然后对准一旁的墙壁用力一敲，咔嚓一声，木棍断成了2截。林墨把手中剩下的半截木棍往地上一扔，明白了吗？一棍子就把比婴儿手臂粗的木棍给打断了。赖三知道眼前这女人可不好惹呀，伸手拿过她手心的银子，掂量了一下，哼，没人会跟银子过不去。说完转身带人离开。兄弟们，走了，又换活了。就在此时，一辆马车在他旁边停了下来，是徐无厌。徐无厌从马车上跳了下来，看一眼他身后，东西都买齐了。有一袋面粉是穆老爷子的，其他的都是我买的。徐无厌便让他上车，现在去镇口会合。你先过去，我还有东西要买。你还要买什么？我陪你一起过去。我要去买约饰带，你确定要跟着去？徐无厌脸一红。那你小心点，买了尽快到镇口来会合。他要去看看到底是谁。看着被自己踹翻倒地的男人，赖三狞笑，高举起自己手中的木棍，对准他的小腿狠狠一棍子打了下去。不要，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钱。这棍子竟然没断，果然那女人的力气大得很，不好惹，不能惹呀。别怪我，谁叫你出价低呢？有钱？赖三轻身上前，伸手就朝他身上摸去。你这个无赖，你想做什么？住手！赖三一拳朝他脸上揍去。给老子闭嘴！趁着他被自己打懵的机会，赖三顺利地摸出了韩玉书身上的钱袋。兄弟们，走，喝花酒去。林墨，还有这些小混混竟然不守江湖规矩，收了自己的钱，没收拾那个贱人就算了，现在还反过来被对方收买，打断自己的腿不说，还抢自己的钱，太可恶了。韩玉书想报官，但动一下断腿处的伤就疼得他放声尖叫。疼！但过往的人没有一个敢多管闲事过来扶他的，街道两侧的铺面也没有人出来。他再次哀嚎。韩玉书是吗？很好。林墨驱动着空间走过去，伸脚一勾，失去平衡的韩玉书惊恐地朝地面砸去，砰的一声，他疼得脸都扭曲了。他抬起头，嘴巴一疼一张，一口鲜血被他吐了出来，而鲜血中夹着一颗发黄的牙齿。林墨没再管韩玉书，冷漠地抬脚朝前走去。他咎由自取，本想一刀杀了他的，但他不想脏了自己的手。断了一条腿的韩玉书现在就是个废物，流放的路上不能行走的废物，最后肯定会惨遭抛弃。他很好奇韩家人会忍他多久。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林墨从空间里出来，随手从空间里拿出3床被子，扛起便朝镇口方向赶去。徐无厌见他扛着一大堆东西过来，你买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喊我去接你？不重，我能拿。徐无厌叹口气，媳妇儿太能干，也挺愁人呢。他把棉被塞入马车之后，顺手拿起一个油纸袋递给他。这是什么？鸡腿。你头上有伤，需要吃些好东西。谢谢。林墨爬上马车，打开油纸袋，拿出鸡腿，慢慢吃起来。徐无厌看他一眼，嘴角翘起来，然后移开眼看向四周众人，忽然他眼一闪，扭头看向马车里的林墨。夫人，你一个人可以吗？可以的。徐峰找我，我去见一下他，这里就拜托夫人了。去吧。看着他离开的身影，林墨继续啃他的鸡腿。若没事，暗中跟着他们的徐峰不会贸然出现要见的，应该是徐峰发现了什么。你们遇到这镇上的小混混没有啊？你遇到了小混混？有没有被抢东西？我操，那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这些小混混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吧？这里有魏爷他们呢，若是敢来，肯定会被魏爷他们给收拾的。而且你们也不用怕，那些小混混见钱眼开的，有钱不会为难人，他们真来，咱们给钱消灾就对了。哎呀，
有些人收买这些小混混，想让他们来教训我，直接掏钱4倍的价格，让他们去打断之前收买他们的人的一条腿。你们觉得怎么样？20两银子买一条腿，挺划算的吧？众人都安静了，个个眼神诡异地看向了林默，的确挺划算的。而就在此时，韩玉书夫妻2人回来了，他们是被人用板车推回来的。等众人眼神看到了断了一条腿的韩玉书时，恍然，所以这个倒霉蛋儿是他呀！我不小心摔到了腿。哦，看到没有，就是摔的，我还摔断了一颗牙呢。众人笑了，笑得很暧昧。韩玉书被这阴阳怪气弄得脾气暴涨，但却不敢发作。扭头看到一旁的林默正一脸看好戏的样子看自己的时候，戾气从眼底闪过，这贱人该死啊！若不是他，自己的腿就不会被人打断，他竟敢在一旁笑话自己，可恶啊！韩玉书满眼杀气，他原本只想给他一个教训的，现在好了，他要这个女人死。强忍着怒气，他让人把自己扶上了马车。谁让你们买这么多东西？都塞满了东西，我们怎么做啊？很轻，都是棉衣、棉花和棉布，就是占空间而已嘛。对，不重的。韩玉书骂骂咧咧的让他们把东西塞好，做好后，他这才安静下来。而断了一只手的韩大夫人安静地坐在一旁，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少夫人呐，韩家人睚眦必报，你可得小心点啊。我知道，韩家人睚眦必报是吗？可是我也一样的睚眦必报啊。你们2家本是亲戚，应该守望相助才是，怎么会闹成这样的？家人，你也说了，守望相助的才是家人，但某些一心想踩着你往上爬，见不得你好的人，算什么家人？这样的人不如不要。该死的贱人，害自己断了一条腿，这个仇他一定要报。若是马忽然发狂朝他冲过去，把他撞飞，不死应该也残吧？贱人，这是你逼我的，我让你跟我韩家作对，我让你害我。韩玉书手中的马鞭恶狠狠地打在马背上，马吃痛长嘶的同时，拖着沉甸甸的车厢飞快地朝林默的方向冲去。小心！林默的反应很快，但还是迟了。看到冲到自己面前的马车，林默心一沉，韩玉书这是要自己的命啊！有那么一瞬间，林默害怕了，他害怕死亡，害怕自己不能护着他娘和弟弟到流放之地，害怕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都付诸东流。就在马车即将撞上他的一瞬间，林默大脑里快速地回放起自己上辈子所经历的一切。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我已经在努力改变，谁都不能阻拦我改变命运。林默猛地抬头，手握成拳，快且狠地朝马的胸部狠狠揍了过去。一匹马也想要他的命？休想！我命由我不由天。先是砰的一声，然后咔嚓一下子，林默的拳头与马相碰，发出清脆的骨折声响。这一刻，所有人都安静了，就连正好回来看到这一幕，正朝他飞奔而去的徐无厌，心也跟着凉了半截儿。他的手因为恐惧不自然地抖了起来。马会不会把他踹飞啊？被踹飞了，他会不会有事呢？不，林默绝不能有事。徐无厌黑着脸，拼尽全力朝林默奔去，想在他被踹飞之前救下他，最差也要在他被踹飞时接住他。看着马马上就要撞上了林默，韩玉书这个兴奋呢，这个贱人死定了。穆老等人不敢直视这血腥的场面，直接惊恐地挪开了眼。下一秒，众人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马飞了！我操，马竟被他一拳揍飞了！马重重地砸在了地上，马车也因为马倒地直接被带翻了。原本坐在马车里的韩玉书夫妻2人尖叫着从马车里滚了出来。而与此同时，徐无厌也冲到了林默身边，他伸手抓住林默的双肩，一脸的紧张。你有没有事？看到他不自然地颤抖着的手，顿时心疼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拉起他的手，看着他变得红肿的手背。我帮你检查一下骨头，可能有些疼，忍着点。我没事，骨头应该也没事。林默缩回手，许无厌动作一僵，低下头，他对自己的防备很深。这女人的力气好大呀，竟然一拳头就揍飞了一匹马，不对，是揍死了一匹马。许无厌转身，大步朝着韩玉书走去。无厌，快送舅舅去找大夫，舅舅的腿肯定又错位了，好疼啊！
许无厌居高临下的看着韩玉书，眼底都是寒意。他真的不顾念一丝一毫的亲情。林默是他的妻，他就这样赶着马车朝他冲过去，分明就是想撞死他，好狠呐！许无厌，我是你舅舅，你……他话没说完，许无厌一脚踩在他的断腿上，用力疼得他放声尖叫。畜生，松开你的腿！这是对你的惩罚，谁都不准送他去看大夫，敢就是跟我作对。许无厌，我是你舅舅，你这么对我，对得起你娘吗？若不是因为我娘，你现在脖子已经被我扭断了，这是最后一次，若再有下次，我会亲手扭断你的脖子。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废了一条腿，可以吗？林默双眼轻闪，正想说话，不想这会儿老魏他们回来了，看到侧翻的马车以及死了的马。该死的，你们这些人就不能给老子安静一会儿？这才多久，又给老子闹出事来，马还死了，站个人出来给老子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说！众人被吓了一跳，连忙七嘴八舌的把事情的经过给说了出来。又是你给老子惹麻烦，很好。疼！一直抽打到他只剩下一口气才住了手。谁才敢给老子惹麻烦，老子抽死他去！现在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去。你也给老子悠着点，什么事都有你的份。再有下次，老子连你一起揍。魏爷，能不能给我家老爷请个大夫呀？他请什么大夫？他是咎由自取，死了活该。那我可不可以重新买一辆马车？我们韩家马车的马死了，马车也坏了，不重新买根本走不了。还马车？我看你们韩家人精神旺盛得很，马车就没这个必要了，以后走路得了。魏爷，韩家的马车坏了，可我们的物资……看看谁的马车空，往他们的马车上塞。就这点小事还要老子教你们，脑子呢？张鹏拂晓，猛点头认错。此时风雪渐大，而在破庙里的众人又冷又饿，闻到徐家这边传来的香气，不少人馋得口水直流，双眼中的羡慕怎么也藏不住。徐家人命可真好啊，出去找吃的能打到野鸡，而他们呢却是颗粒无收，看着人家杀鸡炖鸡汤，也只有羡慕流口水的份儿。等鸡汤炖好，这香味一出来，饿了2天不懂事的小孩可就坐不住了，个个嚎着要吃肉。他馋呢。柳英端着自己的鸡汤，难受的有些喝不下了。这么多孩子啊！娘，别看了，喝吧。林硕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忍不住的头疼。娘，一只野鸡并没有多大，我们这边10几个人一分，一人也就3、4块肉，跟一碗很淡的汤而已。你就算是不喝，让出去，这么多孩子，你给哪个呀？唉，我只是觉得这些孩子很可怜。娘，这里的人谁不可怜？娘，我们谁也管不了，我们只要顾好了自己就行。娘，你千万别同情心泛滥，害了姐，知道没有？哦，娘都听你的。林硕这才点点头，让他赶紧吃了。娘还是别喝了，留给你姐和你姐夫，他们在外奔波，需要营养。娘，你吃你的，姐和姐夫去镇上，不会委屈自己，有什么好吃的，他肯定会买。就是啊，英姨，你赶紧吃吧，你放心，有我大哥在，嫂子不会饿肚子的。而且英姨你身体不舒服，你吃了赶紧休息。好。很快天逐渐的暗了下去，而且风雪也越来越大。柳英双眼不断的朝破庙大门外张望，脸上带着焦急之色。林硕，你姐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走，林硕，你和娘一起出去看看，这雪越来越大了，娘担心你姐他们。娘，姐和姐夫在一起，他们绝对不会有事。还有，现在雪越来越大，你要是出去路滑摔倒了怎么办？柳英知道他说的没错，尽管担心，却也没再叫着要出去，而是在破庙这狭小范围内走来走去，还不时地抬头朝破庙大门的方向看。等听到外面传来马蹄声，看到他们出现在庙门口的时候，他那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哎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除了韩家人之外，其他人脸上都带着喜气，因为今晚不但能穿暖，还能饱餐一顿。而徐家人在知道韩玉书对林默做的事情之后，个个瞪大了双眼。哎，干嘛呀？姐，他差点害死了你，我去找他算账去。
不用了，他已经付出代价了。林默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韩家方向，等这一批粮食吃完，韩家就会一地鸡毛，一旁坐看着他们闹不好吗？林硕板着脸，气冲冲地在一旁坐下。好了，都别气了，我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放心吧，我不好，他们也别想好过。今晚白米饭加红烧肉，不香吗？啊？徐宪瑜双眼担忧地看向韩家的方向。韩家现在这个样子，小贤在韩家怕是更不好过了。娘，我没事，你女儿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不信你看。说完，捡起一根柴火，一个用力，轻轻松松地把柴火掰成了2段。看到没？这还是他闺女吗？明明他闺女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是一个弱女子，现在力气怎么变这么大了？是不是这柴火腐烂了？林默拿起另外一根柴火，啪的一声，再次掰成2段。这根也腐烂了吗？这根呢？林默连续掰断了6根柴火之后，柳英这才颤抖着手阻止他。够了。娘，现在放心了吧？你闺女现在不欺负别人就好了，哪有人敢欺负你闺女啊？好了，都跟你们说了，我不是吃亏的主儿，很快你们就能看戏了。这可是他为韩家人准备的大礼。你做了什么呀？等韩家这边，在看到韩玉书被打断了腿且浑身是伤送回来之后，韩家人都被吓了一跳。等知道马被林默打死，而且他们之后只能走路到流放之地之后，韩家2房3房不干了，直接嚎着让韩玉书去把马车给弄回来，甚至还动起了手。最后是韩老爷子出声把这事儿给按下去了，但韩家2房3房却是恨上了韩玉书的大房。好好的，你去招惹人家干啥呀？现在好了吧，连累他们要走路。因为韩老爷子，韩家众人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但也生出了嫌隙。吃饭的时候，这份和平却被打破了。韩玉龙兄妹几人躲在一旁偷偷的吃鸡腿，被韩家2房的孩子给撞破，直接闹到了2房韩云峰面前。韩云峰一听不干了，钱他们也出了，但是你大房的儿女吃香喝辣，他们却只能一碗白粥填填肚子。就连棉衣也是这样的，大房人人都有棉衣，而他们2房和3房却只有粗布和棉花，要棉衣自己做。韩云峰忍不住了，冲过去就要把韩玉书剩下的钱拿出来平分。你胡说什么？我家孩子哪里吃香喝辣了？钱我都拿来买米和棉衣棉花了，原本是还剩下一些，但都被抢走了，没有了。都这个时候了还骗我？你闺女韩玉龙他们一人一个鸡腿，偷偷的躲起来吃，你敢说不是你买的？而我们2家的孩子呢，什么都没有。韩玉书，你这是人做的事情吗？什么？玉龙他们吃鸡腿？这怎么可能啊？还在装？不是你偷偷给他们买的，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我没买。韩云峰，你在干什么？住手！住手！我已经说了，我身上没钱，钱都被抢走了。哼，你说没钱，那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他把手从韩玉书身上抽出来，同时还掏出了一张银票，银票的面额是50。韩玉书瞪大了双眼，眼底带着不可思议，他身上怎么会有银票呢？这银票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你想告诉我这是别人塞到你怀里陷害你的？韩玉书，你要脸吗？别人塞你的，那为什么就没别人塞给我呢？这银票分明就是你偷偷藏起来的钱，被我们抓到了，就在这里。我没有，这银票真的不是我的。你以为我信你？我打死你个满口谎言的伪君子！韩玉书的儿女一见他们爹吃亏了，立刻冲上去帮忙，而韩云峰的儿女见状也跟着上去帮忙。放开我爹！住手！你们这2个孽子，都给我住手！韩家再次乱成一团，吵闹声把借差都给惊动了。老魏一看，又是韩家人在闹事儿，手中的鞭子再次无情地挥向他们。打累了之后，直接把他们赶出了破庙。妈的！既然这么热血沸腾，那都给老子滚出去，吹吹冷风，冷静下。看着破庙外哭哭啼啼的韩家人，林默心情这个好啊！都说了，他睚眦必报的嘛。韩玉书怀里的银票是他偷偷放进去的，原本想放10两银子的，但银子太扎眼，很容易被发现。而银票的面额50两是最小的。说实话，
他挺心疼的，50两银子可以买不少吃的了。还有韩鱼龙姐弟吃的鸡腿，也是他偷偷放在韩鱼龙身边的，这可是导火索，没他韩家2房3房的人是闹不起来的。瞧，连锁反应，这韩家人最后不都被赶出去吹冷风了吗？这一壶够他们喝的了，看他们多惨啊，今晚得吹1晚的冷风呢，这还不够解气的吗？好了，睡觉吧。说不定明天雪就停了，就能离开这儿了。但林默的愿望却落空了，因为接下来连续3天大雪，寸步难行。众人只能窝在破庙里烤火发呆，但也因为这样，也给了众人足够多的时间做棉衣。考虑到天气越来越冷，林默带着秦嬷嬷几人，不但给每人多做了1双鞋，还做了棉坎肩，再冷的天气也能扛上一扛。终于做完了，累死了。而一旁还在忙的徐宪瑜忍不住加快动作，脸上多了一抹不自在。他为什么会不自在，林默知道，但他全当没看到，脱掉自己身上的棉衣，把棉坎肩穿在里面，再穿上棉衣，果然暖了许多。跟他们说了一声之后，林默站起来朝外面走去。见他离开，徐宪瑜松了口气。大小姐，其实你不用怕少夫人的，少夫人是个善良的人，少夫人聪慧，她怎么会看不出来你这件是给2小姐做的？就连你偷偷省下1个包子拿去给2小姐吃，她也是看到装作没看到，还多塞给你1个让你吃饱。我知道嫂子是个好人，但小贤之前做出那些事儿，还伤害了嫂子，我却偷偷拿东西给小贤，我心虚，觉得对不起嫂子。大小姐，你这么想就错了，你和2小姐是嫡亲姐妹，你照顾她是人之常情，少夫人根本就不会生气。其实2小姐若是知道错了，认认真真回来向少夫人认错，少夫人说不定会原谅她的。大小姐，你应该好好劝劝下2小姐。好，秦嬷嬷，我去找小贤，若嫂子他们回来了问起我，就说我上茅房了，你帮我打下掩护。林默出了破庙，看着外面茫茫的大雪，眉头直接皱起来，路都被雪给掩埋了。这种情况下，别说马车难走，就算是人也难走。雪地里行走不但慢，而且容易出事儿。而此时外出打猎的徐无厌等人回来了。你怎么出来了？太没冷，你不该出来。我穿了棉坎肩的，不冷。前面路况怎么样了？走不了，积雪很厚，连续的雪崩把路给堵死了，恐怕得动手挖才行。等雪融的话，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上面下了命令，要我们尽快赶到目的地。时间要到了，恐怕老魏会让人去把路挖通，方便通过。可路上的雪这么厚，这雪不知道还会下多久，一直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老魏不敢赌的，如果一直待在这儿，耽误了到达的时间，他们也讨不了好，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冒险上路。死几个人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能按时到达。这也是为什么贪流放色变，因为死在流放路上的人不计其数。如果是这样，我们得做好准备才行。徐无厌点头，两人低声商量起来。而徐宪瑜这边找到冷得直哆嗦的徐梦贤，看他那惨样，徐宪瑜心疼的不行。小贤，你要不要跟我回去，然后向大哥嫂子道歉，好不好？他们会原谅你的。姐，我没脸见他们。嫂子被寒风砸破了头，差点出事儿，而大哥他们也因为这个差点被当逃奴处理，是自己差点害了他们，现在自己哪有脸去求他们原谅呢？你就是个倔的，我都说了，你诚心道歉，嫂子会原谅你的，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呀？徐梦贤低着头不说话，徐宪瑜被他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给气到了。徐梦贤，我真的要被你气死，你爱倔就继续倔，反正吃苦受罪的是你自己，我不管你了。说完转身离开了。徐梦贤红了眼眶，双手紧抱着自己的双膝，自己做错了事，这是他自己该承受的，有些事做错了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够消的。徐梦贤，你姐又给你拿什么好东西来了？哼，你以为我没看到吗？我告诉你，我看到了，是一件坎肩，是不是？所以你要抢是吗？谁要抢你了？别诬赖我啊！徐宪瑜回去刚坐下，就看到林默和他大哥走了过来，顿时松了一口气，幸好回来的及时。林默一回来，立即让秦嬷嬷用锅煮米饭。少夫人，这时候做饭会不会早了一点儿？做了吧，不是今晚吃的。
做好之后放凉了，然后做成饭团，方便带着，也方便吃。姬嬷嬷点头，立即去煮米饭，而林默则是开始和面，准备做馒头。冬天馒头耐放，而且放在火里烤一下就能吃，还很香。就在林默他们忙碌的时候，老魏来了，他让有马车的几户人家所有的男丁都去帮忙铲雪。这话一出，顿时多了几道抗议声，要求所有人一起去铲雪，因为路不只有他们走。有意见可以给老子不去，雪崩造成路堵塞，行人可以走过去，但马车走不了，所以有马车的不愿意去铲雪的，那就把马车让出来，让给愿意去铲雪的家族。怎样？有谁想把马车让出来的？徐无厌没说话，带上徐大鹏和徐平安5人直接朝外面走去。其他人见状也只能郁闷地跟上。姐，我也去帮忙。嬷嬷，林硕这是在胡闹，他还是个孩子呀，能帮得上什么忙啊？娘，林硕不小了，你别一直把他当小孩子看，他可以帮忙做很多事，何况有徐无厌在呢，他会看着林硕，不会让他出事的。魏爷，有事赶紧说，有屁赶紧放，别浪费老子的时间。队伍里闹事每次都有他的份儿，虽然最后每次他都是无辜的，但是参与闹事就是麻烦嘛，还真是够直接的。这个是烧酒，大冬天的喝一点可以暖身。他知道自己的酒喝完了，老魏双眼危险地眯起来。你想做什么？或者说你想要什么？你想多了，我没想着讨好你，这酒很便宜的，我知道魏爷你爱喝2口。原本这酒呢，我是想留着给徐平安他们喝，驱寒用的，但是见魏爷你这2日不时地伸手取你的酒囊，知道你的酒瘾犯了，所以我这才送你一些，目的肯定是有的，不求魏爷路上多关照，就求魏爷不要为难我们就行。老魏看他一眼，伸手拿过他手里的酒囊，转身朝前面走去。有酒不喝，对不起肚子里的酒虫啊！烧酒便宜得很，大不了给钱喽。流放路上，只要不给他惹事儿，他谁都不会为难。这是烧酒？这根本就不是烧酒啊！这个酒比他以前喝过的酒都要来的醇香，这更像是汾酒啊！白马镇这么小的一个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酒？老魏摇头，他被坑了。后面的林默漫不经心地看着他的背影，嘴角轻勾。宫廷供酒，爱酒之人可拒绝不了这味儿啊！所以从他接过酒囊开始，他就已经踏进了他铺设好的陷阱里。徐无厌这边到了雪崩的地方之后，这才发现路被堵得很厉害。这条路过去，入目所见的20丈内全是白雪，而左侧的山上也是厚厚的积雪。徐无厌就怕这边路上的积雪刚清完，山上的积雪又滚落下来，那他们可就白干了。为什么还不开始干活？干活，快点！其他人怕被借差打，二话不说，立即挥舞起手中的木板，用力地把雪往两边刨。徐无厌不动，他的人也跟着不动。老子让你干活，你站在这儿发什么呆啊？徐无厌伸手抓住鞭子，双眼冷漠地看向钱正昌。什么都不清楚，盲目干有什么用？现在清出路来，山上的积雪又滑下来，造成雪崩，再次把路给埋了，那岂不是白做了？这与老子有什么关系？你现在给老子干活去！钱正昌想抽回被徐无厌抓住的鞭子，看到纹丝不动的鞭子，钱正昌阴冷着脸说：“你想袭借差？别拿吓唬别人的那套吓唬我啊，没用的。”怎么，要打架？要打赶紧打，老子给你们做裁判；不打，都给老子干活去！再在这里闹事，看老子怎么收拾他！还有，都给老子安分守己点，谁敢惹事，别怪老子不客气。这山上的积雪太厚，若不清掉，只怕我们前脚清理出这路，后脚这山上的雪又滚了下来，重新把这路给埋了。老魏扭头朝山上看，别说，徐无厌说的还真有几分可能。哼，魏哥，别听他的，山上的积雪怎么清理啊？这得需要多少人手，多少时间？根本没必要清理山上的积雪，只要清了这路上的积雪，我们尽快通过这段路就行。老魏觉得钱正昌说的方法也不错，山上的积雪不好清，费人费力气费时间，道路清好了，快点通过就行了。正要开口，就见徐无厌弯起腰捡起地上的石头，一下子就愣住了。他想做什么？不等自己问出口，却见徐无厌掂了一下手中小石头的重量，然后一个用力朝山上砸去。老魏懵了，这安平王的世子在干什么呢？
下一秒，轰隆隆声响起，小石头击中的那一块雪直接往下滑落，雪滑落下来的场面相当的震撼。老魏张了张嘴，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了没有？这上面的积雪，只要有点动静，就会向下滑落。清空这道路很简单，但经过时，马车肯定会有动静传出，就怕是这声音会把山上的积雪震落，到时候怎么办？那怎么办？若真要清这山上的积雪，你知道要花多少人、多少时间吗？就这些娇生惯养的人，你觉得他们吃得了这个苦？若经过时真的发生雪崩，我就只能说听天由命，就看谁的命不好被活埋。让我试试。没人。没关系，我不需要你给人，我以及我徐家这几个侍卫就行。好。若有办法，他也不会这么快舍弃人。路途遥远，若一路死着过去，到目的地的时候人不多，他也会有麻烦。你真让他折腾？不然呢？拿这么多人的命来赌，试试，说不定他真的有办法呢。你若不放心，可跟着上去看看。山顶没人，他若搞出别的事，你盯着我也放心。放心，山顶上若发生了什么事，我不会知道。钱正昌心一跳，不知为何，他总感觉老魏似乎把自己给看透了。好，我上去看看他搞什么花样。这是个机会，若在这时候就能除掉徐无厌，他也可以提前回去了。主子，不能再往前了，上面的积雪很厚，再继续下大雪，雪就会朝下面滚去，形成雪崩。徐无厌点头，他盯着山顶上的积雪，若有所思。不是交给你吗？还不快点动手解决？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主子，平安，你下去找魏爷，让他带人撤到安全的地方。徐平安迟疑了一下，点头朝山下走去。看着厚厚的白雪，钱正昌眼底闪过一抹杀意。若是从这里把他推下去，许无厌必死无疑。从山顶往下看，入眼之处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山上怪石嶙峋，陡峭得很，树木很稀少，大雪覆盖之下依稀可见。徐无厌只看了一眼，便开始滚雪球。徐平贵等人不解，但不会说话，在一旁帮忙。徐无厌，魏哥让你上来，是让你想办法解决积雪的问题，而不是让你上来玩雪球的。哼，怎么，你滚个雪球就能把眼前的危机给解决？徐无厌根本就不理他，继续滚自己的雪球，而雪球在他的手中变得越来越大，跟着变大的还有钱正昌的脾气，他很想一鞭子甩过去。该死的徐无厌，无视自己的存在啊！好了，注意安全。话一落，他直接把雪球推下了山。钱正昌冷笑，一个雪球再大又能造成什么危险呢？他不会是想靠这样一个雪球就能解决这一带雪崩的危机吧？笑话！钱正昌正想开口讽刺，不想雪球滚落的瞬间发出了轰隆隆的声音，大地似乎为之震动，山顶上的积雪也跟着滑落。这吓得他脸色大变，试图伸手不让自己继续往下滑落，但是却无用，身体依然不受控制的跟着积雪往下滑。完了，难道要被活埋了吗？身体往下滑落的钱正昌一脸的绝望，他命休矣。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被积雪卷袭吞噬的时候，忽然他的手被人抓住，身体停止了向下滑动。他猛地抬头，是徐无厌。忍一下。等山顶上的雪没有再向下滑落，安全之后，徐无厌这才松开自己的手脚，松了一口气之后一跃而起，随后双眼看向朝下面滚去的雪球，雪球滚得很快，积雪全跟着雪球落下，而越滚雪球就变得越大，就如同一个庞然大物。徐平贵等人惊悚，这么大的雪球，若人被卷入其中，怕是会没命的。躺在原地喘息的钱正昌也看到了这一幕，倒抽一口气，刚才若是没被抓住，怕是也会被卷入雪球之中，九死一生啊！九死一生，现在就是机会，对不住了。钱正昌心一狠，腿朝着徐无厌一个横扫过去，但落空的感觉让他心里一惊，定睛一看，却见徐无厌已经跃到了一旁凸出来的石头上，正双眼冷冷地看着自己。钱正昌心虚，不自然地扭开头，不敢与徐无厌对视。徐无厌没理会钱正昌，身体再次一跃，回到了徐平贵他们身边。下山。徐无厌带着徐平贵他们几人快速朝山下走去。至于钱正昌，刚才自己并不想救他，但若他就这样死了，老魏那边怕是会找自己的麻烦。世子不愧是读书人，点子真管用。
这一滚，山上的积雪就不足为惧了。而且因为滚落，这路上的积雪也被带走了一些，也让大家的工作量少了一些。贝爷还是喊我徐无厌吧。从背叛流放开始，安平王世子就已经没有了。干活。说完，带着徐平贵等人加入了清扫积雪的队伍。老魏心情很好，挑眉，聪明人。钱正昌，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一身狼狈？别告诉我你差点被雪埋了。没有，我摔了一跤而已，没事就好。第二天，风雪稍微小了一些，老魏一起来就骂骂咧咧地赶着他们出发。趁着风雪小时不走，难道趁着风雪大的时候才走吗？众人没意见，在破庙待着是冷，走也是冷，所以只能往前走。往前走，说不定下一个住的地方能好一点呢。但在临出发时，韩家这边又出了一些小状况，没了马车，加上韩玉书有伤，韩家人闹得很凶。但老魏出马，没人敢吭声。队伍终于再次出发了。这一次林默学聪明了，在出发时加了一些木炭到捡来的破锅里，然后端上马车。冰冷的马车因为有这些炭火，瞬间暖了许多。雪地行走不但人走得慢，马车也走得慢。为了减轻马车的重量，马车上就坐了几个女人，还有林硕和徐大鹏。徐大鹏赶车，原本林硕要下来跟他们一起走，但被许无厌拒绝了。他还是个孩子，多他一个重不了多少。所有人都低着头，冒着风雪，一脸沉重地往前走。谁都没说话，也没有说话的欲望，说话会消耗他们的体力。队伍中不时有人摔倒，但很快又从地上爬了起来。林默一直看着外面的情况，在经过他们昨日清理的这一段路时，他特意朝山上看了一眼。徐无厌见他朝自己看来，林默把装着热酒的酒囊朝他抛去，接着喝几口暖暖身体。好。温热辛辣的酒沿着喉咙顺流而下，瞬间让冰冷的身体变得暖和起来。这酒好像是贡酒。徐无厌摇头，觉得自己想多了，怎么可能是贡酒呢？再喝了一口，便递给徐平安他们，让他们也喝一口暖身子。等中午休息时，饿狠了累狠了的众人纷纷拿出吃食，快速地啃了起来。但林默这边却没有着急吃，而是支起了火，烧起热水。等烧好水之后，他们这才拿出昨晚准备好的饭团，就着开水慢慢吃起来。林默吃饱喝足之后，这才和他娘他们去找地方方便。而他刚离开，韩老爷子就来了。要喝热水吗？见他点头，徐无厌动手给他倒了一碗。徐家就算身陷囹圄，但也能够把日子过好。无厌啊，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外祖啊？你是我娘的爹，自然是我外祖。无厌，我看你们的马车都没人坐，你外祖我一把老骨头了，受不了风寒呐，走不了几步路，所以我能不能带你那几个表弟过来坐马车呀？说完，手就按着身体的各处，说这儿疼那疼。外祖，这不可以，我们毕竟是两家人，而且这马车也不是没人坐，只是马在雪地里拉不了那么多人，所以我们才轮流坐。毕竟这马若是累坏了，接下来的路程我们就得全部走路了。所以你就忍心看着你外祖我冻死累死在这冰天雪地里？不会。既然不会，那你就把马车让出来，我立即让你表弟他们过来呀。外祖，你还是别折腾他们来了，这马车我不会让给你们。外祖，你若是觉得累，可以让你儿子背你，或者让你韩家的侍卫背你。其他家族的长者没马车的都是儿子背着走，或者是下人背。我想我那3个舅舅的孝心不比其他人的少，应该愿意背你的。孽障啊！你这个不孝的东西，马车你给几个下人坐，也不给你外祖坐是吗？好啊，很好啊，你可真是够孝顺的。外祖请原谅，我不能跟几个舅舅抢孝顺你的机会。很快队伍里就传遍了徐无厌狼心狗肺，连自己外祖都不管不顾的流言。林默回来之后，自然没错过这些人的议论纷纷。许无厌这是拒绝了他外祖吗？他还真是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可惜还是有些不够狠。若换了自己，必定要和他们划清关系，撕破脸也无所谓。这种想踩着你尸体往上爬的亲人，不要也罢。嬷嬷，姑爷，娘，这个事儿你当做不知道就行，不要管那么多。嬷嬷，那是无厌的外祖，
其实让他坐马车没什么。娘，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让他上来就意味着我们都要下马车，让给他和他们韩家人。你以为这只是他一个人来做而已吗？韩家人自私，在他们眼里，除了他家男儿之外，其他人都不配坐马车。看个第一天就知道了。韩家嫡系男子全在马车上坐着，其他的全是走路，就算只有2、3岁的女孩子也逃不过走路的命。若是同意那老东西坐，接下来他就会得寸进尺，逼他们让出马车，不让就是不孝，还不如一开始就不管。许无厌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欲口拒绝的。柳英张了张嘴，最后什么话都没说出来。娘，收起你那泛滥的同情心。我跟你说，同情心在流放路上是最要不得的，而且人心最难满足，你懂吗？娘，我就问你，没有马车，就靠2条腿一直走，你觉得我们能走到流放之地吗？而且林默眼底闪过一抹阴暗，再继续往前走2天，就会进入到酒泉镇的地界。而过了酒泉镇，接下来连续10天的路程，一路上都不会有任何人烟。上辈子他娘和弟弟都是在那一段路丧的命，而且也是从那里开始，队伍里什么妖魔鬼怪都有，为了活下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能。所以娘，不要管别人，我们能活下去已经不容易了，我们管不了别人，管好自己就行。见他点头，林默这才松了口气。他为什么把自己和徐无厌绑在一起呢？目的就是徐家的马车，有马车他们活下去的几率很大。这2日病重的人多了不少，怕是很快就会有人撑不住了。林默的心情有些沉重，他很自私，他只想保护他娘和弟弟。没什么想问我的。见他心事重重的样子，许无厌以为他在担忧他外祖的事儿。没有，林默莫名其妙。就在许无厌想开口时，有人走了过来，来者是沈青云的长子沈志轩。找我吗？沈志轩，沈青云引以为傲的长子，他对这个儿子管得很严，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去书院的路上。他在长乐侯府3年，只不过见过他几次，每次碰面，沈志轩也只是点头示意一下，然后便离开。这是给你的。沈家忽然让人给自己送吃的，任谁都看出来他们不怀好意。哼，沈青云倒还挺聪明的，让与自己打交道最少的沈志轩过来。你拿回去吧，我不需要。这份是你的。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沈家在打你的主意？这么明显，我会看不出来吗？你说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你敢吃？我没这么馋，喊来秦嬷嬷，让她直接给送回去了。接下来2日，沈家人一到休息吃东西时，就会让人送来一个馒头。林默一律不要，直接拒绝。而沈志轩每次来也很有意思，他来送，他拒绝，他就会拿着离开。这一夜，他们到了酒泉镇外的驿站，也就在这一天，半路上直接倒下了几人，倒下的人没有再醒过来，尸体也是往山谷一抛，便继续赶路，任由家眷如何哭闹，借差都没有停下，让他们挖坑埋尸。后面的路程，众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这份沉重一直蔓延到驿站，这才淡去一些。这几天都是在破庙或者野外扎营，看到火炕，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喜悦，今晚都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林默和徐宪瑜他们从马车上搬棉被等行李到屋内，马车对他们来说是目前最重要的物资，不能出任何问题，所以林默留了一条棉被在马车上，打算晚上让徐平安睡在车上守着马车。而就在他们忙碌时，韩云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驿站，朝驿站外的小树林走去。林默整理好东西之后，也朝驿站外走去。几天没吃肉，他要拿些肉出来给他们吃。虽然今天终于雪停了，但天气还是很冷，吃些肉，肚子里有油水才能御寒嘛。所以林默出去转了一圈之后，就提着2只杀好的鸡回来。命真好，出去就能打到野味，又能吃上肉了。对呀，每次出去都不落空，这运气好的真让人羡慕。算了吧，谁让咱们不够狠心肠呢？没办法，谁让你们不够我心狠，不像我有本事，所以你们也只能看着我吃肉。对了，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杀鸡的吗？咔嚓咔嚓2声，骨头断裂的声音传来。瞧，我杀鸡就这么简单。你们说，我要是掰断一个人的脖子，需要用多大的力气呢？会不会像掰断鸡脖子一样的简单？
有谁想试试吗？看着被掰断脖子的鸡，再加上林默的话，众人吓得脸色大变，随后争先恐后的朝外面冲去。胆子这么小还敢来惹自己，吓死也活该。怕我吗？不怕，但有些吓人。就这样掰断鸡脖子，挺血腥恰吓人的，但是莫名的吧，觉得他和他们家少爷非常的相配。少爷命格克气，少夫人彪悍，刚好可以压住少爷的命格。遇到少夫人后，少爷不客气了，太好了。秦嬷嬷又乐了起来。少爷和少夫人成亲已经过了7天了，少夫人还好好的，看来少夫人就是少爷命定的妻子。大师说，少爷找到命定的妻子，克妻的命格就会破掉，夫妻2人会恩爱到老。等到了流放之地，他们肯定很快就会有孩子，以后他可以帮着带小少爷或者小小姐了。怎么觉得秦嬷嬷笑得有点怪呢？2只野鸡，林默做了红烧，香味一出来，不少人朝厨房探头，看到林默之后，立即偃旗息鼓地离开了。力大无穷的女人，谁敢惹啊？做好之后，林默先盛出1碗，剩下的就让秦嬷嬷分别舀到他们每个人的碗上。随后他便端着鸡肉走出去。此时老魏等人也正在吃饭。我来给各位爷加个菜，别嫌少，尝个味儿。说完，放下装着鸡肉的碗，转身离开。魏爷，你这是让我给你装热水？哼，跟他装傻是吧？酒，那天的酒还有没有？有，给我装满。这女人故意的，故意用美酒来勾引他的酒虫。这几天他一直试图让自己忘记那酒的味道，但是越想忘就忘不掉。酒虫像是无所不在似的，朝他四肢百骸乱窜，难受得很啊。酒啊，多的是。魏爷，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装。说完，转身朝马车的方向走去。而转身的瞬间，他眼底闪过一抹暗光，成了。林默去得快，回来的也快。老魏接过酒囊之后，嘟囔了2句，便慢吞吞地回去喝酒吃饭。林默这才朝着厨房走去，刚好看到钱正昌正阴沉着脸盯着自己。林默挑眉，要不要告诉他，他所忠心的人在他出京城的时候就派人杀了他妻儿，而他自己完成任务之后也会落得一个身死的下场。算了，就他那眼神，关我屁事。钱正昌阴沉着脸，这女人很怪异。他缓缓地朝厨房的方向看去，他要不要？看到徐无艳他们从大门外走进来，钱正昌眼一闪，随即转身离开。这姓钱的想对我夫人出手，他不能再留。站那做什么呢？吃饭了，今晚有鸡肉吃，给你们留了。本来想烤狍子肉给你尝尝的，现在看来只能明日了。不用明日，一会儿烤熟了，明日路上做干粮。一旁不少人都露出了羡慕之色。爹，韩云峰回来没有？还没有。爹，你不该让老二去，老二性子……耐心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就是太心急了，才落此下场。所以爹他也嫌弃自己是个废物了吗？就在此时，韩云峰满脸潮红的走了回来。爹，已经安排好了，他说了，上面只要有徐家嫡出签字，然后把徐无艳引出去，事就算成了。徐无艳，不要怪外祖心狠，是你先抛弃了韩家的。云峰啊，这事儿你不要和任何人说，你先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剩下的事情交给我。韩云峰点头，顺利的话，明日他们韩家就能结束这该死的流放，重新恢复之前的生活。爹，下一步怎么办？我先想想。韩老爷子坐在原地冥思苦想，过了好一会儿，才喊人去把徐梦贤请来。孩子啊，你辛苦了。外祖不用了，我吃过窝窝头了。哎呀，吃吧，一个窝窝头啊，怎么能够吃得饱啊？这些日子啊，辛苦你了啊，也委屈你了。韩老爷子看着他吃馒头，不时跟他聊着以前的事儿，这也让徐梦贤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哎，小贤啊，你能帮外公一个忙吗？林默和徐无艳在厨房里烤着狍子，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直到狍子烤熟。烤熟之后，徐无艳动手切了一条狍子腿给林默吃，然后才动手把剩下的狍子肉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用油纸包起来。接下来2日不用为肉发愁了。笑。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吃，吃完了早点回去休息，明日还要赶路。能与你同甘共苦的女人都值得好好珍惜。两人轻手轻脚爬上床，且轻轻地拉过被子盖在自己身上。温暖的被窝让林默舒服地叹了一声，若可以，真想整个冬天都窝在炕上不下地了。只可惜这只能想想。林默的一举一动全都落在徐无厌的眼里，孩子气啊！累了一天，他缓缓闭上眼睛，而就在他要睡着的时候，徐无厌忽然猛地睁开双眼，手快速地往前一抓，人快速地从床上跃起来。半夜3更不睡觉，鬼鬼祟祟摸来这里，想做什么？表少爷，是老太爷让我来的，疼，好疼啊！你先放开我，我有话要跟你说。怎么了？哦，没什么，抄掉一个半夜摸过来的贼。韩大山瞪大了双眼，既然是贼，揍一顿扔出去就得了呗，别脏了自己的手。夫人你睡吧，我把人给扔出去。在徐无厌带着人出去之后，林默睁开眼，韩家人要行动了吗？姐，那是韩家人，不是贼，姐夫跟他出去会不会有事儿？我知道，你睡你的，这种事不是你能管的。好。韩家一天不闹事就不开心是吗？韩玉书夫妻的下场还不能让他们安静吗？偏要逼我再杀几个人才能安分。嫂子，我陪你出去看看。不用，别乱跑，老实待在这睡觉，知道吗？直到徐宪宇点头，才朝外走去。大哥和嫂子千万不要有事才是。院子里空无一人，林默皱起眉，看向虚掩的大门。他和韩家人出了驿站了。林默朝马车走去，发现徐平安不在马车里，看来徐无厌是带着徐平安出去的，没傻到自己一个人去。林默放下心来，想了一下，林默这才折返回去睡觉。他之前听到韩家父子的计划，就是逼徐无厌签字。签字意味着什么呢？徐无厌很清楚，他不会傻到签字的。他们两人的武功不用担心。林默回去之后，看到徐宪瑜还没有睡，示意他赶紧睡，不用担心。徐宪瑜看了一眼大门的方向，闭上了眼睛睡觉。林默躲在被窝里想了一会儿事儿，随后也迷迷糊糊的睡了。不知睡了多久，门忽然被人推开，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以及抱怨声。我说你进出开门关门时，你能不能小点声啊？吵死人了！哎呀，谁这么缺德呀？开门不关，想冻死人吗？关门呐，冷死人了！平安，出了什么事？你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平安，你这是怎么了？少夫人，少爷出事了，少爷中了陷阱，被人砍了一刀，滚下了山坡，现在生死不知。什么？少爷怎么会受伤啊？都给我住口，不许说话！他掏出伤药，让徐平贵他们先把徐平安扶到炕上，然后给他包扎伤口。难道韩家人想用武力逼迫徐无厌吗？整晚都是你们徐家人进进出出，现在还吵吵闹闹个不停。我说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啊？你们不困，我们困呐！就是吵死了，安静点行吗？刚才谁说让安静一点的？屋内瞬间安静了，众人可没忘记他一拳揍死一匹马的事儿。哼，怂货！他不是跟韩家人出去了吗？为什么会出事呢？你身上的伤又是怎么回事？徐平安缓了一口气，这才缓缓道来。原来徐无厌跟韩大山出去之后，韩大山告诉徐无厌，徐梦贤和另外一个侍卫韩平悄悄去了镇上，到现在还没回来。韩老爷子怕他们出事，让他过来告诉徐无厌这个事儿。至于要不要去找人，全凭徐无厌做主。徐无厌当即就黑了脸，徐梦贤这个蠢货呀！表少爷，表二小姐已经出去了2个时辰，按时间来算，这会儿她该回来了。但是现在也没有见人回来，要不要叫人出来一起去找？他为什么要去镇上？大晚上偷溜去镇上，徐梦贤虽蠢，但没那么大的胆子。这背后怕是与韩家脱不了关系。表小姐是为了老太爷，老太爷感染了风寒，有些发热，表小姐自告奋勇去买药，老太爷劝她不要去，她不听，老太爷只能派韩平护送她去买药。借口？韩家这么多侍卫，需要她一个小丫头去买药？徐梦贤这个笨蛋被耍了，这一趟他得走，不然韩家人不会放过徐梦贤这个笨蛋的。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虽然蠢得要把她给气死了，但不能不管。徐无厌看了一眼身后的房门，他没有惊动屋内林默等人，只是把马车里睡觉的徐平安叫了出来。随后两人直奔酒泉镇而去。两人还没到酒泉镇，远远的他们就看到了徐梦贤，他瘦小的身体在寒风中吃力地扶着韩平，狼狈地往回走，而他的右手一直拿着2包药。哥，你怎么来了？徐梦贤看到徐无厌，满脸的兴奋。
徐平安上前扶住了韩平。许无厌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韩平，板着脸看向徐梦贤：怎么回事？你胆子肥了是吗？人生地不熟，而且大晚上的还到处乱跑，你这样很容易出事。你有考虑过后果吗？这是我敲遍了九泉镇所有药铺才买到的治疗风寒的药，你拿着。许无言一松手，任由药掉在了地上。哼，这是你千辛万苦为外祖弄来的，代表着你的孝心。你给我做什么？哥，谁说这药是给外祖的？不是嫂子染上了风寒吗？这是我去给嫂子买的。你是说这药是你为你嫂子买的？不对劲，危险！许无厌身体瞬间紧绷，伸手一把抓住正想说话的徐梦贤，把他往自己这边用力一拉，然后一脚朝昏迷不醒的韩平踹去。徐平安一惊，下意识的手一松，身体后退的同时往旁边一侧，下一秒他手臂一疼，这才发现韩平手持匕首攻击自己。若不是刚才见主子忽然攻击韩平，他本能的松手躲避，韩平的这一匕首刺到的就不是手臂，而是胸口了。韩平因为攻击徐平安，错过了最佳躲避时机，直接被徐无厌踹飞。他向后面倒飞了几步，稳住身体。一旁的徐梦贤早已被吓呆了，韩平不是身受重伤昏迷不醒的吗？这怎么突然间就醒了？而且他怎么还想杀徐平安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杀！许无厌双眼冰冷地看着韩平。徐平安看了一眼自己手臂上的伤，点头就要冲上去。就在此时，从两侧冲出了10几个黑衣人，举刀就朝他们冲了过来。看着这些凶神恶煞的黑衣人，徐梦贤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他被骗了，韩家人骗了自己，他们利用自己引出大哥，他们想对大哥不利。主子小心！看到黑衣人出现，徐平安不得不放弃韩平，护在徐无厌前面。徐无厌双眼危险地眯起来，韩家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呢？看着朝他直奔而来的黑衣人，徐无厌侧头：徐梦贤，一会儿我让你跑，你就一直往前跑，回到驿站你就安全了，记住了。哥，那你呢？徐无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因为黑衣人已经攻到了这儿。他身体往旁边一侧一躲，一个空手夺白刃，从其中一个黑衣人手中抢过了刀，一个反挥，把黑衣人逼退的同时喝道：快跑！手中的刀再次挥出，他也迎了上去。他和徐平安两人把所有的黑衣人都给拦下了。徐梦贤的双眼被眼泪给迷住了，他难受地看了一眼被黑衣人包围住的大哥，哭着转身朝前方黑暗跑去。他在这只能拖累大哥，他要回去找人救大哥。放开我！表小姐，我不想伤害你，所以你不想受伤就别挣扎了。我呸！别在我这假惺惺！今晚这一切，你们是冲着我大哥来的，而且这一切都是我外祖的意思，对不对？说，你们想对我大哥做什么？韩大山，放开他！你敢伤他，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大哥，你不要管我了，你快走，他们要对付的是你，是外祖。想要命就闭嘴，别逼我动手。表少爷，不想表小姐出事，你自我了结。你自我了结后，我就放了表小姐。哥，保重，还有对不起。说完，用力撞向韩大山，带着他一起滚下了身后的山坡。小贤！徐无厌大惊，连忙冲过去要救人，但却晚了一步，而他身上也被追过来的黑衣人划了一刀。徐无厌一刀反扫，逼退黑衣人之后，立即纵身一跃，朝下面冲去。少爷！徐平安大惊，等他解决了黑衣人，冲下去要救人的时候，却没找到人，他不得已回来找人帮忙。徐平安说完之后，现场静默。徐平安，你留下来养伤，其他人跟我出去找人。谢月，你和我娘留下，别去添乱。我能帮忙的。不行，待在这儿守着咱们的东西，说有不老实的不用客气。少夫人，我的伤都是小伤，已经包扎好了，我没事，我和你们一起去找，我带路，还能节省一些时间。你确定真的行吗？是。走。随后带人朝屋外走去，不想刚踏出房门，便见到了站在院子里的老魏。魏爷，行个方便，我男人遭人追杀，现在下落不明，我要带人去找他。冒失莫出发，没回来，全按逃犯处理。好，林默点了点头，带着人踏着夜色快速朝外走去。老魏眼底闪过一抹暗芒。魏哥，你怎么还没睡啊？刚才是有人出去了吗？回去睡了。是啊，这一趟活好累啊，天气又异常的冷，若不是被尿憋醒，打死我也不起来。以后还是睡觉之前不要喝这么多水了，
这种天气半夜起来太遭罪了。谁让你喝这么多？钱正昌呢？我起来的时候他就不在自己的床铺，我现在回来了他也不在，我上茅房的时候茅房也没见人呢，大晚上的跑哪儿去了？魏哥，我要不要把门锁上啊？小六，别管他了，是你的，门就不要锁了。少夫人，少爷他们就是从这里下去的。许平安把他们带到他们之前打斗的地方，而地上依稀可见几具身穿黑衣的尸体。一会儿下去分开找，找到人就出声提醒。山坡很陡很高，几人走得很慢。山坡的下面是一条沟渠，庆幸的是现在是冬天，里面没有水，只有少许的积雪，而积雪上面的痕迹很凌乱，看得出来曾经有人在这活动。二小姐和韩大山是从这里滚下来，随后就往这边去了。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片山林，分散找，注意安全。李默看了一眼大口喘气的徐平安，让他在这休息，不用跟着他们去找。看到他想说话，你要是想把命留在这儿，我不拦你；若不想死，就老实的休息。找到人，我们回来叫你。平安，听少夫人的，你在这儿休息，我们去找少爷就行。徐平安点头同意。众人分开去找人的时候，徐大鹏想跟着李默，却被李默拒绝，让他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去找。天快亮了，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必须要尽快找到人。李默选了一个方向，举着火把往前走，找到许无厌，他大概想掐死他吧。知道韩家人想要暗算他，还掉以轻心，不是找虐是什么？许无厌，许无厌！他不知喊了多久，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听到前面传来微弱的哭声和回应声。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忍不住加快脚步，但走了没多远，扑鼻而来的血腥味让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好多死人啊，全都是黑衣人，目测超过20人。嫂子，是你吗？你快走，别过来，有危险！驿站里，林默带人走后，徐宪瑜就再也睡不着。他坐在炕上，怀抱着木棍，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房门方向。只要外面有一丁点的声响传来，他都会忍不住伸长脖子张望。不管旁边的柳英等人怎么劝，他都不肯躺下休息。娘，你别劝小玉姐了，现在姐夫和他妹妹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小玉姐睡不着很正常，你赶紧睡，我陪着小玉姐等就行。小玉姐，你别担心，我姐夫你哥他很厉害，他不会有事的。两人一直坐着，有一搭没一搭的小声说话。天亮了，他们还没回来，怎么办啊？哎，大小姐，你要去哪里？金嬷嬷，我去外面看一下。今日就麻烦你和英姨收下东西，然后搬上马车。小玉姐，你等下我。林硕，你留下来照顾你娘，我去找他们。不行，小玉姐，我姐说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们都不能离开驿站。你若是去找他们，出事了怎么办？或者是你刚去找他们，他们就从另外的方向回来，你们又刚好错过，你说这要怎么办？可他们还没回来，而且很快就要出发了，那你说我们要怎么办？等。林硕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与他年纪不相符的成熟，我们要为他们拖延时间。好。而就在此时，韩云峰走了出来。徐建宇一看到他，双眼立刻充满了敌意地盯着他。小鱼啊，不认得二舅舅啦？你想干什么？韩家人没把他们当亲人，大哥之前这么说的时候，还觉得大哥是不是过分了？但昨晚徐建宇双眼一寒，他大哥说的没有半点错。想不想把你大哥他们找回来啊？快要出发了，他们要是再不回来，就要被认定为逃跑，成逃犯了。徐建宇心里突然升起了一股不好的念头，大哥和嫂子他们被吸引走，可能这只是一个开始，韩家人真正盯上的人怕是自己。徐建宇心里凉了半截，嘴角勾起一抹自嘲，这就是他的亲人。说吧，你的要求。小鱼啊，我一直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看看你反应多快啊！只要你在上面写上你的名字，盖上你的拇指印，我立即让我韩家的人出去帮你找人，多我韩家的人帮你找，很快就能找到他们。这是认罪书，小玉姐你可不能乱签。小王八犊子，这与你有什么关系？滚！再多管闲事，我让人弄死你！你们曾经也想让我大哥签字，但我大哥拒绝了，对不对？哼，没错，他就是个脑子不会转弯的，签了韩家没事儿，自然会保住你们三个。毕竟你们三个是我亲姐的孩子，我还能不管你们？别学你哥，我跟你说啊，你签了名字，不但能救回你哥和你妹，而且
你也能做回像以前一样的千金大小姐，不用被流放，不用再吃苦受罪，多好啊！来，小玉乖啊，快来签字，签了字啊，一切就能恢复到从前，你也能过上好日子，天天吃香喝辣，不用像现在饥一顿饱一顿。你想穿绫罗绸缎，二舅舅给你买；你想要韩翠阁的首饰，我也给你买。所以昨晚发生的一切都是你们计划好的，先是哄我妹出去，再骗我哥他出去找人，就连我嫂子他们出去找人，也在你们的计划里面，对不对？而你们做这么多，目的就是想我落单，我没说错吧？不然呢？谁叫你哥冥顽不灵，守着名声有什么用？命都快没了，都不知道变通。真的到了流放之地，我们两家都要完了。小鱼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知道怎么选对你们最好，对不对？当然了，给我吧，我签字当二舅舅。你可要记得你刚才答应我的事情。徐宪瑜眼底闪过了一抹暗光。徐宪瑜，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你签字的后果？你会彻底毁了安平王府的名声，你爹和祖先会成为被人唾骂的奸人。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爹、你大哥他们吗？滚！小王八蛋，给我滚！再废话，我弄死你！宪瑜啊，你不要听他的话，你放心，你二舅舅啊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你签了字，我立即让人去给你找人。回到京城后，我立即给你买好吃好喝的。见徐宪瑜点头，韩云峰立即笑眯眯的把手中的认罪书递给徐宪瑜。小鱼啊，你别怕疼，咬破手指，用血写上名字就行。韩云峰激动的有些手抖，这字一签，他们就要脱离苦海了。徐宪瑜双手拿着认罪书，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同时，双手一动，嘶的一声，认罪书被撕成了2份，紧接着是4份、8份。韩云峰瞪大了双眼，呼吸一下子也变得急促。你竟然撕了！对，我大哥不会做的事情，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做？因为我是女流，所以觉得我好糊弄。韩家人欺人太甚，他爹说过，人可以死，但不能没有风骨。他们徐家人不惧死，因为他们问心无愧，让先祖蒙羞的事，他徐宪瑜宁愿死也不愿意做。谁让你撕的？我就只有一份而已。徐宪瑜，谁让你撕了？你找打！小玉姐小心！林硕想都不想，直接扑过去替他挡了这一巴掌。林硕，你没事吧？没事。你惹怒了我。哼，怎么你还想打我不成？对。下一秒，他一棍朝着韩云峰打去。徐宪瑜的这一棍正中目标，打得韩云峰嗷嗷叫唤，但他没有停手，继续挥着棍子狠狠地朝韩云峰的身上招呼，把这一段时间对韩家人的不满全部发泄在他身上。韩云峰吃喝玩乐就行，打架绝不行。这样的一个大男人被徐宪瑜打得原地蹦跳，一旁的林硕看呆了。原来温柔的人被激怒之后也可以这么凶，这么可怕。小鱼姐这会儿是真的凶，有点吓人啊。这一幕吸引了不少人围观，同时也把韩家其他人给引来了。徐宪瑜这才停住手。动手，给我狠狠地揍这死丫头！快！哎呦，疼死我了！那个不要命的，大清早就给老子闹事，想死是不是？魏爷，这死丫头打他舅舅我哟，还好意思跟老子告状？为一个小姑娘的，还好意思说出来？你要脸吗？说完，一鞭子朝他打去，疼得韩云峰再次嚎叫。再给老子惹麻烦，老子先杀了你！都给老子散了，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等人都散了之后，别给老子惹麻烦，听到没有？给老子惹麻烦，没你好果子吃。怪不得嫂子喜欢以牙还牙呢，这滋味怪好的。抽打了韩云峰一顿，他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怎么办？快没时间了！一旁的林硕也是眉头紧皱，急得在原地走来走去。小玉姐，你别担心，我有办法了。而韩家这边，你这个废物，一点小事都做不好。不知自己的斤两，竟想顶替自己的位置，愚蠢！爹，你打我？我打你打谁呀？啊！你这个蠢货，让你去让徐宪瑜签字，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还把认罪书让他给撕了，你是猪吗？爹，你别侮辱猪了，猪挺聪明的。韩玉说：“你才是猪，你全家都是猪。”哼，我全家也包括你。够了！韩老爷子气得头晕，
2个孽子只会窝里斗，其他的什么都做不好。爹，那现在怎么办？韩老爷子深呼吸一口气，在原地跺脚走来走去。爹，再不想办法把认罪书给对方，我们之前做的一切努力就要白费了。爹，你快想想办法呀！吵什么吵？没看我正想呢吗？吃钱干什么去了？现在急有什么用啊？而就在此时，老魏出来了，给众人1个时辰的时间去酒泉镇上补充物资，1个时辰后不回来的，全按逃犯处理。还有1个时辰，没了那认罪书无所谓，现在想办法抓住徐宪瑜，逼他写下血书。用血写的认罪书比毛笔写的认罪书更有用。但刚才一打草惊蛇，想抓他就范恐怕都有些难啊。那臭丫头狠起来好狠。韩老爷子瞪他一眼，还不是因为他废物，一点小事都办不好，还想做韩家的主事人，妄想。让玉龙他们过来吧，只要把那臭丫头抓来，我有办法让她写。听到老魏说1个时辰后再出发，徐宪瑜松了口气。你做的？林硕点头，也没有隐瞒他，一五一十的说出来。简单一句话，拿钱开路。他找了穆老帮忙，让穆老去贿赂老魏，理由想到镇上采购一些吃的。你为什么不自己去？你刚打了你二舅舅，给他惹了麻烦，他正在气头上。我去的话，10有8九会拒绝。但穆老不一样，穆老他们没惹过麻烦，而且之前借差他们感染了风寒，穆老给过他们药，所以他们会给穆老几分面子。徐宪瑜朝他竖了个大拇指，聪明。没，我姐教的。徐宪瑜羡慕嫂子是个聪明人。小玉姐，我发现韩家人的目标是你，现在他们的诡计失败了，肯定还会想办法逼你就范，所以现在你得藏起来，不让他们找到你。不行，他得躲起来。认罪书是万万不可能写的，这事关徐家100年的清白，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泼脏水。徐宪瑜双眼一亮，朝着林硕挥了挥手，示意他靠近。行，就这么办。小玉姐，你这招可以。而林默这边顺着声音寻了过去，看到浑身是血的钱正昌坐在地上，虎视眈眈地盯着躲在石缝里的兄妹。此时兄浑身是血，昏迷不醒，而妹妹拿着一块石头，虎视眈眈地盯着对面拿着刀正坐在地上大口喘息的钱正昌。嫂子，你快走，去找其他人来。我不是喊了让你不要过来吗？你快走，这里危险。刚好徐家人一锅端了。说完摇摇晃晃地用刀支撑着身体缓缓站起来。林默鄙视，就这垂死挣扎的样，还想说是自己，当自己是软柿子很好捏。林默呆住了，看着徐梦贤手举石头，气势十足地朝钱正昌冲去的样子。这徐梦贤吃错药了不成？不怕死？姓钱的，我跟你拼了！他咬着牙，恶狠狠把自己手中的石头朝钱正昌砸去，正中目标。没有防备的钱正昌被砸中之后，身体直接朝着地上倒去，1下2下，我去！徐梦贤，够了，再砸下去，他要死了！我打死人了。还有气没死呢，他更想说死了活该，但是怕徐梦贤会被吓坏，毕竟他年纪小，经历的事情也少。没死啊！嫂子，好吓人啊！吓死人了，我以为我要死了。太好了，嫂子你来了，我好怕。林默身子一僵，他很想把人一巴掌给打飞了。丫的，你抱着我干什么？我跟你很熟吗？可别忘了，你还联合外人砸了我的头，这个仇我记得，我可忍不了。林默嫌弃的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扯开。嫂子。徐梦贤睫毛挂着眼泪，可怜兮兮的看着他，他想抱抱他，他害怕，想你哥死，就跟我在这浪费时间。哥！徐梦贤如梦初醒，尖叫着爬起来朝石缝冲去，他竟忘了身受重伤的大哥。林默看了一眼满脸是血的钱正昌，这才转身朝徐无艳兄妹走去。徐无艳伤得很重，她身上的伤很多，而伤口上流出来的血浸透了旁边的衣服，这么一看就跟一个死人一般。嫂子，我哥他……别说话。林默打断他，然后蹲下身去查看。他现在一点都不想听徐梦贤的声音，他的声音让自己头大。去那边弄一点干柴过来，烧个火堆，快！林默动手解开徐无艳身上的衣服，准备给她身上的伤上药。衣服解开，露出她精壮的上半身时，林默红了脸。徐无艳，我没想占你便宜，
我是想帮你包扎伤口。你一定不要多想。看到他那精壮上半身所展现出来的曲线与肌肉时，不得不感叹，这男人跟女人就是不一样。看看人家身上这结实的肌肉以及迷人的线条，还怪好看的。男人的身体都这样吗？但想到沈青云他们舔着的大肚子，林默撇了下嘴，他错了，肯定不一样的。嫂子，我回来了。刚才在做什么？我竟然看着徐无艳的身体在胡思乱想。要不得。林默深呼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扔给徐梦贤一个火折子，让他在旁边升起火堆，而他则是动手给徐无艳包扎伤口。嫂子，对不起啊，我之前那么对你，还帮着外人伤害你，我对不起你。一句对不起就想让我原谅你，会不会想太多啊？说完抬头看了眼天色，心里一沉，完了，过时间了。我知道，没时间了，走。林默没心情安慰他，让他帮忙扶起徐无艳，然后背着他准备离开，却不想这会儿满头是血的钱正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没我允许，你们一个都不许走。嫂子，你背着我哥离开，我拦着他。有了之前的经验，徐梦贤现在已经没有之前害怕了。林默抬头看了一眼徐梦贤，嫌弃，明明害怕的浑身发抖，还故作坚强站在自己面前。钱正昌，你的仇人不是我们，你若是想死尽管来，我成全你，但你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你确定你是我的对手吗？说完伸出一只手拿过徐梦贤手中的石头，一个用力，石头瞬间碎成了几块。徐梦贤瞪大了双眼，一脸的不可思议，他嫂子这么大力气的吗？钱正昌脸色沉了下去，他忘了这女人力大无比。看到了吗，钱正昌，我真要弄死你，轻而易举，想死尽管来。所以你们更该死。钱正昌，你的妻儿已经死了，你不想知道是谁杀了他们吗？你说什么？你该给你家里面去一封信的，钱正昌，你为他卖命，但他却在你出京城的时候让人杀了你全家。你撒谎！你是不是觉得我在骗你啊？钱正昌，你是在为皇后卖命，皇后让你来杀掉安平王府的人，对不对？这事很隐秘，就3个人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是谁？你管我是谁？钱正昌，你只要知道我杀你很容易。我告诉你，你妻儿被谁杀了，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看你们窝里斗，我坐生于利。你怀疑我的话，你可以找皇后身边的容嬷嬷对质，就是她找的人去杀你的妻儿。说完，他背起徐无艳直接离开了。徐梦贤紧张，拿着石头边退边盯着钱正昌，直到走远，见他没有动静之后，徐梦贤这才放下心来，转身追上林默。看着背着自己大哥还健步如飞的林默，他脸上露出了羡慕之色。这个嫂子很不一样，有空看我，不如走快一点。走得慢吞吞的，还左顾右盼，也不怕摔倒。好。下一秒，重物落地的声音，听到声音，林默连忙回头去看，这才发现徐梦贤摔倒在地，他没忍住扯了下嘴角，差点怀疑自己是乌鸦嘴了，幸好没说出来。徐梦贤，起来，我们没有时间了，再浪费时间，我们就要被当成逃犯处理了。徐梦贤，林默这才发现不对劲儿，连忙把背上的徐无艳放在一边，然后折返回去检查徐梦贤，发现他竟然晕过去了。一摸额头，入手滚烫的温度让林默忍不住骂娘：该死，自己与他真的是八字相克，碰到一起准没好事儿。他们在赶时间，他给自己晕倒，给自己添麻烦。他利落地从空间里拿出治疗风寒的药丸和水囊，然后动作粗鲁地给他喂下去。真是欠你们兄妹的。收拾好东西，单手抱起他，朝一旁的徐无艳走去。看着昏迷不醒的兄妹二人，不管了，没时间了。林默弯腰，一边扛起一个，大步往前走。韩启沉着脸，一把推开守在马车旁的林硕，让开，我要找我表妹。她不在马车上，你不准过去。她不在马车能在哪儿啊？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驿站，都没找到人。大哥，你别被骗了，徐宪宇肯定是在马车上。小子，滚开，不然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啊！小雨表妹，我是你齐表哥呀，你快出来，表哥找你有事。可惜不管他怎么喊，马车方向却没有任何动静传来。我说了，他不在马车上就是不在。你们这么想上马车，是不是想抢我们的吃食？我告诉你，妄想，我们的吃食是不会给你的。哼，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没见过世面？
谁知道你们？毕竟你们这么久没吃过肉了，刚好我们马车上有肉，你想借找人之故，实则行小偷之行为，也不是不可能。大哥，别跟他废话，他们就4个人，我们这么多人，直接冲上去，我就不信上不了马车。哼，徐宪瑜，你躲得了吗？他躲过去，自己等人就惨了。闻言，其他韩家人也跟着蠢蠢欲动。林硕少爷，你让开，他们想看马车，就让他们看。但他们若敢弄乱我好不容易叠放好的行李，以及敢拿我们的吃食，老婆子我绝对不会放过他。齐嬷嬷说完，直接往前一站，让出位置。别说身材魁梧的他，往前这么一站，还真有那么几分吓人。好吧，马车上有没有人，你们自己看，别当别人都跟你们一般龌龊，不要脸。韩琦立即走过去看，空无一人的马车车厢里，后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各种行李，高度直接到车厢车顶。而他们要找的徐宪瑜根本不在马车上。韩琦朝韩玉龙摇了摇头：什么不在？会不会藏在这些行李后面啊？想到这儿，他立刻要上马车去翻。这是我好不容易才叠放好的，你要是弄乱了，你就负责给我叠好。韩玉龙身体一僵，只能放弃下马车。他根本就不会收拾这么高难度的叠放，他可做不到。臭小子，说徐宪瑜跑去哪儿了？快说他在哪儿，我有急事要找他，听到没有？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你凶你丑你恶毒吗？找死！说完，就让他的兄弟姐妹动手揍林硕。下一秒，齐嬷嬷和云嬷嬷拿着木棍走到林硕身边。谁要动手？齐嬷嬷，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可是徐家的表小姐，你敢这么对我？你可别攀关系，就你韩家做的那些恶心事儿，谁想认你们这些亲戚？我警告你们，敢碰我们的人，老婆子我打死你！想到下落不明的少爷和二小姐，齐嬷嬷早就憋了一肚子的火了，而现在就巴不得韩家人动手，然后自己趁机揍他们一顿，为少爷小姐们出出气。你这个老东西！别吵了，找人要紧。大哥，现在一个奴才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行了，要说是个奴才而已，以后多的是时间。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人。可驿站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人。你说他会躲到哪里去啊？或许是外面。那还等什么啊？走，我们出去外面找他。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找不到他。哼，等抓到了他，绝对不会让他好过。林硕笑眯眯地看着韩家众人朝外走去，去得好。林硕少爷，他们到外面去了，那大小姐去得好，我还怕他们不去呢。呵呵，外面有大梨等着他们。齐嬷嬷，你就不用担心了。齐嬷嬷见他笑得开心，随即放下心来。林硕少爷和少夫人一样，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林硕含笑不语地看了一眼马车内，随后挪开，让他娘和齐嬷嬷他们要是觉得冷，就先上马车暖和着。这一提议遭到了拒绝。现在这么多事儿，他们怎么能安心坐着呢？林硕自然也没有强迫他们。而就在此时，驿站外面陆续传来惨叫的尖叫声，有男有女，而其中一女的特别的尖锐。林硕听出来了，是韩玉龙的。很快外面乱成了一团，随后吵闹声、尖叫声往驿站方向移动。很快韩家众人狼狈地冲回到驿站内，只是这狼狈不是一丁点的狼狈，而是很狼狈。不少人身上沾染了烂菜叶和泥土，其中有几个被人搀扶着，单脚着地，而且空气中隐约闻到了血腥味。林硕幸灾乐祸，数了一下缩起来的脚，一共有5只猪蹄儿被夹了，5只夹子全中。没辜负夹子们这次的牺牲，成果非常的棒。是你搞的鬼，是不是？你在说什么？我还想问你们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看着有些惨？韩琦一脸铁青。他们出去之后，在左手边方向捡到了徐宪瑜的手帕，随后沿着左边的方向去追。不知谁踩到了一块板，木板上腐烂的落叶全都朝他们身上飞去。众人被吓了一跳，纷纷往两侧躲。更离谱的是，两侧竟然藏有夹子，倒霉的人脚直接被夹住了。外面的夹子是不是你们放的？手帕也是故意放在那儿引我们过去的，对不对？证据呢？没证据的事情你最好别胡说。对了，夹子是小鱼姐拿走的，她说要去捕猎抓野味，等我姐夫回来吃。没想到夹到了几个倒霉鬼，没捕到野味，小鱼姐怕是要不开心了。韩琦气得脸扭曲，动手就要打林硕。你想做什么？好，很好，我看你们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你们想等他们回来，想拖延时间是吧？我告诉你们，他们回不来了。现在快到时间了，你们就等着全被判为逃奴吧！你们谁说我们回不来？姐，你们回来了。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嫂子，看到徐宪瑜从马车上下来，韩琦脸一下子白了。他们都被骗了，徐宪瑜就藏在马车里。嫂子，看到昏迷不醒的妹妹和浑身是血的亲哥时，嫂子，他们死不了。林默把徐梦贤交给秦嬷嬷他们，让他们把兄妹二人送上马车，然后让徐大鹏去请穆太医，让他过来看一看徐无艳的伤，大家都放心一点。至于徐梦贤嘛，累加感染了风寒而已，给你1刻钟的准备。林默扫了一眼韩琦离开的身影，转身进了厨房。再出来时，他手中多了一根趁手的木棍。今日谁都别想阻止他发疯，道德什么的他没有，发疯使人快乐，他今天不快乐，需要发泄。穆太医，马车里的2人麻烦你了。小事，我都没感谢少夫人这一路的帮忙，还有少夫人以后喊我穆大夫就行。看着穆大夫被徐大鹏小心翼翼扶上马车的身影，林默眼底闪过一抹内疚。上辈子穆家并没有被流放，这辈子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因为他伤了前皇后的脸，穆太医被皇后招来看伤，穆太医只说了一句这伤好了之后会留疤，疤是去不掉的，惹怒了前皇后，因为他的话等于宣告了皇后毁容了。他一怒之下便让人打他一顿板子，然后以在其位不谋其事为罪名把他给抄家流放了。这些都是他这几日和穆老走近了才知道的。林默对穆家人多多少少有些内疚，所以这几日对穆家就多了几分照顾。默默，你拿着木棍做什么呀？娘，这事你别管，你好好休息，可能今日你得走一段路。没事儿，别人能走，娘也能走。默默，咱们别惹事，有些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好不好？娘，有些能忍，有些不能忍，我们若是忍了，接下来的路程怕是不得安宁。说完，抬头喊来徐平贵他们4个，然后带着他们朝驿站内韩家人所在的地方走去。娘，你别管这些事儿，姐自有分寸。韩家人太过分了，你看到姐夫身上的伤没有？他们是想要姐夫的命，若不趁现在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怕了，接下来真的会麻烦不断。可我怕。娘，前怕狼后怕虎的，有什么用？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一切有我姐和我。柳英一脸错愕地看着林硕，他儿子跟他说话加重了声音。林硕懊恼，放松声音，小声安抚他娘。你们都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娘以后啊就不管你们这么多了。什么？他们回来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徐无艳可不好对付。对啊，是他们这么多，最后白费功夫，太膈应人了。爹，你说现在怎么办？他的命怎么那么硬啊？小时候弄不死他，现在也一样。韩大山和韩平2人身手最好，他都已经派出去帮忙了，再加上对方安排的人，竟然还奈何不了他，可恶啊！都盯着我看做什么呀？你们都没脑子吗？不会自己想办法吧？爹，徐无艳从不是个好说话的人，这次他吃了这么大的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还是尽快想好应对之策才是。别急，我替你们想好了应对之策。应对之策我替你们想好了，我打你们一顿，算你们负荆请罪。动手！说完脸一冷，举着木棍冲向一脸呆滞的韩家人，他见人就打，而且手下不留情。韩家人没有无辜之人，从老到小都一个德行。徐平贵等人紧随其后，片刻之后，杀猪声四起，韩家人被打得抱头四处乱窜，场面彻底失控了。韩老爷子被这一幕给气得双眼发黑，胸口发疼，忍不住地捂上了胸口，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住手！都给我住手！林默，你这个恶妇，你给我住手！他们都是你的长辈或晚辈的，你怎么……被点名的林默打得更凶了。长辈，哼，就他们也配？为老不尊的，打！晚辈，没有半点手足之情，更该打！林默手一抬，一个横抽出去，直接把韩云峰打倒在地，随后一脚踩上他的后背。韩老爷子一见他朝自己走来，立刻紧张地往后退。你想做什么？我可告诉你啊，我可是他们的外祖，也是你的。哼，倚老卖老。林默冷笑，最讨厌这种倚老卖老的人了。
他举起手中的木棍，毫不犹豫地朝他喋喋不休，现在还想以长辈身份压他的韩老爷子一棍子打了下去。爹，你怎样了？哎呦，我操，真狠啊！这么老的人他也下得了手啊？这一点都不尊老，恶妇泼妇！哎呀，可不是嘛，年纪轻轻的就这么凶了，谁敢惹他？这有什么？他一直都这般嚣张跋扈好吗？在长乐侯府时也这样，对沈家人啊喊打喊杀。没想到嫁到了徐家，竟然虐待徐家的亲戚。这女人不但没教养，也没道德。哎，别说了，再说他冲过来打我们怎么办啊？打得好啊，爽啊！他们忍着韩家人很久了，想到少爷的惨状，徐平贵恨不得冲上去杀了韩家人。徐平贵四人双眼崇拜地看着林默，几人互相交换了个眼神，那个意思是服啊！爹，你没事吧？你说我有没有事？动手，都给我动手，给我往死里打！打死这个目无尊长的贱人！去，把这贱人给我收拾了！爹，我不敢，这女人很凶，她连你都敢打，我上去的话，她肯定会打死我的。爹，你别慌，儿子替你去教训她，不过是个女人而已。贱人，敢打我爹，老子打死你！白痴，一个就知道吃喝玩乐玩女人的废物，也敢在我面前叫嚣！不揍你都对不起你自己送上门来。手中的木棍再次朝韩青燕打去，直到把人揍翻在地，林默才停住了手。来啊，这滋味够不够酸爽啊？要不要再加一点？一次酸爽个够！打老人，打长辈，你就不怕铁打雷劈吗？上天为什么不把你这恶妇给劈死？也不是先劈死你吗？为老不尊的老东西！现在是不是要说你要被我气得晕倒啊？也是，一些老东西呢最会装晕博同情，不像某些笨蛋被所谓的亲人差点害得要了命，也不敢吭声，最后还要被人骂凉薄没人性。我都替某些人臊得慌。徐家从今日起和你韩家断绝关系，从今往后老死不相往来。你韩家人若是再敢来招惹我徐家，动一下我徐家的人，就如这根木棍。林默双手握住木棍，一个用力，咔嚓一声，跟婴儿手臂一般粗的木棍断成了两截。你不过是个女人，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他没这个资格，那我有吗？夫人，辛苦已经委屈你了，接下来就交给我。他的夫人一心向着他，他又怎能舍得委屈他呢？徐无艳扫了他们一眼，目光看向了韩老爷子，他让人扶着自己跪下，朝韩老爷子磕了3个头。外祖，你为韩家，我懂，这3个响头，我替我娘还你韩家的。从今日开始，徐家和韩家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这徐无艳疯了吗？抛弃外家，这可是不忠不孝，要被世人唾弃。哎，可不是嘛，他媳妇儿还打他外祖，更是不孝。哎呀，你们知道个屁！什么都不知道就在这批判徐家。这徐家人呢，要是不跟韩家人断绝关系，就要被韩家人害死了。他们这是在自保。徐平贵，去把韩云峰的腿给我打断了。徐无艳，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把事情做绝的不是你们吗？要杀我一个不够，还要赔上我徐家祖辈的名声，为你们韩家人铺路。你们怎么就没想过给我们留一条活路？你怎么就不说你们把事情给做绝？我错了，别打我，这不是我的主意，都是我爹他们的主意，与我无关啊！你们还傻站着干什么？快去拦下他呀！快啦！众人惊悚，来真的呀，不是开玩笑的。又在给老子聚众闹事，想找死是吗？再有下次，我要的可不是一条腿而已，而是命。好，很好，徐无艳，我还真是小瞧你了。老魏一走近，手中的鞭子立即朝在场的韩徐2家人卷袭而去，顿时又是一片鬼哭狼嚎。徐无艳狼狈地护在林默面前，随后扭头看向他：“你没事吧？”林默摇头：“很好，又给老子惹麻烦，一个两个都当老子说的话都是说的好玩而已，是吧？”这一次没有任何的犹豫，挥起手中的鞭子，狠狠地朝他们打去。这群王八蛋就是欠揍，自己这一次不打到他们听话，他就不姓魏。惨叫声四起，
老魏停手时，现场哀嚎声一片。再给老子惹事，老子弄死他去！既然不爱休息，那就立即出发。你没事吧？林默伸手扶起用自己身体挡住自己的徐无厌，他自己都身受重伤了，为什么还要挡在自己面前呢？没事，死不了。你呢？徐无厌强忍着疼痛，双眼紧张地看着他，看到他摇头，才松了一口气，说：徐大鹏，扶我回马车。他想自己走回去，怕是有些难了。我来抱。林默朝徐大鹏摇了摇头，伸出手直接把徐无厌抱了起来。夫人，你放我下来！天啊，让我晕过去吧。我力气大，没事的，别不好意思。你伤得重，走路不方便，我抱你走。说完，大步朝他们马车的方向走去。徐无厌有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但更想的是找个地方把头埋进去。他有一种没脸见人的感觉。看到众人眼神正诡异地看着自己，徐无厌干脆眼睛一闭，得，装死吧。徐宪宇也瞪大了双眼，这画面的违和感怎么这么强呢？角色调换一下，画面叫做唯美，现在叫诡异。大小姐，咱们也走吧。彭叔，你不惊讶吗？我已经淡定了。我们去找少爷时，是少夫人先找到的少爷和二小姐，当时少夫人一边扛一个。徐宪宇沉默了，一边扛一个呀，这嫂子可真不一般呢。沈青云双眼冷漠地看着这一幕，随后看了一眼狼狈的韩家人。他很庆幸一开始没有跟林默硬杠上，这要是硬杠上了，怕是也讨不了什么好。他真的是我所认识的那个林默吗？林默小心翼翼地把徐无厌放回到马车上，徐梦贤还在昏迷不醒，徐平安靠着马车休息。想笑就笑，夫人，下次我可以自己走的。哦，好。哦，对了，你怎么会被伤得这么重？小贤落入他们的手里，为了救他，我才受的伤。另外，我解决了黑衣人和韩家人时，已身受重伤。钱正昌从暗处偷袭，我拼尽了全力才重伤他，然后我自己也昏迷了过去。别担心，我看着严重而已，养段时间就会好。还有，昨晚辛苦你了。我没什么，只是刚才韩家那边的事，你不要怪我擅作主张才是。韩家是想踩死你们往上爬，如果不跟他们划清界限，我怕很难会活着走到流放之地，毕竟流放之路并不好走。我知道，我不会怪夫人，反而还想谢谢你。夫人做得很好，谢谢你。其实我早有这个想法，只是有些犹豫，你帮我下定了决心。而就在此时，驿站的大门外传来骂骂咧咧的咒骂声，是去镇上买物资的人回来了。看到这些人进来时都是空着手时，林默一点都不意外。上辈子他们也如今天一样去镇上买物资，却什么都没买到。哎，气死人了！这镇子的人有病啊，竟不卖东西给我们。是啊，不管我怎么求，他们就是不卖，有生意不做。他们在想什么呀？没买到吃的，那就只能等到下一个地方再买了。去买物资的人回来了，很快就要出发了。而就在他们出发时，钱正昌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钱正昌在看到他们之后，一个不知，直接倒地晕死。老魏看了一眼，让小六子把钱正昌扶到后面的马车，而他去请穆大夫给钱正昌包扎伤口。他伤得很重啊，魏爷，我不确定能不能救活他。你尽力而为，说是他重伤不治身亡，那是他的命，没人怪你。这2天你就在这盯着他。好。这钱正昌命还真够大的，都伤成那样了，还能走回来这儿。姐，你好厉害。你也很厉害，要不是你找穆老去拖延时间，我们可能就要惨了。我弟弟林硕长大了，也厉害了。姐，我哪有你说的这么厉害？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让姐姐对你刮目相看。小鱼姐才厉害。林硕有些兴奋，悄悄地把徐宪瑜做的事情说出来。你们做的都很好，他们这样子很好，懂得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在乎的人。姐，我刚才听到借差他们说是有人吩咐了，不让镇上的人买东西给我们，背后之人是冲姐夫来的。这件事情有多少人知道？借差应该都知道了。借差说这个事的时候是背着我们所有人的，所以其他人应该不知道。不要告诉任何人，知道了吗？徐燕，在看到他睁开眼睛扇动的睫毛时，林默有一瞬间的晃神，好长好翘的睫毛，比他的还长还翘呢。夫人。林默回过神来，把林硕听到的事情低声说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告诉你，因为如果处理不当，被人利用的话，徐家怕是会被孤立。夫人担心的对，此事若处理不当，的确会惹来麻烦。我想想怎么处理这件事。
夫人，这件事恐怕还得麻烦你。你说。许无厌的唇角轻勾，示意他靠过来，然后在他耳旁轻声说起来。林默张大了眼睛，他终于知道上辈子为什么这个事儿没爆出来了。他可真是够大方的。夫人，你没听明白吗？哦，我听明白了，我只是有些吃惊。夫人莫要担心，我养得起你。你想太多了，哼，谁让你养了？银钱我多的是。我说错什么了吗？姐，我姐夫怎么说？这事你先别打听，路不好走，专心赶路，别摔了。都给老子走快点，再走半个时辰就到今晚休息的地方了，别磨磨唧唧了，快点走。等到今晚要扎营的地方时，众人都愣住了。魏爷，这么破怎么住啊？对呀，这根本就没法住人呢，这地上全都是碎瓦片以及碎木，这跟在外面睡一觉根本没有多大的区别嘛。那我们刚才这么辛苦赶路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享有暖和的炕睡吗？对呀，累死人了，连个火坑都没有。就在众人吵吵嚷嚷的同时，林默已经带领着人占据了一个被封的地方，并且开始打扫。嫌弃可以呀，你们到外面睡去，有个地方给你们避风已经不错了，还在这给老子挑三拣四，真当这是你家？这地方脏乱，你们不会自己动手收拾？怎么等老子收拾好给你们住？不想住在这儿就到外面去，没人拦着你们。这些人还没有认清自己现在的身份，还把在京城中的那一套搬到这儿来，蠢不可及啊！看看徐家人，人家就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清形势，才会让自己在流放路上过得舒服一点。坐下休息。我可以帮忙的。你是想给他们添乱？他只会添乱吗？你不坐下还站着干什么？你在生病，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事，你去帮忙不是添乱是什么？对啊，小贤，你跟哥坐一块休息就行。傻丫头，我是你哥。哥，我以为你真的不管我了。傻丫头啊，以后别这么蠢，别什么人的话都信。我知道了，嫂子。你嫂子人很好，你之前做的太过分，害得她差点没命，你欠你嫂子一个道歉。我道歉了，嫂子没原谅我。你差点害了她的命啊！怎么，你一句道歉，她就要原谅你？徐梦贤，你想要她原谅你，那你就得用心去取得她的原谅，而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我知道了，我现在再去跟嫂子道歉，然后帮她的忙。我只是小感冒，不要紧，我也能帮大家做些事的。你疯了吗？那个贤表妹，对不起啊，我刚才是不是弄疼你了？抱歉，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私下里和你说几句话，怕你不愿意我才这么做的。对不起啊，我跟你道歉，你别生气啊。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还有我徐家和你韩家也恩断义绝，你别来找我。贤表妹，真的要这样吗？祖父因为你们已经被气倒了，生病了。我跟你说，祖父他就没想过要放弃徐家，放弃你们，他只是想等韩家脱困之后再救你们，不然我们两家就只能被捆绑在一起，永无翻身之日。这道理你懂的，对不对？所以呢，在他们眼中，我就是这么蠢吗？贤表妹，很简单，我想你帮我写一封信，就在这白布上面写。你若是不介意，可以划破你的手指头，用你的血来写啊。当然，我是心疼贤表妹的，自然是划破我的手指头取血更好一点，毕竟我是男人嘛。拿来。韩琦，你这个傻叉，你还真把我当傻子来忽悠是不是？逼我哥我姐写认罪书不成，现在又来骗我，我打死你这个无耻之徒！住手！住手！徐梦贤，你再不住手，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打，我跟你拼了！敢打我，不让你打我！韩琦，你再敢打我家人的主意，我弄死你！完了，自己打人的这一幕全被他给看到了。嫂子，我这次没有被骗，他想骗我，所以我才打他的。林默看他一眼，转身离开。啊，怎么就这么走了呢？嫂子，我要跟你道歉。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你的道歉我不接受。我知道，可我还是想跟你再次认真的、正式的道歉一次。嫂子，对不起，之前是我愚蠢，是我笨，不但伤了嫂子，还害得嫂子差点没命。对不起。说完了，林默面无表情地扫他一眼，然后转身就走。他转身的瞬间，忽然间又转回来了，看到他扬起拳头朝自己打来，徐梦贤瞪大双眼，如果让嫂子打上一拳能够消气儿，这一拳倒也划算。他心一横，直接闭上双眼，准备迎接这一拳。白痴。
哥说的没错，嫂子是个好人，而韩家人晦气。找我惹了麻烦，想找我出面解决？别想了，不可能，老子不会帮你解决任何麻烦。美酒要不要？别给老子惹事，老子罩不住。拔开木塞，老魏慢吞吞地喝了一口酒，就是这个味儿啊。魏爷，这您可就冤枉我了，我从不惹事。没事，滚蛋，看到你就烦。这次还真有事儿。酒泉镇的商铺为什么不卖东西给我们？原因魏爷应该知道吧？知道又如何？徐无厌让你来的。魏爷，明人不说暗话，这事一旦闹开，我徐家虽然受排挤，但对魏爷您来说也没有半点的好处。他们闹开来找徐家的麻烦，我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两方动手，魏爷自然头大。而且万一动了真格的，出了人命，死的人会更多，对上头魏爷您是交代不过去的，对吧？魏爷是聪明人，对方这么做显然就是想要弄死安平王一家，让安平王一家绝后。魏爷，您平心而论，安平王一家该受这样的待遇吗？不用给我戴高帽子，这事儿我不会管，但若是事儿闹大了，可别怪我不客气。魏爷，这事只要你们帮忙搞定，1万两就是你们的了。魏爷，我们也只是自保，1万两。安平王府还真是让人意外。这次抄家流放主打就是一个措手不及，几乎各家没反应过来就被赶出了家门，根本没有时间收拾银钱，所以他们身上基本上也没什么钱。但这安平王府现下却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银子来，看来世人都小瞧了这安平王府的底蕴了。你不怕我拿了这银子不做事？不怕，魏爷应该也不想我们鱼死网破。与您说句交心的话，我们只想活着到流放之地。你可以滚了。林默二话不说，直接转身离开。老魏依然在原地喝酒。小六子，出来吧。魏哥，我不是故意偷听的，我刚才在那边拉屎，谁知道你们刚好就在这说事儿。无妨，你去把兄弟们都叫出来，我有事要说。好的，魏哥。一回到屋内的林默看到这一幕，低声对一旁的徐无厌说：“好了，夫人辛苦了。”嫂子，喝粥。林默皱眉，一言不发地接过来，然后端着走到另外一旁去吃，主打一个懒的理你。接下来的几日，众人都是在赶路加缺吃的，情绪都变得消极的同时，心中也多了一股怒火。而林默这边情绪也变得焦躁。第5日傍晚扎营休息的时候，在没有领到窝窝头后，众人终于爆发了。什么？窝窝头没了？不是说好1日2个窝窝头吗？哎呀，对呀，现在连窝窝头都没了，陈曦想饿死我们吗？哎呀，不管，赶紧给我们窝窝头！你一言我一语，吵得跟个菜市场一般。短短几天的时间，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此刻站着身体都是摇摇晃晃的。老子让你们尽快赶路，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尽快到这儿，趁着天没黑，你们可以出去找吃的。老子警告你们，别不知好歹。大冬天的，去哪找吃的？草根怕是都没有。就是，明知道这一路没村子没镇子，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多点吃的呀？他们就是想饿死我们。我出去找吃的。徐无厌皱眉，他这2日情绪一天比一天的暴躁，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去帮嫂子。在看到徐宪瑜要去拿米煮粥时，徐无厌阻止了他。大哥，等你嫂子回来先，现在不要煮任何吃的。那我去附近收拾柴火。果然，最聪明的就是徐家人。出去找吃的林默被这么冷风一吹，烦躁的心也渐渐平静。他在慌什么呢？自己重生了，而且手里吃的多的是。他娘和弟弟不用再像上辈子一样去抢吃的，只要他们不去抢吃的，就不会丧命。他不应该因为上辈子的事而忧心忡忡。这辈子他已经努力让所有的事情都往好的一方面发展了，不会重蹈覆辙的。对，上辈子的事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嫂子，这能吃吗？他想干什么呀？这几天天天跟在自己身后跑，他又不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跟着自己全是给自己添乱呢。能吃，吃了之后，明日让你哥在这里给你挖个坑，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家。这玩意儿有毒啊！他踩了一脚，连忙追上林默。嫂子，你等等我跟你一起去找吃的。别烦我。林默懒得理他，双眼朝四周看着，寻找可吃的东西。这是林默，树根不能吃，草根才能吃。
别侮辱人家树根，树根有这么细吗？有些人呀，以为随便挖挖就能找到吃的，天真。哼，你们这是嫉妒我嫂子每次都能找到吃的回去，而你们不能。谁嫉妒他了？我是嫉妒他凶，还是嫉妒他恶毒啊？徐梦贤，我好意奉劝你一句，离他远点儿，免得被他教坏，以后嫁不出去。我嫁不出去关你屁事儿！哼，我嫂子就是在挖吃的，气死你们！要是不是呢？要不打个赌，要是他挖出来的不能吃，不能填饱肚子，你就把你今晚的口粮给我。好啊，要是我嫂子挖出来的能吃能填饱肚子，你要下跪给我嫂子道歉。好，拿我打赌，问过我的意见吗？嫂子，是他们狗眼看人低，我才……赌可以，但磕头就不必了。赌注就改成打一把柴火吧。韩四婶忽然心慌了，对方这般淡定，不会这藤下面真的有吃的吧？好，我跑，我用力跑。疼啊疼，你可得给我嫂子争一口气啊！嫂子，这块根茎好大，好像还不止一根。哼，这又不一定能吃，嘚瑟什么？徐梦贤看他一眼，没说话，加快了帮忙挖的速度。打脸，自己要狠狠地打他的脸。哎，你输了。谁说我输了？我们打赌的是他挖出来的东西能吃。哼，这个你确定能吃？这是葛根，你说能不能吃？你说是葛根就是葛根嘛，你少骗人。我来看看，这的确是葛根，可以吃。你输了，一把柴火，你要给我们收拾一把柴火。韩四婶没再吭声，灰溜溜的离开了。徐梦贤对着他的身影再次喊道，让他别忘了柴火。我就知道新嫂子吃香喝辣。谢谢穆老。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也是少夫人，旁人的话怕是挖到一半不见有东西就会放弃了。不多，穆老，你拿回去煮来吃，好歹能垫一下肚子。使不得，你们的人也多，这点啊都不一定够你们吃。差不多的，那这些算诊费。嫂子，这种粗重活交给我就行。这少夫人是好人呢。这韩家人就是不要脸，整天想占我们的便宜。可不是嘛，有些人呐，就是不要脸，只会欺负几个没了爹娘的孩子。云嬷嬷，你们太好了。不是我们好，是你嫂子好。记得以后好好听你嫂子的话，长嫂如母，你嫂子人不错。对，嫂子人好好，而且嫂子很厉害啊！我都忘了，嬷嬷你们先洗，我去讨要柴火，可不能便宜了他们。你有心事？有，但你帮不了我。他夫人是知道如何让人说不出话来的。你不说怎么知道我帮不了啊？夫人，你若有事可以找我。知道。接下来几日依然没有办法补给，我们现在的粮食不多，得省着一点，免得太惹眼。此事我已吩咐下去。还有，这个时候人心难测，你可别有恻隐之心，对自己有危险的毫不犹豫出手掐断根源，保护自己最重要。我知道。老祖宗，我家老幺饿得身体发软，我来找你，想跟你借一把米啊！你放心，等到下一个地方可以补给时，我买了米还你。没有。你怎么会没有？你们明明有很多米，我都看到了，还有一大袋呢。你为什么不借点给我们？你就狠心的看着他们饿死吗？你可是他们的老祖宗啊！你不能只顾着自己不顾小的，他们可都是沈家的未来。打住，老祖宗什么鬼啊？沈家的未来关他什么事啊？你信不信我一拳送你上天？老祖宗，抱歉，是我没管好我的夫人，让她冲撞打扰了您，您别生气啊。沈平奇，你喊我老祖宗？对呀，老祖宗，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为什么喊我老祖宗？你是我爹后娶的妻子，也就是我们的后娘，论辈分，你的确是我们沈家的老祖宗，这并没有错呀。而且长乐侯府现在你辈分最大，你就是当家的主母，你，老祖宗，我说错了什么，惹您生气了，请您别生气啊，有气朝我出就行，你可千万保重身体，别把自己给气坏了。你沈家还真是没脸没皮，当初我闺女被迫嫁给你们老长乐侯做继妻时，你们是怎么对她的？
皇上让你们沈家嫁义女给安平王世子，因为安平王世子可欺的名声，你们舍不得自己闺女儿，就逼她改嫁。她不同意，你们就拿我和我儿子来威胁她。现在又不要脸的贴上来叫她老祖宗。我问你，你们沈家又想算计我闺女什么？我告诉你们沈家人，有我在，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的。你们给我听清楚了。娘，您别生气，这事我会处理的。老祖宗，之前是我们年轻不懂事，做错了，我们磕头向您赔罪。对不起，你毕竟是我爹的妻子，我们理应喊您一声娘的，但怕您心里膈应，所以才喊你老祖宗。你在喊谁娘啊？是不是还要喊我一声爹啊？抱歉，我可要不起年纪比我大1倍的好大儿啊。这关系可够乱的，后娘改嫁了，所以后爹也算是爹，还真没毛病。林默从加入我安平王府徐家开始，就与你沈家彻底没关系。而且我若没记错的话，他加入我徐家的前一天，就与你沈家断绝了关系。断亲书还在户部有备案。他怎么知道断亲书的事儿啊？迟点和你解释。原来这就是内情啊！我还说徐无厌怎么会娶老长乐侯的继妻为妻啊？原来是因为圣旨啊！沈家人的吃相真难看，现在肯定是见人家有粮，不要脸的攀上来。哎呦，沈家刷新了我对无耻这2个字的认知。曾经年幼无知，做错事儿，现在就请老祖宗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我们就不在这儿惹老祖宗生气了。老祖宗，你若有事，尽管找我们。老祖宗，求你给我点米，让我救救我那2个可怜的孩子吧，他们真的是饿得不行了。老祖宗，我求求你了。你想做什么？你别在这里为难了老祖宗，我们都没东西孝敬老祖宗，你怎么还好意思跟老祖宗要东西？走，你跟我走。不，我不走。老祖宗，求你给我一点米，让我救救我的孩子。老祖宗，救命啊！沈家换套路了，示弱，怪不得之前让人送馒头呢。他记得上辈子这沈四夫人也是用这一招弄来了不少吃的给他的儿女，他儿女养得白白胖胖的，而别人家的孩子反而个个面黄肌瘦，软膝盖挨下跪是吗？别担心，沈家人蹦跶不了多久。他们不到自己面前来找麻烦，自己还可能会忘了他们的。他们来一蹦跶，所有的仇恨全涌了上来。他现在巴不得他们蹦跶的厉害点，自己才好收拾他们。他干嘛拉我的手啊？哦，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流放前一晚，其实在你来找我之前，我在户部见过你。当时我到户部查事情，你来找人登记断亲书。当时我觉得你很有意思，一个女子竟有勇气跟长乐侯府断绝关系。户部的人本想把你的断亲书先压着的，因为他们不想得罪长乐侯，所以你走之后，我便让户部的人立即把你的断亲书登记造册。徐无厌忍不住感叹，他当时真没想过他们之间还会有关系，只是觉得她一个女子难得有这样的勇气，所以便想帮她一把。现在没想到竟是帮了她自己。睡觉。徐无厌愣了，他夫人这是害羞了？哼，我不爽，你们也都别想好过。找了个无人的地方，一个闪身直接进了空间。果然做人就要不道德，瞧瞧这收获。哼，这空间对不道德行为的回应简直不要太好。大力丸、万能解毒丸、失声丸，大力丸那可是个好东西啊！现在有了多余的大力丸，该给林硕吃了。这样一来，他就有一些自保能力了。你怎么还没睡？在等你。蹲茅房久了一点，你不用等我，赶紧睡吧。看来以后做坏事的时候得小心一点了，不然一不小心就会被徐无厌察觉到不对劲儿，太危险了。看到尖叫着到处乱跑的沈家人时，林默眼底闪过一抹诡异。这些人是睡得多熟啊，这会儿才发现，几只老鼠就把他们吓成这样，那接下来呢？徐无厌一直观察着林默，他这夫人很有意思。他看了一眼沈家方向，有老鼠跑进来，有这么开心吗？行吧，总归一个，他夫人开心就行。这些老鼠怎么就刚好都跑到我们这里来了？谁知道，这些该死的老鼠都饿疯了吗？居然啃我的指甲吃，太过分了。好了，赶紧收拾东西，怕是一会儿又要赶路了。怎么会有这么多蚂蚁啊？有蚂蚁，好恶心啊！哎呀，蚂蚁，我身上好多蚂蚁，好多呀！哎呀，好多的蚂蚁啊！
他这一嗓子也惊醒了沈家其他人。等发现自己身上也有蚂蚁时，沈家个个加入了尖叫和拍蚂蚁的行列，彻底乱成了一团。老魏被尖叫声吸引过来，手中的鞭子立刻朝他们挥去，沈家众人吓得连忙后退。出发！吴爷还不能走，我家的东西还没收拾好。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别家都已经收拾好，你们家只顾着玩，你们自己不收拾，怪谁？谁玩了？这不是先有老鼠钻进来啃我们的指甲齿，后面又发现被子里和身上全都是蚂蚁，这才耽误了时间吗？都说了跟老子没关系。出发，落伍者逃犯处理。大哥，现在怎么办呀？能怎么办？走啊！那这些被子呢？要不扔了？扔了？那你今晚干什么？直接冻死吗？看什么看？都抱起来塞到马车上，等休息时候再整理，快啊！果然没道德之后，人也变得神清气爽起来。姐，你心情很好。然后学他向后看去。姐，我也心情好起来了。林默拿起自己的水囊递给他，同时也把大力丸递给他，让他吃。姐，这是什么？预防风寒的，吃。你昨晚和徐平贵在马车上睡的，没火，怕你生病。林硕没有任何怀疑，吞了药丸。姐，我吃了。他没有点破这个事儿，让他自己慢慢发现身体的变化就行。这几日他都是跟着徐平贵睡在马车上的，而在睡觉前，徐平贵会教他一些自保的招式。有了力气，就算招式练得不好也没关系，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计谋和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徐管家，你能教我赶马车吗？徐大鹏点点头，停下马车，让他坐到车辕处来。这种事我来教更好，夫人不介意我教你吧？谁教不是教呢？没什么区别吧？那就开始吧，你先抓住缰绳。彭叔，你笑得很诡异。傻小子，你彭叔我是开心，你姐和你姐夫多接触不好吗？多接触感情才会好，这就叫培养感情。彭叔，你真聪明，那以后我也要多制造机会，让我姐和姐夫待在一块儿，让他们好好培养感情。嘿嘿，如此可教也。等休息的时候，林默已经学会了赶马车。他扶许无厌下马车时，许无厌嘴角轻勾：“夫人，多赶几次，熟能生巧就行。你现在是会了，但还有生疏，需要多练。”扶他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你让人生个火堆，我去给你捉鱼烤来吃。好，夫人小心。许无厌示意徐平贵跟上，而在旁边休息的人见林默去找吃的之后，不少跟了上去。在他们看来，林默每次都能找到好吃的，跟着他说不定也能找到。林默，你不去找吃的吗？别钓鱼了，钓不上来的，快走吧。这水潭一看就没鱼，别在这浪费时间。哎呀，就是，快去找吃的吧，我饿得不行了。我去不去找吃的，浪不浪费时间，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你们饿得不行，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你们有这个时间在这对我指手画脚的，还不如自己去找吃的。少夫人，要不要我去教训一下他们？他们嘴巴太贱，太臭，欠收拾。不用。嘴长在他们身上，随便他们骂，反正我也不会少一块肉，全当没听见就行了。刚才骂骂咧咧的人，他记住了。哼，敢对他们少夫人不敬，都给他等着瞧。少夫人，这水潭似乎很深，会有鱼吗？你说呢？应该没有吧？没有。林默用力一拉，你看这是什么？徐平贵瞪大了双眼，有鱼啊！拿着，处理干净。上辈子就是在这儿，徐平安钓了很多鱼，所以没鱼怎么可能呢？等其他人被惊动赶过来时，林默已经和徐平贵各提着2串处理好的鱼往回走了。想要？老祖宗！哼！林默一脚把他踹翻。谁是你老祖宗？要脸吗？想吃鱼不会自己去钓去抓，整天想的就是不劳而获，谁给你那么大的脸？幸好我不是你们老祖宗，是的话真的要被你们的无耻给气死。哼，我的鱼就是喂狗，也不会给你。哼，喊一声老祖宗，就想逼我们少夫人对他们予取予求，做梦！不行，有空得找下沈家人的不自在才行。啊！林默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她那么多吃的，分一点给我们怎么了？她为什么那么自私啊？看到林默2人提着一大堆鱼回来，秦嬷嬷等人笑开了花。烤鱼还有熬个鱼片粥都不错，少夫人，这样安排可以吗？后面回来的徐梦贤看了一眼自己手中拿着的老的不能再老的野菜，眼底的羡慕怎么也藏不住。嫂子好厉害，弄了这么多鱼。
以后去找吃的还是跟着嫂子好了。嫂子，我帮你。徐家好厉害呀，又找到吃的了。鱼这么难捉，他们都能捉到，羡慕啊！就连不远处的老魏也分心的看了一眼林墨这边。徐家人这日子过得可不像是在流放啊。魏哥，这徐家的吃的比咱们还好。想吃就自己钓鱼去，不用羡慕。算了，我可不会钓鱼，要是他们给我们送几条来就好了。好香啊！我想吃烤鱼。不劳而获的事情，你倒是敢想。来，尝尝我烤的鱼。哦，这给我们吃的？尝尝。小六子想拿却不敢拿，双眼下意识地朝老魏看去。想吃那就拿，反正你小子就是个吃货。嫂子，找到点吃的不容易，你怎么一下子就把一半的鱼给了他们啊？结个善缘嘛。流放的路上，他们都得仰望着借差生活，能结交的话自然是结交的好，而结交好了，做什么都能方便很多。嫂子想的东西跟他们都不一样，真聪明。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在想，嫂子怎么这么聪明，而且会的东西也多。这有什么？如果可以，他宁愿不曾经历过那些事儿。许仙瑜有些错愕地看着林墨，他怎么忽然感觉他嫂子身上写满了故事呢？就在他想开口询问的时候，忽然旁边传来尖锐刺耳的尖叫声：林墨，我要你偿命！妇人是周家的一个小媳妇，姓赵，单名一个童字。林墨认得对方，这女人很护他这个儿子，所有吃的全都留给他儿子，自己经常饿得喝水充饥。赵童，我跟你没有任何交集，你一过来就对着我喊打喊杀的，真当我是泥捏的，没脾气吗？是你害死了我儿子，你这个杀人凶手！你这女人真是好笑，你儿子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推他下的水，不是吗？不管你怪谁，要不是你去钓鱼，我儿子就不会跑去抓鱼，他不去抓鱼就不会落水，就不会淹死。是你害死了我儿子，我要你偿命！杀人凶手，你还我儿子的命来！赵彤惨叫，重重地摔倒在地。你动我夫人试试？徐无厌，你也太过分了！她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刚丧子的女人，有必要这么狠吗？就是太狠了点啊！没半点同情心，就不能体谅下她吗？对，我是没同情心，我就是这么狠。你没有同情心，心肠软会体谅人。来，站在这儿，让他用头撞一下发泄。你是好人。对，说的就是你。来，站出来承认一下，是你害死了他儿子，让他精神有个寄托，顺便你做个大好人。你儿子死了，大家都难过，但这一切与我夫人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知道你儿子的死，你的责任最大，因为你没把他看好才导致他出事。你把脏水泼向第一个去钓鱼的人，不过是想减轻你的内疚感罢了。不，就是他的错。若不是他钓鱼，我儿子就不会去捉鱼。就看他为什么要去钓鱼？若是他不去钓鱼，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走，不要理这疯女人。你别走，你没我儿子的命来！你别得寸进尺，你自己的责任别推到别人身上。赵彤，你给我听好了，你儿子的死与我没关系，要说有责任，是你自己责任最大，是你没有看好你儿子。还有，你儿子落水的时候，旁边应该有很多人吧？在现场的人都冷眼旁观，眼睁睁看着你儿子被淹死，你不去找他们算账，找我做什么？哼，行啊，他们刚才不是讨伐自己这边冷血吗？现在就看看他们有多热血。林墨心挺冷的，那么多人竟然看着一个孩子被淹死，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人心冷漠成这样，真让人害怕。是啊，那么多人在旁边看着，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呢？他双眼朝周围的人看去，你这是祸水东引，想把祸推出去。对呀，你怎么能那么恶毒？这么冷的天气下去，岂不是会没命？谁不惜命？是他自己没看好孩子，要怪也只能怪他自己，关别人什么事儿啊？哼，没错，是他自己没看好孩子，孩子跑去水潭玩都不知道，他有什么脸怪别人呢？不应该先怪他自己吗？
这就是人性，只要涉及自己，就会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那水潭根本就不大，孩子落水时有人下去，其他人搭一把手，孩子绝对不会有事的。可惜人性凉薄。外出找吃的周家人急急忙忙赶了回来，他们带走了哭闹的赵彤以及赵彤儿子的尸体。这一幕闹剧总算是落幕了。嬷嬷，咱们别生气，他也是因为丧子之痛被气疯了才胡乱说话，你别跟他一般计较。唉，你还没做母亲，你不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有多疼，体谅下他丧子之痛，这事就算这样过了。林默心中的怒火原本散去了，被他娘这么一说，火顿时又来了。哼，果然是亲娘啊！林默真的想破开他的脑袋瞧一瞧，他到底都在想些什么。娘，粥好了，你先去喝粥。他娘有时候真的是是非不分。我怎么感觉自己力气变大了，一把就把娘给拉了过来，怪了。别气，你娘比较善良。你不用安慰我，我娘什么德行我知道。徐平贵，你去打听一下，当时在水潭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还有，注意打听一下，到底是谁怂恿赵彤来找我的？赵彤就是个疯批，若是想不开，揪着自己不放，自己必定麻烦不断。还在生气？没有，只是有些难受。唉，那还只是一个孩子，在旁边的人，只要有一个人下去，孩子就不会丢掉性命。别想了，人性经不住考验的。大冬天的，冷水里一泡，而且没有衣服换，必定会生病。这路上若生病了，就等于是一脚踏入鬼门关，谁都怕死。没多久，借差就来催他们赶路。周家人原本是想把孩子的尸体直接埋了的，奈何赵彤死死抱着不放，不管怎么打骂，谁都不能把孩子从他怀里抢走。别看了，不是你的错，别自责。你都说不是我的错了，我为什么要自责？我只是想到路途漫漫，现在就已经这么多事了，那接下来还会有多少事在等着我们？自己重生改变了很多事，像赵彤孩子的死，那孩子上辈子也是死了，但是是饿死的，是在走了2个月的时候被饿死的，但现在被淹死了。所以有些事情是改变了，但结局依然没改变。他现在有些担心他娘和他弟的结局也会如这孩子一般没改变吗？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担心没有用的，事在人为，你就忧虑过多。姐，我好像力气忽然变大了，你看。说完捡起一旁的小树枝，单手一个用力，树枝轻松的被他折断了。他捡起另外一根有婴儿手臂粗的树干，双手一个用力，树干也被他轻轻松松折断。我知道了，可能咱们祖上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被流放这么一逼就逼出来了呢。是吗？肯定是啊，你不能怀疑你姐我呀。还有这个事儿你得瞒着一点，别让别人察觉到，知道吗？好，好了，进去吧。还我，把孩子还我！周老三，你把孩子还我！赵彤，你别闹了，你儿子已经死了，你就让他入土为安吧。就是，你抱着个尸体进去，太膈应人了。你们放开我！我要我儿子，放开我！赵彤，你闹够了没有？儿子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你一直抱着他的尸体，他就能活过来吗？周元，你这个王八蛋，那可是咱们的儿子，你居然说得出这种话，你就是个无情的东西。我又不是只有一个儿子，还有谁让你不好好照顾他？是你儿子是很多，但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周元，你不是人，你不是人！姐，别多管闲事，这是别人的家事，你管了两头讨不了好，懂吗？而且还有可能被赵彤给怨恨上。赵彤就是一疯批，他可没忘了上辈子赵彤在他儿子死后做的那些事儿。周家因为他的报复差点死光了。这一晚过得很平静，除了被绑在外面呜咽的赵彤之外，其他一切正常。翌日，所有人都愁眉不展地继续赶路，不少人不时地伸手揉着肚子。而赵彤闹了一晚之后，今日终于安静了，没再吵着要他的儿子，像是已经认命了。昨晚找到的吃的寥寥无几，饿了一晚，早上又没吃东西，饿着肚子继续赶路，又有几个人是有力气的？上辈子走到这儿去找吃的借差，会带回来一些粮食，而也就是因为这些粮食，他娘和弟弟都死在了这儿。上辈子走到这里的时候，因为他生了病，他娘和弟弟是为了给他要一口吃的，才会跟着去抢，最后被沈家人当替罪羊推出去，活活打死。这些事情这辈子还会发生吗？姐，是要出大事了吗？林硕，
答应姐，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去凑热闹，知道吗？还有娘，也不要让她去凑热闹，有热闹的地方有多远躲多远。林硕虽然不解，但还是严肃地点了点头。林默松了一口气，上辈子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出现了，这会儿没有出现，应该事情已经改变了。可能他们今天赶不回来，他只要这2天看好他弟和他娘就行了，先熬过这2天再说吧。等到中午休息的时候，依然不见有借差回来，林默这才彻底松了口气，因为粮食已经不多，而要走出这里还要走4天。林默想了一下，便准备打着去找吃的名义出去转一圈，然后再找机会从空间里拿吃的出来。临走的时候，林默再三交代林硕，得了他的保证之后，林默这才放下心的和徐无艳他们一起离开去找吃的。他刚离开去买吃的借差就回来了，骑着马的2个借差，一人驮着2袋窝窝头回来了。知道有吃的了，留守的人都发出兴奋的尖叫声。等借差下马，刚把窝窝头解下来放地上，恶狠的人一哄而上，直接把人推开，直接开抢。儿子，咱们也去抢几个，有吃的了，你姐也不用到处找吃的，我们帮她分担一下压力。娘，不能去。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哎呀，你快放开我，再不去窝窝头就要被人抢光了，不能去。齐嬷嬷，你们也不能去。齐嬷嬷和云嬷嬷面面相觑，搞不懂林硕的意思，但是却很听话，没过去。林硕，你放手，那可都是吃的，去晚了就没了。哎呀，你快放开我，我去拿几个。娘，不可以去，会让你松手。你们都在做什么？给老子住手！惨叫声响彻天际，柳英脸色发白的同时，身体也恐惧地抖起来。刚才要是冲上去的话，那被打的人不就是他了吗？就这些借差，这不要命的打法，估计他撑不了几鞭的。林硕现在也是一脸的庆幸自己听了他姐的话，拉住了娘。而走出去没多远的林默，听到这边隐隐约约传来的惨叫声，身体一僵，该死的，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的，避无可避。夫人，林默冲回来的时候，看到的便是躺了一地的人。看着躺在地上痛苦哀嚎的众人，林默身体一个趔趄，小心！这些借差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人，打骂随心。我娘和林硕，不会的，他们不会有事的。看到趴着不动而且浑身是血的人，林默手脚冰冷。不会的，这些人里面没有他们，他们不在这里。夫人，你别担心，林硕是个机灵的，他们不会有事的。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别慌，有我呢，相信我，不会有事的。你去那边站着，我去找他们。他强硬地把林默拉到一边，然后转身去找柳英母子，同时还不断开口喊他们的名字。姐夫，姐，我们在这儿。林默紧绷着的心松懈了下来，这会儿才发现自己竟被吓得浑身乏力，迈不开步子。你们都没事吧？我们没事，只是我娘有些被吓到了。我也没事，就是被吓了下，我缓缓就好了，不碍事。林硕，去倒点热水，娘发热了。我这身体啊，真不禁吓，估计我得给你们添麻烦了。哎，这不能怪林夫人，刚才真的太吓人了，我都被吓了一跳。这些借差是真的往死里打的，那打人的狠劲儿真的很可怕。齐嬷嬷，你也别替我说好话了，都怪我。我见他们去抢窝窝头，我也想上前去抢几个，这样一来，你们也不用每天那么辛苦的找吃的。林硕这孩子不让我去，我就跟他吵了起来，谁知道就这一会儿功夫，借差就打人了，怪我承受能力太差，被吓到了。哦，还有，我们虽没靠近，但不知道会不会连累你们。娘，别说了，你先喝水吃药。岳母，你别担心，你们没参与，不会有事的。这一幕上辈子也发生过。接下来老魏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些窝窝头全部都烧了，然后揪出最先冲过来的人，杀鸡儆猴。上辈子沈家人跑得最欢，所以被人指出来之后，他们就把他娘和弟弟推出去，然后沈家人动手活活把他娘和弟弟打死。想到这儿，林默眼底闪过一抹寒光，这辈子他娘和弟弟都没有上前，他都要看看沈家人这次会牺牲谁。接下来的操作和上辈子发生的一样，众人看着被火烧掉的窝窝头，一个个发出惋惜声，他们只想有2口吃的，让自己活下来。没吃的，我的人日夜赶路去给你们买，你们呢倒是好样的，他们刚把这窝窝头拿下来，你们就一哄而上直接开抢，还把我的人打伤了。说是谁先动的手？众人面面相觑，谁都不敢说话。不说是吧？不说，
刚才参与抢窝窝头且被打的人，全部一起清算。是他们先起的头。没错，就是他们，是他们带的头。还是沈家人，那娘们抢的最凶。你们看我这女人好欺负是不是？所以就把脏水泼给我。你们还是人吗？我一个女人，我怎么敢做这种事儿啊？魏爷呀，你可别被他们骗了，他们说谎，太欺负人了。明明就是你说的法不责众啊！大家一起上啊！借差不敢对我们这样做的。没错，要不是你这么说，我们怎么可能敢去抢？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呐。就是，明明是你这女人害惨了我们。我这么说，你们就这么做？那我叫你们去吃屎，你们怎么不去啊？魏爷，你明察秋毫啊！我一个弱女子，我的话他们怎么可能会听？你可别被他们骗了。老子不是傻子，一个人说有可能假，但所有人都指向是你。你跟老子叫屈，把老子当傻子来耍，很开心。他大伯，救我呀！我没有。魏爷，杀鸡儆猴4个字堵得沈青云说不出话来。这该死的老魏不过是一个借差，竟然不给他面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别怪我，反正你肯定有办法自救的。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再替他隐瞒了，我还有1双儿女要顾，对不起。这女人是想把脏水泼向他娘啊！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是其他人说的。哼，鬼扯！明明就是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不是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呀？面对纷纷指责自己的众人，沈四夫人抬头，委屈地伸手擦了下眼泪。我只是想保护他，但这会儿我不能保护他了，我对不起他。我死不要紧，但我不能不顾我的孩子。我孩子若是没了娘，可怎么活呀？少在老子面前哭哭啼啼，说是谁？是柳英，吕墨的亲娘。这些话就是他说的。我刚才不说，就是想保护他。我们穿的相似，你们才以为是我说的。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林墨一脸寒霜，他早知道这女人会泼脏水过来，但真的发生时，还是忍不住的心寒。你放屁！一开口就是满嘴喷粪，你吃粪长大的吗？长乐侯府自称诗书礼仪传家，就冲你这喷粪的姿态，就知道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却是欺世盗名之辈。老祖宗，这真的是你娘说的？老祖宗，我2个孩子还那么小，你忍心他们这么小就没了娘吗？我也是没办法才把你娘说出来了，你不要生气，不要怪我好不好？魏爷，你应该也不想像个傻子似的被人糊弄吧？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还你一个真相。好，糊弄老子，老子会让他死得更惨。现在承认下场没那么惨，不承认，等你的谎言一句句被揭开，你会死无葬身之地。林墨捡起了一根木棍，往我娘身上泼脏水。哼！林墨一个用力，直接把手中的木棍给掰断了。这就是你的下场。这个白痴分明就是想拖林墨的娘下水。现在的林墨好惹吗？胆子肥的像他泼脏水？要不是他是沈家人，他真不愿意管这个白痴。老祖宗啊！林墨一脚踹过去，直接把人踹飞了。哼！我若真是你们这些王八蛋的祖宗，为了不丢人现眼，我会亲自弄死你们，送你们下地狱的。都是些什么败家玩意儿？众人紧张地吞了吞口水，这女子好狂啊，一言不合就动手。你怎么能打人？哼，不是喊我老祖宗吗？怎么子孙不孝，败坏沈家名声，我还教训不了你了？既然教训不了你们，你们舔着脸喊我老祖宗做什么？现在你给我闭嘴，不然的话我直接拿你来开刀。哼，你放心，我会温柔一点，多分几次来教你做人的。说完，抽出一根比婴儿手臂还粗的木棍走过来，众人惊恐，他不会是想用这根木棍教训人吧？沈四夫人脸色发白的看着拖着木棍朝自己走过来的林墨，那根木棍在地上拖拽所发出来的声音，如同直接敲打他的心脏一般，让他心脏不受控制的快速跳起来。他想打死自己。沈四夫人从他眼里看出了杀意。不，他不敢的，他肯定是想要吓唬我。别打我，我说的是真的。柳英什么都没说，
是我诬赖他，我就想拖他下水，让他帮我背锅。老祖宗，我也不是真的想陷害你娘，真的，我只是想自保。我知道，只要把事情推到你娘身上，你肯定会为了救你娘去求那些劫差。你和这些劫差熟，你开口求他们肯定不会为难你娘的。求求你放过我，我的孩子不能没有了娘啊！我开口求情，老魏他们就不会为难我娘了吗？谁给你这么大的脸这么认为的？果然是沈家人的作风，出了事就会往别人身上推，全都是无耻之徒。魏延，现在事情都清楚了，此事与我娘无关，是这个女人往我娘身上泼脏水。林默脸上多了一抹寒意，他决定了，以后沈家人只要敢靠近自己3丈之内，他直接动手，打到他们怕为止。魏延，我知道错了，对不起，求你饶了我这次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说过，在我这儿最重要的是听话，哄抢绝不允许存在。但你们这些人一个个都把我的话当耳边风，而你更可恶，到最后还想甩锅给别人。我若不拿你来杀鸡儆猴，以后你们这些人更难管理。50鞭，是死是活，看你自己的命。帮帮我，林默，我求你帮帮我，你帮我向魏延求求情好不好？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你不是人，你为什么不帮我？你心就那么狠，你要眼睁睁的看着我被打死吗？第1鞭，所有人都不准走，都给老子站在这里看着，没行刑完都不准离开，免得你们这些人再给老子闹事。第2鞭，50鞭。老魏停手时，沈四夫人早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娘！沈四夫人那一双被拦着的儿女，在劫差收手时哭着扑向他。老子再跟你们说一遍，谁若再闹事再起哄，他就是你们的下场。老子手中的鞭子绝不轻饶。是不是怕了？我就是这种心肠狠毒之人，得罪我的人一个我都不会放过。那巧了，我也是这样的人。那以后我们一起狼狈为奸好了。会用词吗？谁跟你狼狈为奸了？夫人，不狼狈为奸，那咱们沆瀣一气也行。徐无言是故意的吧？哎，你很无聊吗？无聊就去变吃的出来给我吃，让我饿肚子算什么？最近这个徐无言怎么这么奇怪，故意来惹我？是我的错。夫人，你想吃烤鸡呢，还是喝鸡汤？鸡汤。哭什么哭？他就是咎由自取，活该！明知道林默现在不好惹，还不要命的把脏水往他身上泼，你不找死你是什么呀？哭就知道哭，还不赶紧去求穆大夫来给他看看？哼，真不想管这蠢货的生死，总以为装弱就能够心想事成，天真了吧？唉，伤得很重，如果处理不当，怕是会性命不保啊！求求你，穆大夫！求求你，穆大夫！救救我娘！救救我娘！你们给我闭嘴！穆大夫，你尽力救他一命吧，毕竟是2个孩子的娘，2个孩子还需要他看护。沈大人，不是我不想救，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我现在哪里有药给他用啊？说有金疮药就给他用上吧，最后能不能保住命，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我去哪里弄金疮药啊？哎呀，那我真的无能为力啊！安平王世子有金疮药，但他会不会给你？穆大夫摇着头离开，他不应该提这个的。沈家刚才还想陷害少夫人的娘呢。把他抬上马车吧，至于生死，听天由命。马车就这么大，把他抬上马车，那得占多大的空间呢？其他人怎么办？反正他临死不远，直接把他留在这儿，任由他自生自灭得了。反正他现在就是一个拖累。大伯，求求你救救我娘！我娘她不是坏人。大伯，琉璃求求你了，我可以不坐马车，我可以走路的。大伯，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娘！就算我们现在不抛下你娘，就你娘这伤势，怕是也活不久。都伤成这样，活不成了，还管他做什么？把他直接给扔下就行了，让活着的人过得好点儿，不好吗？你给我闭嘴！你被打伤时，他们可没说要抛下你不管，现在怎么到了别人，你就叫我们把人给抛了？有你这样的吗？哎呦，这不一样。大伯，你能不能和我过去徐家那边？我下跪向他们求药，没金疮药，我娘会死的。没药，
他娘是真的会死。沈青云铁青着脸，他不想去。琉璃，他们不一定会给。我知道，但是不试试怎么知道？大伯，求你帮我。你可以找你爹。我爹他们不会给面子，大伯的话他们会给面子的。他们的爹根本就靠不住。沈平奇扯了下嘴角，这可真是他们的好闺女，直接否定他。走吧。大伯，对不起，我以后会报答你的，真的。琉璃，若他们不给，你可别闹了，知道吗？要怪就怪你娘自己自作聪明，什么人都想踩一脚。这世间以德报怨的人少，他们不帮你娘也怪不了别人，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没有什么理所当然，懂吗？沈琉璃低着头点了点头，他娘也都是为了他们，无论如何他都要试一试。世子，我来是想替我那不知好歹的弟媳道歉来的，另外也是想向世子求些金疮药。我看起来像是大冤种吗？沈清源，你觉得我是那种以德报怨的烂好人吗？滚吧，在我生气之前。他就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他朝沈琉璃摇了摇头，示意他跟自己离开。对方表明了态度，如果再不识好歹，这关系怕是要闹得更僵。世子，请救救我娘！只要你肯给金疮药救我娘，我愿意给世子做牛做马，求求你了。苦肉计？没有，世子，这是这孩子的孝心，他也是为了他娘。徐无厌冷笑，他说过他从不是什么烂好人。他看向徐平贵，使了个眼神，徐平贵会意，直接喊了徐平安，直接提起哭闹的沈琉璃，把他扔到其他地方去。别在这里碍我的眼，想磕头一旁磕去，磕碎了脑袋也没人管。够了，回去。大伯，为什么这点小忙都不帮他？你娘好点了吗？吃过东西睡了，刚才沈家人来了。来求金疮药的被我打发了，怕是沈家人不会轻易死心，你小心别被缠上。那女的年纪虽小，但心眼可不少啊。哼，沈家人若有这么轻易死心，那就不是沈家人了。我等着他们来，不来他这口气怎么出呢？他得让别人看看沈家人的嘴脸，不然世人总以为他们心肠狠毒，而他们沈家很无辜。许无厌就喜欢他这自信的模样。放心就完，有我呢。出发了，走吧。哭什么哭啊？哭丧呢？闭嘴！就是，他们有什么脸哭？我们都被他们害惨了。魏哥，越来越多人饿晕了，怎么办呢？等到前面适合扎营的地方时，就在那里休息扎营，让他们出去找吃的。好。很快，队伍来到了一处山脚下，老魏对这个地方很满意，让众人停下来休息，今晚就在这儿过夜。休息一会儿之后，不少人拖着疲倦的身体去找吃的，再不去找吃的，他们怕是要被饿死了。徐无厌意思是让林默他们几个女人在这儿休息，并且整理一下今晚休息的地方，而他带徐平安他们几个去找吃的。林默摇了摇头，他还想从空间里拿吃的出来呢。看了一眼四周，他让徐大鹏、徐平安以及林硕留下来帮忙。这是野外，大冬天的，在野外住一晚很容易生病的，所以今晚要睡觉的地方不但要清理出来，而且最好是用柴火烧一遍，驱散寒气，然后再把旁边平整的石块搬过来铺上，再用火烧一下，确保今晚大家不会受寒。还有，晚上在这四周要烧几个火堆来取暖，这都需要大量的柴火。你觉得我和几个女人在这儿能弄来大量的柴火吗？行，那就按夫人说的办。沈琉璃出现在徐家营地附近，确定没人之后，便悄悄地朝马车的方向移动。沈琉璃从另外一侧轻轻爬上了马车，他看到马车里的柳英时，身体一僵，没想到马车里竟还有人，他只是想来找药的。沈琉璃咬牙，双手轻轻地打开马车两侧的暗格，想看看药是不是在里面。只可惜这里塞满了各种东西，但就是没有他要找的金疮药。没有，怎么会没有？他很想摇醒柳英，逼问金疮药在哪儿，但他不敢。他狠狠地瞪了柳英一眼，这才小心翼翼地离开。而就在他下了马车时，柳英睁开了眼，叹了口气。他来做什么？沈琉璃来这里做什么？他来了吗？我没看到人呀，或许是他刚好从这边经过罢了，一个小丫头而已，别担心那么多。许无厌提议到前面去打猎，说不定能打到一些猎物，而且森林里野菜野果更多。林默没意见，穆老见他们要进深山打猎，连忙开口表示想跟着。其他胆大的见穆老开口，也跟着询问能不能也一起跟着。这些日子他们也算看明白了，徐家人数虽然少，但是个个身手不凡，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会找吃的，跟着他们说不定还能捡个漏，能找到一些吃的。
少爷，附近这一带没野兽活动的痕迹。大山深处一样没吃的，鸟毛都不见一根，早知道就不进来了，累死人了。谁说没吃的？走到一棵树前，拉下树枝，摘了一颗红彤彤的果实。好甜啊！看到没有，这种野果是可以吃的。他注意到人群外面有几个妇人一脸焦急地看着正在摘果的男人，都这个时候了，还讲男女有别的这一套，不冲上去摘，只能挨饿呀。不过冲他们敢跟着进来找吃的，林默就高看他们几分。他喊来徐平贵，让他弄一只下来给他们摘一些。谢谢你。不用谢我，是我们少夫人吩咐我这么做的。赶紧摘吧，摘了追上来，说不定前面还能找到别的吃的。看着前面不远处林默的身影，李平是感激的。林默人挺好的，根本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坏。看来那些谣言都是别人故意抹黑他的。不凶，护不住吃食，活不活得下去都是个问题。跟着林默或许会有活路。林默皱眉，空间里有大把吃的，要怎么名正言顺地拿出来，而不被别人怀疑？再找一会儿，如果还没有别的发现，我们就下山。这些野果加上剩下的那些米，够我们吃这一顿了。好。见众人都顾着往前走，往左移动的林默加快了速度。想吃肉还得偷偷摸摸的，太难了。喘了一口气，他从空间里拿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看着蹬着腿的肥兔，今晚就吃你了。林默身体忽然一僵，瞪着眼前有着两只长长獠牙且双眼绿油油盯着自己的大野猪。他的运气不要这么好啊，野猪都能让他碰到。林默遗憾，今晚的烤兔子是吃不成了，逃命要紧啊。他把兔子重新扔回空间，立即往旁边跑去。徐无厌，这里有一只大野猪！看到野猪紧追自己不放，林默大喊，同时一个闪身避开野猪的致命一拱。不远处的徐无厌一听野猪，瞬间绷紧，人也如箭一般冲去。该死的，野猪的攻击力很强的，特别是冬季饿狠了的野猪，攻击力更强。他的夫人千万不要出事啊！徐平贵等人也紧张地冲过去要帮忙，而林默这边见着该死的野猪紧追不舍，也彻底的怒了。靠，一个畜生也想欺负我，我都没想吃你的肉呢。行，今晚我就吃你了。这头野猪再次拱向自己的同时，林默身体一侧避开他的獠牙。你丫的，我让你追着我跑，找死！你追啊！你再追我呀！我打不死你！徐无厌赶到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一幕，他整个人都僵了，同情地看了一眼被他揍得塌陷了一片头骨的野猪，太惨了，惹谁不好，惹他夫人。夫人可以了，这野猪已经被你打死了。他边说边拉他的手来检查，确定他的手没有受伤之后，这才松了口气。我勒个天哪，这目测得有300-400斤重的大野猪啊，竟然被林默赤手空拳给打死了！这女人太恐怖了。而徐平贵等人则是兴奋的不行，无愧是他们的少夫人，大野猪也轻轻松松的拿捏啊，崇拜。不能怪我，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想吃我。我一气之下只能先下手为强了，真的，我没有想要打死他的，我就轻轻捶了几拳，他就这样了。我夫人这么温柔，肯定没想打死他吃肉，是他长得不结实，不耐揍。埋汰我呢？因为夫人你的英勇，今晚我们可以放开肚皮，大口吃肉了。其他之前惊恐的人全部都变成了羡慕。林默也懒得跟许无言废话，轻轻松松地把野猪给扛起来。他已经想好了，烤五花肉、猪杂汤，这种天气不要太美。想着怎么吃肉的林默完全没有注意到众人再次以惊悚的目光看着他。几百斤的野猪啊，他就这么扛起来就走了，还健步如飞。李平在一旁都看傻眼了，传说中的力大如牛，所以轻轻的几拳就把野猪给打死了。那重重的几拳呢？许无厌叹了口气，他忽然觉得男人在他夫人面前那就是个摆设。夫人，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许无厌，你今天很奇怪，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说话吞吞吐吐的。老实说，你在打什么坏主意呢？行吧，他夫人越来越暴躁了。夫人，求给个表现的机会。林默打了一头几百斤的野猪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队伍，借差这边也收到了消息。野猪他都能打死啊！这人若是打人的话，那岂不是1-2拳就能送人上西天了？所以别去惹他，惹他可没什么好下场。
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眼不远处一脸苍白着脸的钱正昌，可惜钱正昌一直低着头，没人能看出他的想法。我一定离他远远的，保命第一。威哥，好久没吃肉了，我能不能？不能，不是说了别去惹他吗？杰儿，你好厉害！是啊，少夫人，你太厉害了，居然打了一头野猪回来。嗨，意外。烧水，杀猪。那个徐少夫人，我问问这些猪肉你能不能卖我一点儿？孩子和老人有些馋肉了。你要是不愿意也没关系的，我就是问问。说完立即紧张的想走，也是，现在缺吃少喝的，好不容易打来的猎物，谁愿意卖啊？你等一下。雨萍回头，眼底带着忐忑与不安，这眼神黎墨无语。他是会吃人吗？我可以卖你2斤肉。这真的？多少钱？我给你钱。20文1斤。生米恩，斗米仇嘛。你若是白送给对方，说不定还送出仇来了，而且以后也很习惯的让你白送。嫌贵？外面镇上买的肉也就是这个价啊。没，是便宜了。你要1两银子1斤，我也会掏钱买的。不用，就20文，但只能卖你2斤。旁边观望的人冲过来，纷纷开口想买肉。林墨没有厚此薄彼，每家每户只能买2斤，一样都是20文钱1斤，让他们想要的就去排队。林墨让齐嬷嬷他们去把猪下水这些洗干净，今晚他们吃这些，然后让徐平安把2条猪后腿都给切下来，随后他提起其中1条给老魏他们送去。嘿，魏爷，你刚才不让我去要，是知道他会送过来，是吗？小六子，学着点儿。林墨是个聪明的，深知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的道理，他3番几次有好吃的都会送过来。现在这些借差哪个不对他印象深刻，不给他几分薄面？有吃就是娘啊！这些人的人心正不知不觉地被徐家人收买。哼，有什么了不起的？粗鄙野蛮，没道德，没素质，杀了野猪竟然不拿肉去孝敬他祖父。不会到我的时候就没了吧？这条猪后腿我全要了。那猪后腿不卖，剩下的这些你看一下要哪里，我给你切，一视同仁，2斤。我韩家这么多人，2斤肉够谁吃啊？还有，我韩家可是徐家的姻亲，我都没让你们拿肉孝敬我祖父，而是掏钱买，我已经够好了。不管，我就是这条猪后腿。脑子有病就去找大夫看看，刚发生没几天的事情就忘了吗？徐韩2家已经断绝了关系，老死不相往来。我韩家没同意。不同意关我们什么事？不想买就到一边去，别碍着别人。下一个。我说不想买就别在这里碍事儿，赶紧让开，别阻碍我买肉，我都快饿死馋死了。我要这块啊，这块肥。推我先来的，你凭什么推我呀？还有，我说了我不买了吗？我说你，行，你买。凭什么你们都活得好好的，而我儿子却没了命？赵彤看着他们笑容灿烂的样子，是不是觉得很刺眼？滚！别以为自己不知道他来的目的，挑拨离间。赵彤，你难道就不想给你儿子报仇？夜里睡着时，你儿子有没有在梦中喊你救他呀？他说他很冷，想让你为他报仇，你就愿意看着你的仇人日子越过越好。赵彤，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有办法帮你报仇，就看你敢不敢的。我敢。翌日天刚亮，众人就被一股浓郁的骨头汤香味给唤醒。这汤配上面，我能来2大碗。若再撒了些葱花，再铺上2片肉，你是不是还能再吃上1碗啊？吃1碗面对现在的他们来说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面是没有了，但是汤可以有半碗，想喝的拿碗来盛，迟了没了也不要怨别人，只能怪你自己来的慢。徐家可真小气，他们还这么多肉，也还有米，为什么不放点进去，让我们填饱肚子？反倒是这会儿吃了点东西，不上不下的，馋得要命。抱怨的是陈家的陈志华。哼，得寸进尺说的就是你这种人。这个时候徐家舍得把骨头拿出来熬汤给大家填下肚子，已经够大意了，还要人家全都拿出来，你脸怎么那么大呀？就是啊，人心不足蛇吞象，若每个人都跟他一样想法，谁敢帮人啊？帮了我还落不了好。话说你陈家也有不少吃的，怎么不见你拿出来给大家吃？你拿出来分点给我们吧，我们会感谢你的。我就是说说而已。我们也就是说说而已。刚吃了人家的东西还没消化呢，就抱怨起人家做的不够好，给的不够多，不要脸。果然总有贪心想要得到更多的人。这就是人性，你给了就会想要更多。
升米恩，投米仇啊。这些人只是小部分，但大部分人都懂得感恩。我可没指望他们感恩。刷好感度，懂吗？这好感度够了之后就为他所用了。徐无厌挑眉，他夫人每次都让他很意外呢。再过3天就会走出这一带，而上辈子的这3天一片混乱，这辈子应该不会了吧？这几日你多注意一点四周的动静，有什么不对劲的跟我说。周家的赵彤昨晚上了后面借差大黄羊的马车，该来的还是来了，没想到这辈子事情竟然提前了。赵彤他就是一个疯批，他不会放过他认为害死他儿子的人，这辈子自己在他的名单内。平安，别把那些肮脏事说给少夫人听，别脏了她的耳朵。是。送了一个鄙视的眼神给徐无厌之后，不用听他的，有什么消息记得告诉我。另外注意一下各家的动静，我不是弱女子，不需要你保护。我知道，毕竟你一拳揍死一头野猪，但夫人，我需要你保护。要脸吗？算了，这男人最近很不正经，跟他胡扯能把你带到坑里去。徐无厌，我跟你说真的，你给我严肃一点，这几天怕是会很不平静。真的？你怀疑我？信不信我让你立即被打脸？林默送他一个鄙视的眼神，这货其实是灾星，到处都有人想杀他，他也搞不懂这些人为什么要杀他。徐无厌似乎看到了鄙视，他夫人在鄙视自己。夫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会死很多人算不算呢？说不定我也会死。上辈子赵彤弄死了不少人。赵彤是吗？徐无厌很快猜到了答案，他会给林默带来危险。我去杀了他。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你贸然动手只会给人留把柄。放心吧，我有自保之力。林默，你我夫妻一体，你可以试着依靠我的。我们成亲是迫不得已，等到流放地之后，你可以给我写休书，我保证我绝对不会缠着你，真的。因为再过不久他就会遇到他心仪的姑娘，重活一世，他可不想委屈自己做个怨妇。世界多美好，他想出去看看。他这是想跟我划清界限了。夫人，休书你想都不要想，不可能。话不要说的那么肯定，小心被打脸。你不想给我，我跟你也一样啊。我累了，我上马车上休息一会儿，你自己慢慢走吧。今晚我不去找吃的了，你自己去吧。他们手上吃的东西还有一些，没有必要储备太多，因为很快就可以补充物资了。李平一脸的遗憾，跟着林默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一些吃的。林默不去，他只能自己去找吃的。林默没多想，吃饱喝足，他找了一个地方睡觉。昨晚杀猪弄肉弄到很晚，早上又早起熬骨头汤，再加上走了一天的路，他这一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一旁的徐无厌叹了口气，这女人是倔强的。看了一眼在旁边切肉烤的秦嬷嬷二人，徐无厌压低声音，让他们动作轻点。苏颜，我来了。爬上来。他迟疑了一下，最后无声地爬上了马车。很快马车就变得摇晃起来，而且很快空气当中就传来了男女的喘息声。赵彤，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你这个贱人，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而在周元的声音响起来时，男女的喘息声并没有停止，反而变得更激烈，持续了好一会儿之后，声音才逐渐的停歇下来。狗男女，我要杀了你们！你嚷嚷个什么劲啊？哟呵，你想打我啊？孬种！苏哥，我怕。贱人！我的人，别欺负他，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再来服侍爷。赵彤脸一红，慢慢的点了点头，随后慢吞吞的朝里面走去。贱人，你居然敢这么对我！有种你去打死我的奸夫啊！你有种吗？没种，给我滚一边去！废物，只敢打女人，被掠到头顶了，也不敢去找对方算账，你算什么男人？他最恨的就是周家人。周家人自私，他们明明还藏有吃的，若是肯给儿子吃一点，他儿子也不至于因为饿狠了去抓鱼而落水。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错，他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果然，该来的还是会来，有些事可以避免，但有些事却无可避免。别担心，早点睡，有我盯着呢。翌日，众人出发时，看到赵彤光明正大的坐在大黄牙的马车上，慢慢悠悠地啃着干巴巴的馒头时，一片哗然。女人骂他不要脸，丢女人的脸；男人则笑周元头顶绿油油，大黄牙艳福不浅。林默勒令所有人
不准议论这件事儿，不然惹祸上身没人会管。徐家人猛点头，他们现在都很听林默的话，有些人甚至跑到周元面前去调侃他，问他赵彤拿东西回去给他吃了没有，惹得周元暴怒，最后挥拳揍向对方，当众打架，自然是被赏了一顿鞭子。坐在马车里的赵彤一脸畅快地看着这一幕。周元，这才刚开始。怎么跟着老子转了吧？不用走路，还不用挨饿。苏叶最好了，而且还好勇猛，我很喜欢。哎呀，你这个妖精，一会儿休息时你就惨了，看爷怎么收拾你。队伍后面发生的事，林默并不知道，而是边走边向徐平安询问着一些招式。他空有一身力气，这还不够，如果他会一些招式，遇到危险时说不定还能自保。徐平安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心尽力的给林默讲着过肩摔等简单的反击手段。讲了半天，发现他没听明白。少夫人，你只要记住，胯部是男人最脆弱的地方。你若真的被对方抓住了，你不要急，冷静下来等时机，只要找到机会攻击，就攻击对方的胯部，不管男女，这招我保证绝对能有效。这地方本就脆弱，再加上少夫人的天生神力，徐平安咧嘴，估计没人能扛得下一击啊！刚好看到自家少爷正双眼阴冷地盯着自己，徐平安心里一跳，少爷这眼神不会是不满意我教少夫人这一招吧？少夫人啊，这招太粗暴没人性了，不如让少爷亲自教你过肩摔这些文雅点的。少爷，接下来就麻烦教下少夫人。少爷眼神好可怕，远离少爷保狗命啊！这徐平安怎么跑得这么快？过肩摔最重要的是下盘要站稳，还有会用腰部发力。林默只能认真听起来，但怎么听总感觉不得要领。手要怎么抓，腰又要怎么用力呢？看他的表情，许无厌知道他没有听懂，也是讲呢是听不懂的，但是一示范绝对秒懂。我示范给你看，得罪了。说完，自己双手快速抓上他的手臂，后背顶着他的身体，稍微用力，直接把他的身体给顶了起来。过肩摔动作一定要快，不然你动作太慢，反而会被对方所控制。然后手臂和腰同时用力，要把对方顶出去的同时，双手猛地用力，把人往前面摔，明白了吗？你不明白可以试试感觉，说太多没用，最重要的是找到感觉，试试。林默点头，模仿刚才他的动作，双手分别抓住他手臂的不同位置。没错，就这个姿势，然后用力把人摔出去。对，用力。徐无厌躺在地上，看着头顶暗沉的天空，他沉默了。抱歉啊，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下意识的这么做了。我知道你想摔我很久了，今日让你如愿以偿了。你放心，我不会生气的，你开心就好。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我什么时候想摔他了？明明今日才学的过肩摔好吗？夫人，走吧，继续下一个。等到午休时，徐无厌身上多了不少的伤，以及灰尘、杂草，这些伤全部都是林默的杰作。徐无厌都已经被他整抑郁了，教他过肩摔，他直接把自己给摔出去了。教他被人掐脖子的时候要怎么脱困，得，他差点把他手给弄脱臼了。还有一次，还学徐平安教的，直接朝他胯部踹去，若不是躲闪得快，他以后不得守活寡啊！那个，我不是故意的，不管你相不相信。我去找点吃的。我倒霉，你很开心？少爷没有，我去找柴火。而林默这边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他把刚才的事情全部归功于自己与徐无厌八字不合，不然也不会是他倒霉啊。你这是在怕我？有事吗？吃吗？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你是不是特瞧不起我？没有，谁都想活着，想活着不是错，谁都想活着，可他儿子却没有了活着的机会。拿来！怎样？自己媳妇用身体换来的馒头香吗？贱人，晚上再给我送一个馒头来。反正都脏了，到了流放之地，自己肯定也会休了他。在这之前，先利用他养活自己，活着比脸面重要多了。他为难你了吗？看到赵彤拦下他时，他就想冲上去帮忙了，就怕这女人为难他。可惜他不让自己过去，把红薯递给秦嬷嬷，让她去煮。没有。徐少爷，老祖宗，我求你们给我一些金疮药，求求你们了！我娘她快不行了，我求求你们救救她好不好？她是做错了事，但是也得到了惩罚，这已经够了。你们若还是生气，那就把怒气都发泄在我身上。只要你们能救救她，给我一些金疮药救她。所以这沈四夫人要撑不住了吗？琉璃姑娘，
你还是回去送你娘最后一程吧。现在就算是有金疮药，你娘也救不回来了。娘，你们这些铁石心肠的人，我恨你们会遭到报应的。少夫人，都怪我多嘴，提了你们有金疮药，这才给你们招来麻烦。他确定没救了吗？魏爷打得很狠，每一鞭下去都皮开肉绽，伤口发炎，这2日一直高烧不退，我采来的草药也没效果。刚才我去看的时候，整个臀部都烂得差不多了，人已经不行了。娘，许无厌双眼冷漠地看了一眼穆大夫离开的身影，若不是他会医术，以后或许要他帮忙。刚才自己差点控制不住就要动手揍他，就因为他的多嘴，给他们添了麻烦。沈家死的第一人竟然是沈四夫人，上辈子沈家的这些人可都好好的活着呢，事情还是发生了改变。不过他却也多了不少的敌人。夫人，闲杂事莫管，那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与你无关。林默，你害死了我娘，我要杀了你，为我娘报仇！小心！啊！婆婆，弟弟，你怎么样了？姐，我好疼！快找穆大夫！他还是个8岁的孩子，你们居然对他下这么重的死手，害死了我娘不算，接下来是不是也想杀了我？你可以再来惹我试试，看我会不会杀了你。沈琉璃，你娘和你弟弟都是咎由自取，你要恨就恨他们自己蠢。没错，你弟弟要是不拿石头砸徐少夫人，徐少爷也不会出脚把石头踹飞，刚好砸破他的头。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谁叫他自己心怀歹意？哼，这沈家人真过分，个个嚣张跋扈，没半点规矩和教养。做娘的诬赖别人，做儿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这个女人害他没了娘，弟弟受伤，而他也被人骂没有教养，这全都怪他。惹他有什么下场？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还要去惹他？你疯了吗？沈琉璃，我警告你，你要惹他可以，但别连累我们。老祖宗，对不起啊，都怪我教女不严，宠得她无法无天，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一会儿我会好好罚她的。现在这女人根本没人想惹，惹她的都是蠢货，可偏偏蠢货都出自自家，沈平琪气得都要吐血了。从现在开始，你们沈家人不准出现在我3丈范围之内，出现一个我打一个，出现1双我打1双。老祖宗，你这……看着林默朝他们走来，沈平琪被吓得把到嘴边的话给吞回去了，然后拖着自己闺女就跑。夫人，霸气，像这种恶心的苍蝇就不用给他们留面子，靠近就打，打到他们怕就行了。你倒是会说我，韩家的那群苍蝇呢？怎么没见你打呀？昨晚你看到了开头，结尾没看到吗？我送了他一个过肩摔。舅舅又如何？之前想着弄死自己，现在又来卖惨，傻子才会被他忽悠呢。把尸体拖下去扔了。大伯，你还想说什么？怎么，你想带着他的尸体继续走？我要给我娘立个坟，不能让我娘曝尸荒野。沈琉璃，你别给大家添乱了，没时间给你慢慢挖坑埋他。不远处的介差已经走过来催他们出发了。大伯，我娘没想过后葬，只想入土为安，我求你成全她，好不好？沈琉璃，你给我起来！要出发了，谁有时间挖坑？你再无理取闹，小心我揍你！爹，那是我娘，是你的妻子啊！放娘的尸体在马车上，等到晚上休息时，我再挖坑埋了娘，可以吗？我不会给大家添麻烦的。大伯，求你了！不行，让个死人跟我们一起同行，算什么呀？别人的尸体也都是直接扔了，怎么你娘就不行？就你娘金贵啊！好了，你少说2句。琉璃，之前我们已经做出了让步，这一次我们不能再带这个尸体上路。说完，直接让人动手。不！沈琉璃整个人都傻了。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刚好听到他们在讨论怎么修复与林默的关系。为什么要跟他修复关系？他不过就是仗着徐家才作威作福，不是吗？说没了徐家，他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任由我们欺负？琉璃，大人说事儿，你少插嘴。没了徐家，林默他什么也不是。就算知道是这样又如何？他们已经成亲绑在了一起。我知道你恨他，但琉璃，我们得想办法活下去才行啊。大伯，你是不是忘了当初赐婚的圣旨是给长乐侯府和安皮王府指婚，而林默他不是长乐侯府的人，这婚不算。沈青云愣住了。林默今日有些累了，便懒得动，帮忙收拾好住的地方之后，坐在一边休息。而就在此时，有几个稍有姿色的女人悄悄地朝着介差所在的方向走去。嫂子，你说这些人为什么自甘堕落？
也不怕被人耻笑。小贤，古训不闻人非，不视人短，不言人过。别人的事情你少在背后议论，做好你自己就行。姐，我知道了，我就是看不惯他们为什么要自甘堕落。你瞧不起他们？你没吃过苦，你没有为人母，你有什么资格在背后说他们呢？若真说起来，你还不如他们呢。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若经他人苦，未必有他善。这句话我送你，好好想想吧。嫂子这是在训他？怎么，觉得我说错了吗？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弄一口吃的，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能豁得出去做这种事情，你能吗？所以你有什么资格鄙视看不起他们呢？可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没事的去找呀，野菜也可以充饥，能吃的东西很多。天真加愚蠢，无药可救。姐，我说错了吗？错，而且是大错特错。若吃的这么好找，又怎么会每天有这么多人饿肚子以及饿死？我们是因为嫂子和大哥他们把吃的给解决了，懂吗？若让你现在去找吃的，你肯定找不到吃的。我出去找吃的。徐宪宇想喊住他，但被林默阻止了。我跟着吧，我远远的看着，不让他发现。去吧，别管他。对呀，这门亲事是他沈家和徐家的联姻，跟林默有什么关系呢？对，就是拨乱反正，把这门亲事给纠正过来。世子。下一秒，徐无艳一脚把沈清宇给踹飞了。忘了强调，和我夫人一样，沈家人不准出现在我3丈之内，靠近一次就打一次。说完直接离开了。这种人一看就知道没憋什么好屁。该死的徐无艳好狠，什么话都不说，直接就动手。徐无艳的态度他懂了，他站在林默这边，所以这事儿说了也是白说，他不会承认的。大伯父，你说了吗？大伯父，你怎么了？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沈琉璃，事已成定局，他们的事情不要再管。鸠占鹊巢，那女人不配。徐无艳回来没有看到徐梦贤，皱了下眉。在徐宪宇解释之后，许无言都无语了。这丫头事儿还真多。你嫂子做得对，她就是个蠢的，受了一次教训还不够，还来欠教训。我们每个人都没资格对别人说3道4，我们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我知道，嫂子也是这么说的。夫人，生气呢？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生气了？为你那蠢货妹妹，她值吗？不值，值吗？回来时路过河边，我洗过了，干净的可以吃。好吃，慢慢吃。我说夫人，这鸡你是想喝鸡汤呢，还是想烤来吃？鸡汤熬汤，大家都能喝上一点，暖暖身子。至于沈家人找自己的小插曲，他并没有说出来烦他，那一脚足够让沈青云明白他的态度。不管他想说什么，自己都站在林默这一边。若他想不明白，只能怪他蠢，欠揍。你嫂子，我错了，你说的对，我不应该那样说他们。嫂子骂的对，自己没有经过别人所经历的痛苦，的确没有资格对别人指指点点。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活下去。秦嬷嬷，可以吃了吗？饿了。从云嬷嬷嘴里知道徐梦贤刚才都做了什么之后，徐无艳扯了下嘴角，不经历又怎么知道生活的艰难呢？若不是林默，他们也不会提前有所准备。若是没有提前准备的话，现在他们怕是比其他人好不到哪儿去。看来这几天的吃喝无忧，让他忘记了之前自己是如何独自找吃的时候的那种艰难。秦嬷嬷，给他盛一碗汤就行了，不知人间疾苦，自以为是。给他汤喝没让他饿着肚子睡觉已经不错了。我若是再狠点，就该什么都不给他吃，让他饿着肚子睡觉，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秦嬷嬷，大哥说的没错，我愿意接受惩罚。这个徐无艳就是一个心机男，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原谅搭理徐梦贤？做梦！想演苦肉计，谁拦着你？反正挨饿的又不是我。鸡肉真香。秦嬷嬷，少一个人吃，多出来的那份肉给我呗。徐无艳叹了口气，媳妇太聪明，难搞啊。今日徐平贵和彭叔怎么还没回来？我出去看看。少爷，彭叔受伤了。怎么回事？穆大夫，快来帮忙！彭叔被绊倒，滚下了山沟，被树枝戳破了大腿。哎呀，鲁莽了！为什么不等把人送回来，再拔掉上面的树枝？回来再拔不会流这么多血。还有，这伤口一直绑着，不让血液流通，很容易导致腿坏死的。准备金疮药，快点！快，金疮药给我。我没得选择，不拔掉，我没办法把彭叔带回来。那树枝太长了，拔之前我就想着用布条绑住了伤口的上方，这样子还不会流那么多血。我没想到那么多。你已经做得很好，别自责。穆大夫，彭叔他怎样了？情况不太妙，伤口太深，根本止不住血。再这样出血，他很危险的，所以必须把伤口缝合。只可惜我现在手上什么都没有，没办法给他缝合。是这个吗？对，就是这个。夫人，幸亏你带了，你救了彭叔一命，我谢谢你。小事。命真大，
竟只伤到大腿，为什么不是穿腹而过？等处理好徐大鹏的伤口，塞给他几颗林默提供的药丸之后，已经是深夜了。怎么回事？是有人在我们回来的路上埋了绳子，我们经过时对方拉动了绳子，彭叔躲闪不及被绊倒。另外，路旁边的山沟里倒插了几根锋利的树枝，彭叔被绊倒滚下来时，大腿刚好砸中了其中一根树枝。少爷，我当时急着救彭叔，没去追躲在暗处偷袭我们的人，但他离开的时候，我匆忙看了一眼，对方身形不大，这人若不是个身材瘦小的男人，那就是个女人。许无厌双眼危险的眯了眯，看样子是冲他们来的。少爷，对不起，我没保护好彭叔，也没抓到凶手。这事不怪你，对方是冲着我们来的，早晚会露出马脚，抓到他早晚的事。到底是谁呢？这么想弄死自己，都已经被流放了，还不放过他？他双眼朝着借差的方向看去，或许他能给自己答案。翌日，徐大鹏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了。林默并没有凑上去表达所谓的关心，而是低着头想着事儿。今晚他们会在驿站过夜，这是他们这10天来第一次在驿站过夜，而且还能吃上一顿饱饭。只是这顿饱饭这事儿，他要不要说呢？彭叔已经醒了，除掉虚弱点外，并无大碍，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夫人，彭叔受伤的事情并不是偶然，是有人在背后想算计我们。所以没找出这个人之前，你得小心一点。你一个人不要到处乱跑，去哪儿带这个人？哦，好。夫人，你可以试着依靠我的。不说你我是夫妻，就说我们现在共坐一条船，我也不想翻船，对不对？你若有事，可以直接跟我说，没必要自己一个人憋着。我不确定会不会发生，我怎么跟你说？防患于未然啊，夫人，这个词好好了解一下。若没防备真发生了，岂不是哭都没眼泪？防备了没发生，也没损失，不是吗？林默一想，好像也是，让徐无厌拿主意好了，到时候不管好坏，他来承担。他挥手让许无厌靠近，然后低声把事情给他说了一遍。我已经说了，你拿主意吧，这事儿我不确定会不会发生。好，这事我来处理，我办事，请夫人放心。虽不知道他如何知晓这些的，钱正昌休息的时候拿了个馒头一个水囊，独自走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坐下，慢慢吃起来。此刻他内心焦虑无比，晚上到驿站的时候，他应该能收到信了吧？上次林默的话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第2日醒来时，他就强撑着身体写了一封信，让人送了出去。算了下时间，没问题的话，信已经送到前面的驿站了。他拿着馒头的手有些沉重。皇后到底有没有如林默所说一般，派人杀了我的全家？应该不会的，我们同族同宗，而且我一直忠心于他，他不会这般对我。一个问题，谁派你来杀我的？这个问题你来问我？你夫人知道你来找我吗？她不知道，有些事我想从你的嘴里知道。许无厌，你走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要打架，我奉陪到底。这对夫妻到底在玩什么呢？同心。林默知道是谁派自己来的，但许无厌却不知道，这算什么同心啊？看来他们之间也不是无缝可钻。果然跟着徐少夫人能找到吃的。李平看着自己挖出来的红薯，喜不自禁。个头虽小，但好歹能果腹，比吃草根是强太多了。林默尴尬了，这次真的是意外，只能说是误打误撞。快点挖吧。等回去的时候，跟着林默过来的人每人都挖到了不少的红薯，只有林默因心不在焉，收获甚少，只挖到了零星的几个，而且块头也很小。下一秒，林默的红薯堆里面多了3个红薯，而且个头都不小。徐少夫人，若不是你，我也挖不到红薯，说不定今天又得继续饿肚子。这3个是我的谢意，不多，请收下。不用，留给你孩子吃。接触多了，他自然知道李平的一些事儿。夫婿早死，自己一托嗣，婆家嫌弃，从不帮衬，他们日子过得很难。没事儿，我这里还有，我拿回去让孩子煮着了，我再来挖挖看，说不定还能挖到一些。我先回去了。等一下，晚上到驿站休息的时候，选一个挨着我们的地方，如果能熬得住，驿站的东西不要吃。说完，林默捡起地上的红薯，全部都塞给了他，连同他挖到的那几个也一起给了。我不能要，你们的人也多，这些拿回去煮了，你们还能吃一顿。拿着，他们比你会找吃的。林默硬塞到他手里，随后大步离开。李平想追上去还他的恩情自己都没还呢，怎么还能要他的东西呢？徐少夫人是个好人，好好爱自己吧，你儿子肯定不想看到你这样。我看到了，你们
把你挖到的红薯给了那女人，当初你为什么不给我儿子一点吃的啊？他若是不饿的话，就不会选你钓鱼，就不会淹死。赵彤，我帮不了谁，我能顾好我娘和我弟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为什么要帮你？我跟你根本就不认识，因为你们饿，我就要帮你们吗？你有没有想过，队伍里不单是你们饿，其他人也饿，我帮得了几个呢？林默停了下来，看向身后远处的李平。我刚才就挖到了几个小红薯，但他却大方的把他挖到的最大的3个红薯给我，就冲他的这份善意，我愿意拉他一把。我挖到的那几个小红薯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但对他却很重要。他没有想过要不劳而获，而是想要靠着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孩子。这样的人，我能帮自然会帮。如果我出去找吃的了，你知道我儿子饿得快不行了，你会帮我们母子一把吗？会。他没有告诉赵彤的是，他不止一次偷偷塞给他儿子糖，不管上辈子还是这辈子，都曾经偷偷塞吃的给他儿子。因为他儿子很像林硕小时候，还有刚才赵彤的话，让他发现他似乎忽略了一些事儿，比如赵彤的儿子是真的因为肚子饿，所以才会去水潭捉鱼的吗？还有赵彤儿子的落水真的是意外吗？给娘，你怎么没吃啊？你爱吃酸的，尤其爱吃这山楂，娘自然留给你吃了。快吃，吃了就高兴了。娘，给你的，你吃吧。你这段时间因为吃药也没什么胃口，吃一些山楂开开胃。没事儿，娘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快吃，吃了心情就好了。娘，好吧，你为什么要留给我吃？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要问为什么，那只能说谁让我是你娘，做娘的都想把好东西留给自己的孩子。娘知道你爱吃酸的，现在物资有限，想买也买不到，这山楂呀，娘自然留着哄你了。看看你跟小时候一样，吃酸的心情就好。娘，林默伸手抱住他，暗下决心，不管怎样，他都要保护他娘和弟弟。驿站，真的是驿站！太好了，终于到驿站了，今晚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我就想问问，到驿站了，有吃的吗？我好饿啊！众人看着眼前的驿站，你们都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没事赶紧走。老魏掏出公文递给了对方。原来是魏爷你们到了呀！笑得该死，没认出魏爷你来，怠慢了你啊。老刘呢？我记得以前是他负责这里的，他人跑去哪里了？刘哥他早就不做了，回家抱大孙子去了。就是因为他不做了，县衙那边就安排了我过来。我姓马，魏爷可以喊我马大明。滚开！这地方是我的，这地方是我的，我先来的。那又如何呀？我看上了，那就是我的了。小兔崽子，你给我滚！不要讲先来后到的，这是我先占的地方，就归我家使用。你给我走，这是我占的地方。想造反是吧？我打死你这个野种！陈若明随便他打，就是不让步。滚！哎呦，哎呀，哎，平安兄弟啊！谁跟你是兄弟？哼，滚！欺负一孩子算什么？有种来我这儿抢抢试试，不敢就赶紧滚！再敢来这儿欺负孩子，看我怎么收拾你！谢谢，小子，挺不错的，胆子很大。哎，我就是想让我娘他们睡好点。明儿，娘，我没事的，你和妹妹他们先收拾着，我去找柴火。人还是那些人，上辈子的事怕是会再次发生。驿站有吃的没？一份吃的25文钱，要吃的赶紧去报名。是不是真的？一份25文钱？是大米饭，加肉加菜吗？管饱吗？想吃大米饭还要有肉有菜，25文钱，你们怎么不上天呀？25文钱，一个馒头，2个窝窝头，1碗汤，还有一点咸菜。想吃肉，另外加钱，1份肉20文。我这叫明码标价，不强买强卖。想吃就得掏钱。我们做馒头窝窝头不要钱，请人做好不要钱。一句话，想吃带上钱去厨房窗口买，不想吃那就饿着肚子。想去镇上买尽管去，来回快2个时辰。这明明就是几文钱的东西，却要卖25文一份，这人是在发落难财啊！贵不吃，难道饿着吗？还能饿到明天吗？少夫人，我这里还有些银子，要不拿去买吃的，这样大家今晚都不用出去找吃的，而且还能睡个好觉。不用，藏好你的钱，我们不买这驿站里面的吃的，自己做，把最后的米全煮了，
然后加一点肉干一起煮。金嬷嬷，按少夫人说的做。好，我一会儿去厨房借个灶做饭。马大明，吃相不要太难看，25文钱一个馒头2个窝窝头，宰得太狠了吧？魏爷，不贵的，大家兄弟就守在这个破地方，1年见不到几拨人，大家都要养家糊口，对不对？我也是没办法，不然就朝廷发的那点钱哪够养家啊？好吧，那我给他们便宜5文钱一份。断老子财路！不行，好不容易有次发财的机会，不能错过。魏爷，聊几句。世子想聊什么？就聊这驿站，怎样？魏爷不觉得这驿站的驿使马大明有些奇怪吗？你想说什么？他们有问题，魏爷还是多留个心眼的好。管好你自己，别给老子惹事，老子就谢天谢地了。该死的，这些人天天给我找麻烦。世子，你饿了吧？这是我买的晚饭，我给你吃。别出现在我面前，不然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动手。3丈距离，记住了。和你有婚约的人是沈家女人，林默她不是沈家人，所以你和她之间的婚事不算数。她既不是沈家人，又没背景，所以她根本帮不到你。只有真正的沈家人才能帮到你。而且圣旨下来时说了让你娶沈家人，可如今你娶的不是沈家人，那你……世子，虽然我长乐侯府也被抄家流放，但到底人脉还在。只要我们2家真正成为家人，我沈家的人脉自然会为世子所用。到时候世子想重回京城，轻而易举。哼，你们沈家人当我是傻子，想怎么耍怎么耍。不说你不是沈家的掌舵人，就算你是，你又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些话？底蕴？你沈家全族被抄家流放，你配说这2个字？还拿圣旨来压我？是不是还想说我这是欺君啊？你们沈家人别忘记了，是沈青云亲自把林默送到我府上。若说欺君，那也是你沈家欺君，我也只是奉旨成亲而已。对了，帮我转告沈青云，我还没感谢他呢。感谢他送给我这么好的妻子，我对我的妻子很满意，让他放心，我会报答他的大恩的。是你逼我的，既然你不选我，那就和他一起下地狱吧。沈家人欺人太甚，当初圣旨下来，舍不得自家闺女嫁给他这个顶着克妻名头的人，现在后悔了，想让他当冤大头管他们沈家人，就巴巴的凑上来说他和林默的婚事不算数。哼，不算数？算不算数可轮不到他们说话。很好，正开心的吃东西是吧？哼，我要让你们没心情吃东西。这徐无厌是疯了吗？莫名其妙的跑到沈家的地方去打人。徐无厌在搞什么？不对，应该是沈家人惹到他了。林默忽然很好奇，沈家人到底做了什么，竟让徐无厌直接揍上门去。而徐无厌这边把沈家男人全部揍了一遍之后，才舒服的松了一口气。为什么？我沈家已与你们保持3丈以上的距离了，也没去惹你，你为什么要打我们？没惹吗？你们可以去问问沈琉璃，看看他刚才做了什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沈家人不会教人，我只好亲自示范一下，让他们知道不教好人的下场。我刚才就跟你说过，别给我惹事。魏爷，你可别冤枉我，我可没给你惹事。我惹事了吗？我刚才是不是在给你们上课，在教你们怎么管教人啊？对，我们在上课。魏爷，听到了吗？都给我安静点，再发出声音，别怪我不客气。不要让我再来给你们上课，下次的课会更猛烈。老四，我不是让你把人给盯紧了，别给我惹麻烦吗？你就是这样盯着人的，而且人呢？我现在就去把他给找回来。都给我记住了，不要去招惹徐家那边的人。若是因为招惹他们，给家族招来祸事，别怪我不客气。他现在只想平安地走到流放之地，保住沈家的这些火种，这样沈家才会有未来，不然怕是真的要全折在这儿了。想到渺茫的未来，沈青云的脸上多了一抹颓废。他们怎么得罪你了？揍得挺狠的呀。看他们不爽，以后心情不好就去揍他们一顿，很解压。这建议不错。少爷，少夫人，这驿站的驿使不让我们用厨房，不给用就不用吧，不用急，办法多的是。我到驿站外面给你垒一个简单的灶，咱们到外面去煮。啊，夫人，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出手呢？我去吧。那我去搭把手。很快，他们就在驿站外面垒好了灶。一会儿，他们准备在外面吃了再进去。李平也一脸腼腆地走了出来，想在旁边也垒个灶煮红薯。林梦让他放心找地方弄，
没关系。隐隐约约传来沈青云责骂沈琉璃的声音，以及响亮的巴掌声。沈琉璃惹的你？肉干想怎么做？等饭的水分收的差不多，铺在饭的上面，和饭一起蒸熟就行了。这里还剩下一些米，一起煮吧。不，我不能要。徐少夫人，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我怕我会养成依赖，我怕我会变成遇到事情就朝你开口求帮忙的人。谢谢你的好意，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不能再接受你的好意了。有这红薯够我们填饱肚子了。就算是我借你的，明日去采购物资之后你再还给我。怕是今晚不太平静，你放进去煮得稠一点，让孩子少上厕所，少出屋子。好，米我明天会还你的。别担心，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徐少夫人，我知道了。如果没事，他也不会再三提醒了。丽萍很感恩。不行，头痒，晚上找个时间躲进空间里面洗个头才行。哟，吃完大餐回来了。自然，米饭配烤肉，咸香咸香的，很下饭。这美味无人能拒。狗东西，阴阳谁呢？惯的你。吃饱了就行啊。那你们赶紧进去休息吧，明日还得赶路啊，怪累的。我似乎被盯上了。夫人自信点，你就是被盯上了。为什么这么想做徐无厌呢？娘，别担心，不会有事的。真的，你可别骗娘，娘就希望你们平平安安的而已，咱们别惹事儿，好吗？真的，娘，我不惹事，你放心吧。岳母请放心，一切有我会保护好默默。林默被他的这一声默默弄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好的干嘛喊他小名啊？夜渐深，许久没有这般舒服睡过觉的众人，这会儿已经沉沉的睡了。就在此时，有人从外面戳破了窗户纸，紧接着一根小竹筒伸进来，一股迷烟从外面飘了进来。勇哥没等多久吧？按照之前说好的，带走一个人给我们10两银子，是吧？我跟你说，这次的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那皮肤就算是这段时间没好好打理，也无比光滑漂亮。少在这废话，浪费时间。只要货不错，银子不会少你的。那就好。走，我们进去。这次的人任挑任选，这些人已全被我迷晕，汤里也加了药，现在个个睡得跟死猪一样，打雷都吵不醒。你可别坑我，勇哥，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马大明带着刘勇等人，这他妈叫办事靠谱？很惊讶，抱歉啊，之前不小心听到了你和你手下的对话，所以你在往马车吹迷烟时，我屏住了呼吸。你想要什么？我要几个人的命。你疯了吗？杀人？你想害死我们？他也不过是偷偷摸摸偷几个小孩子来卖，他倒好，一开口就要杀人。所以想让我现在大声喊，把人给吵醒啊？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们，我也不会跑，我只是要害死我儿子的人，给我儿子陪葬而已。周远，今晚咱们一起下去陪儿子。马德明，让他去。勇哥，你疯了吗？这怕是会查到我们身上啊！所以这趟活儿取消了，这是给你的赔偿。去呀，机会就在这儿。赵彤看了他一眼，立刻朝前面走去。等下，杀人没趁手的武器怎么行啊？谢了。杀了人，你若还活着，就来找我，我就在清河镇。你说找勇哥，没人不认识我。赵彤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转身朝周元他们住的大通铺走去。勇哥，我儿真的让他去杀人？哎呀，我若是你，现在就赶紧去看看有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把自己摘干净，把事情都给推到他身上。对刘勇一番感谢之后，立刻脚步匆匆地朝前走去。你要不要去门口看看？徐无厌从之前对方戳穿的小孔往外看，刚好看到马大明等人往回走。来了。等了一会儿，依然没有见人推门进来，什么情况？正在他们面面相觑，一脸不解的时候，屋外却传来马大明的惨叫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黄雀不止他们一个，还有其他人。徐平安，你们几个立即拦住他们，不让他们进这屋子。夫人，你们待在屋内，不要出来。另外，把他们都弄醒了。背后被砍了一刀的马大明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刘勇以及他身后的黑衣人。动手，一个不留。为了感谢你帮忙，我会让你死得痛快点儿。
说完，不等马大明说话，直接一剑刺入他的后背。徐平安几人持木棍冲出来，直接拦下了黑衣人。借差老魏也带着人冲出来，拔刀冲向黑衣人，两方人马立即打在了一起。刘勇脸一沉，果然能被一个女人知道，肯定还有其他人知道。看到最后从屋内冲出来的年轻男子，目标出现了，今晚必须得把徐无艳的命留在这里。就在此时，隔壁的大通铺传来凄厉惊惧的尖叫声：“不能出去，外面有杀手！有杀手，关门呐！快把门关上啊！还有制住那个疯女人呢！”赵彤还是动手了。嬷嬷，别怕，娘保护你。他拉下柳英的手，让林硕守好柳英之后，便朝人群外挤去。嬷嬷，外面来的黑衣人不少，他们来的目的是杀光我们所有人，所以各家有护卫的都让护卫出去帮忙，不然等借差和我徐家的人都被杀光之后，就等着黑衣人冲进来对你们动手。嬷嬷，快回来，外面有危险！嬷嬷，你快回来！娘，别担心，我保护你。黑衣人想进来对你不利，除非是踩着我的尸体进去。天哪，这么多黑衣人，若是外面的人挡不住，我们岂不是也要遭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们挡不住，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希望他们拦住这些黑衣人，不然我们就要完蛋了。你们比一个女人都不如。嫂子，我来帮你。不少男人不自在地低下了头，而各府带出来的侍卫终于忍不住，纷纷向他们的家主开口，请求允许出去帮忙。各家家主也不能再拦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他们都懂。动手，把他们全给我杀了！是。徐无艳这边却和刘勇打了个旗鼓相当。少爷，记住。哼，该我了。徐无艳的攻击变得又快又猛，逼得刘勇步步败退。撤！徐无艳皱眉，手中的刀挥得飞快。等他把全部的黑衣人放倒的时候，对方早已逃得不见踪影。可惜了，让他跑了。知道这些人什么来头吗？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到底是冲谁来的？想杀谁？看他做什么？人家可没说是冲他来的，他可不会自作多情的承认。杀人了！那个女人疯了，她杀了好多人在里面。死了好多人！魏爷，我男人死得好惨，你得为他主持公道，杀了这个恶妇。没错，这恶妇就是杀人狂魔，杀人偿命，杀了他！杀人偿命！都给老子闭嘴！林默，别过去！他已经快不行了，还能伤害谁呢？还有，他所杀之人就真的无辜吗？他这么说什么意思？是说我男人该死吗？林默，你出来，你给我说清楚！就是，滚出来，给我说清楚！我儿子怎么就该死了？别以为你凶，我就怕你。这事儿你不说清楚，你就是那女人的同伙，一起打死。你们想打死谁？信不信你们在打死他之前，我先打死你们？他帮着杀人凶手，那又如何？他愿意帮谁就帮谁，谁敢有意见，我弄死他去。徐无艳，听到了，是他先惹的我，不能怪我。你不怕吗？我只是心疼你，你儿子并不想你这么做，他只想你好好的活着。你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你爱吃桂花糕，他希望能带你回京城，再去吃你最喜欢吃的桂花糕。那是一个很爱他娘的孩子。这是糖，吃了吧，下辈子不用吃这么多的苦，每天都要甜甜的。双眼含泪的赵彤点了点头，慢慢吃了起来。他想起他儿子之前说有姐姐给的糖吃，很甜。是你，是不是？你儿子会去抓鱼，怕是不是因为肚子饿，他是心疼你，不想你那么辛苦，所以才想去抓鱼给你吃。他很爱你的，所以他就算是死了，也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我的儿啊！你想说什么？对不起。还有，能把我和我儿子的衣物葬在一起吗？在马车上，我下辈子还想跟他做好，儿子，娘来找你。下辈子你们还会是母子的，安息吧，赵彤。林默弯腰伸手
直接把赵彤给抱了起来，然后一步步的朝外走去。说，你是不是和这杀人狂魔一块儿的？你想带这个杀人狂魔的尸体去哪儿？你把他的尸体留下来，我要将他碎尸万段，为我爹报仇。我若不呢？他杀了我爹、我二伯，还有我五叔，害我周氏一脉，现在只剩下孤儿寡母，这样的心肠恶毒的女人不配入土为安，就该将她碎尸万段，然后扔到后山喂野兽。娘，你别去添乱了，姐会解决的。就算姐解决不了，不是还有姐夫吗？万一他们对你姐动手呢？他们不敢，敢的话早就动手了。娘，你冷静。想挨揍的尽管上来，想是的，继续往前，我成全他。世子，你也要是非不分，包庇凶手吗？里面可是13条人命，他杀了13个人呢，这样的人不该死吗？他杀了多少人与我无关，只要与我夫人有关，我向来是非不分。其他人的死活与他有什么关系？想道德拿捏他，做梦呢！林默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徐无厌，他将来是别人的人，他不能依靠，依靠是会上瘾的，到时候他没了依靠，要怎么办呢？是非不分吗？你周家人配说这4个字吗？你们周家人从老到小，哪个当他们母子是你们周家人？包括她的丈夫周元，也不把她放在眼里，就因为她的母族早就死光了。从流放开始，你们给过他们母子一丝温暖吗？你们给过他们吃的吗？他去找吃的时候，你们有帮他照顾一下儿子吗？他儿子出事的时候，应该有不少人看见他儿子往水潭方向去了吧？你们周家人有谁出声阻止他了吗？你们应该感谢赵彤还有一丝良知，不然他就不会只杀周元那几个兄弟。周家人被林默犀利的，那他也该付出代价。他杀了人，也用了自己的命偿还，你们还想怎样？他的死不是你们造成的吗？他是死有余辜，活该。还有周家人是活该，因为对不起他们母子。那我们的亲人呢？我大哥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杀我大哥？真的没得罪吗？被他杀的人就没有无辜之人？这些人当时就在水潭边，明明搭把手就能救他儿子一命，可是没有人愿意搭一把手。而且真正把赵彤逼疯的人，也正是这些人。他们见死不救不说，还对赵彤落井下石，说他儿子死了是活该。这种话就是在割一个做母亲的心，他能放过他们吗？换作是你们，你们能忍吗？总之，你们能忍是你们的事，我林默跟赵彤一样不能忍。人可以自私，但不能自私的这般无底线，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他赵彤虽然做错了事情，用错了办法报仇，但他没有牵扯无辜，就算你们在殴打他的时候，他都没有伤害你们，不是吗？徐少夫人，赵彤的包袱在这里，我陪你一起去。哼，若不是你们，我娘不会死，弟弟也不会受伤，我也不会被族人所厌恶。这一切都要怪这个贱人。沈琉璃，收起你这表情，别给老子惹事儿，知道没有？赵彤可能不是一个好人，但绝对是个好母亲。希望他们母子下辈子都能投个好人家，再续母子情。赵彤，你现在已经和你儿子团聚了吧？在那边一切都会好的。夫人，回去吧。嫂子，我在厨房找到了一些纸钱和香，我们给赵彤他们烧一些吧。齐嬷嬷说了，烧些纸钱给他们，他们也能投个好胎。赵彤，对不起，我之前还骂过你，我跟你道歉，对不起。林默他们回来时，林硕告诉他们，刚才老魏说了，今天休息不赶路，1个时辰之后出发到星河镇去采购物资，让他们做好准备。林默兴趣不大，点点头，便依靠在柳英身旁躺下。许无厌让众人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静一静，别想那么多，好好睡一觉，睡醒了一切就会过去。这一觉林默睡得很沉，甚至他还梦到了上辈子的事情。上辈子所经历过的事一幕幕的从他脑子里闪过，这让他发出痛苦呻吟声，眼泪一颗颗的往下掉。哎呀，这孩子睡着睡着怎么就哭了呢？柳英试着把林默推醒，但不管他怎么推怎么喊，林默依然闭着双眼，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掉。不要不要！林硕，快过来，你看看你姐这是怎么了？我去找穆大夫。梦魇了，可能赵彤的事情对他打击太大，一时想不开，不愿醒来，让他睡吧，等他睡醒了就好了。一会儿去镇上时，顺便抓一副药回来，给他喝了就没事了。穆大夫，谢谢你啊！嬷嬷，别怕，娘在这儿，娘陪着你。穆大夫，我夫人的身体没什么问题吧？大问题没有，但却有些小问题。最重要的是，少夫人忧思过重，郁结在心。徐少爷有空还是多开解一下她，
让他别想这么多才是，不然少夫人迟早会出问题。所以还是想开点好。岳母，要不让我来抱吧？你辛苦了。不用，我来就行。默默从小就很乖，很善良，而且胆子很小的。当年若不是因为他爹的事儿，他就不会被迫嫁给老长乐后为妻，他也不会在沈家吃那么多苦。归根到底，是我们对不起他呀。岳母，你别伤心，默默他肯定不希望你不开心的。说他醒来看到你哭红了双眼，怕是要自责了。默默他也舍不得你辛苦，所以我来抱他吧。林默觉得自己这一觉睡得很漫长，漫长到他以为自己又过了一辈子。眨了下发涩的双眼，看到徐无厌那根刀削一般棱角分明的下巴时，大脑一片空白。什么情况？为什么徐无厌会抱着我？醒了啊，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应该是想问我为什么抱着你吧？不用徐无厌解释，从柳英他们的七嘴八舌中，林默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梦魇了，因为赵彤的死刺激他在梦中经历了一遍上辈子发生的事。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没事没事，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只要你好好的就行。徐无厌，也谢谢你。你我夫妻何须言谢？我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吗？夫人，时候不早了，你还去镇上吗？必须去。默默刚醒。岳母不用担心，我会看好夫人的。她若不去，这心情估计好不了。不如带她出去走走，散散心，说不定心情会变好的。没错。你为什么没叫醒我？为什么要叫醒你啊？我跟魏爷说过了，我们晚点出发就行，反正1天的时间，不急。老魏有这么好说话吗？你拿钱贿赂他了？我有这么败家吗？我把你的酒给了他一水囊。给酒就不叫败家了吗？夫人，你对未来很茫然吗？什么？夫人你放心，到了流放之地，我一样能让你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未来你不要去想，一切有我呢。是因为我刚才吓到你了吗？林默觉得自己应该好好跟他聊聊他们的以后，他很快就会遇到他的真命天女，他们郎才女貌的，所以他不能对自己太好，要是太好，自己变得贪心了，以后怎么办呢？他不想与人共侍一夫，不想被困在后宅里与人争宠，这辈子他只想天高任鸟飞，到处去看一看。徐无厌，我们聊聊以后吧。夫人放心，以后我会努力赚钱养家，不会让你为生活发愁的，你相信我。还有，我会努力的，我会带着你风光的回到京城，让你成为所有女人羡慕的那个。二婚又如何？他的夫人值得最好，个个讽刺他夫人不要脸改嫁，天知道他有多庆幸他肯嫁给自己，他就是自己的福星，独一无二的。他为什么要跟自己说这些呢？他知不知道这些话会让人心动的？但想到很快就会出现的姑娘，他又变得冷静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强求，他不想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人生难得重来，重来一世，他除了想保护他娘和弟弟之外，就想无拘无束，他渴望自在。徐无厌，你是不是停错地方了？粮店在前面呢。进来啊，夫人跟着我来就行。放心，我不会卖掉你的。掌柜的，给我开一间上房。徐无厌，你钱多没地方花吗？我们一会儿买了东西就要回去的，你开房做什么？拿这个钱买肉回去给他们吃多好啊。夫人，听我的就行。夫人你呢，需要好好的洗个头，然后再泡个热水澡，放松身体。你开个房就是为了让我洗头洗澡的？是啊，那不然呢？因为我连累夫人跟我一起流放吃苦，我现在给不了夫人什么好东西，但到镇上采购时，让夫人舒服的洗下头泡个澡，这个我还是能安排的。头是不是很痒啊？林默心跳加速，脸上也多了一抹潮红。你看到我抓头了？这里面是你的衣服，你慢慢洗。我到前面药铺找人给你煎药，等药煎好我就过来。一会儿把门反锁好，窗也要关好，不是我回来不要开门，知道吗？那我走了。你洗头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他遭嫌弃了，这男人很细心，泡个热水澡真的能让人身心舒服很多。舒服。他一直泡的水变凉，才满足的起来穿衣服。谁？嘘，别出声，我不会伤害你，我只想在这躲一下而已。是吗？你掐我的脖子，跟我说不会伤害我，你觉得我信吗？男人脚步踉跄的倒退了几步，然后砰的一声倒地，没了动静。原来是受伤了，怪不得自己一撞人就晕了。怎么是他？
鲁阳侯的嫡长子，生母早死，继母也不是个好相处的。据说这位主做啥啥不行，吃喝玩乐第一名，是鲁阳城有名的纨绔。而上辈子他们经过鲁阳城时，他对韩玉龙一见钟情，追着韩玉龙跑，一路上不时给韩玉龙送吃送喝，殷勤到不行。当时不少女孩十分羡慕，难道上辈子是韩玉龙救了他，所以他才百般讨好韩玉龙？给我一间一间的搜！这些人不会是冲他来的吧？不管了，先把人藏起来，来不及了。林默一咬牙，直接把人收进空间。开门，检查，快开门！啊，来了，有什么事吗？掌柜，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是很清楚，只听说有人刺杀路过这里的县太爷，没成功，然后受伤跑了，说是跑到这附近一带就不见了人，就上来搜了。这位夫人呐，您多担待，他们找不到人就会离开了。你刚才锁着门，在里面做什么？有没有见到一个身受重伤的男人？我刚才在洗澡，没有见过受伤的男人。看到他，记得报官。掌柜的见自家店里面没有搜出人来，松了口气，跟林默连番道歉了一番之后，便下去了。林默连忙把门关上，然后把鲁阳侯家的好大儿从空间里放出来，看到他胸口还在冒血，连忙从空间里拿出药和纱布来给他包扎。真丑，算了，人没死就行。门外又传来敲门声，谁？是我，你没事吧？夫人怎么了？接下来请你淡定。说完手往床上一指，许无厌顺着他手指看去，瞬间不淡定了。我这就出去一圈煎个药，媳妇就找了个男人，这速度。夫人他是谁啊？想什么呢？刚才外面闹出的那些骚动就是为了抓他。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怎么一副面容狰狞的样子？你知不知道危险？你怎么能什么人都救？你要是有事怎么办？我又不是傻子，肯定量力而行。他们进来搜了，没有搜到人，你去看看他是谁。他是谁与我无关，我现在就想揍他一顿。鲁阳侯家的大儿子，他怎么会在这儿？还受伤了？知道为什么了吧？他身份可不简单。他也是个麻烦。鲁阳侯家乱得很，传说他被他继母养成了一个大纨绔，而本该他继承的侯位，据说鲁阳侯有意传给他继母的儿子，但他不死，他继母肯定会怕生变，所以救他也意味着麻烦。但假如他继承鲁阳侯的位置，与你有利，不是吗？而且你觉得他真的是个纨绔吗？夫人说对了，对我们的确有利。他可不是个纨绔，他若真是纨绔的话，早死在他继母的手里了。他继母可是个厉害的女人，一般人在他的手里可讨不了好的。那不就得了？哎呦，我居然被一个女人给打晕了，耻辱啊！你用手指着你的救命恩人，你礼貌吗？你的伤是我包扎的，要抓你的衙役也是我骗走的，我算不算你的救命恩人？干上！哼，瘦不拉几的，露给谁看啊？安平王世子，鲁阳侯家傻儿子，他是林默，我夫人，是他救了你。你救了我，我就不计较你打晕我的事情了。相反，我还欠你一个救命之恩，以后你需要帮忙，尽管找我，我能帮的必帮。打晕你不能怪我，你闯进我屋里面还掐我的脖子，我没杀你，你应该偷笑了。还有，帮我，你确定你能帮得到我吗？我看你是自身难保。李维宁，你掐我夫人的脖子？那是个意外，我也没想过真的要伤他，我就是想吓吓他，不让他惊动人而已。许无厌一拳揍向李维宁，李维宁双眼一翻，直接晕过去了。吓吓他？我也只是想打打你而已。你为什么要打晕他？他掐你，欠打。天色不早了，我们得尽快买东西赶回去了。你把他打晕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没事，就留他在这儿，反正这房费我们已经付了，给他续费多一天，让掌柜的别上去打扰他，到饭点送饭上去就行了。许无厌先带他去药铺取药喝药，随后两人一合计，林默去买各种东西，而许无厌则是去酒楼订了3桌饭菜。林默买齐东西之后赶马车跟他会合，看着他赶车离开，许无厌叹了口气，我夫人太能干了，在下实在是无用武之地啊。许无厌摇了下头，转身朝不远处的酒楼走去。还有东西要买吗？差不多了，走吧。那就回去了。夫人。你喊我有事吗？我饿了，有吃的吗？有，给你。我说夫人，我在赶马车呢，不方便。你一只手抓缰绳就行了呀。我手脏。这男人想让我喂他，直接说便是，装什么手没空，还脏，爱吃不吃？哎呀，夫人啊，你可真是一点都不心疼我呀。这云糕怎么和宫中御厨做的一个味道？错觉吗？好吃吧？好吃。许无厌，你看前面是谁？是我看错了吗？
快点，李萍，你不是不舒服吗？你好点了吗？怎么就跑出来了？我没事，怎么回事？你怎么自己扛东西回来啊？走，先上马车。你生病刚好，别拿重东西，这有些重，我自己拿就行。哎呀，没事，我力气很大的，拿这点东西对我来说很容易。我来。原来他夫家的陈志华记恨着他儿子没让出位置的仇，所以来了镇上之后就说他们陈家没分家是一家的，带了自己就没办法带他了，把他和他买的东西都扔到了镇上，就让马车走了。他原本想租个牛车回去，但一问这要花不少钱呢，他舍不得，就走着回去。幸好遇到了你们，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走多久。许少夫人，许少爷，谢谢你们。你就是太好说话了，所以他们才欺负你。他是我儿子的大伯，陈家的大家长，我若是得罪他，就怕影响我儿子他们的前程。影响？你想太多了，都被流放了，还能有什么影响？你还想什么前程？咱们能活着到流放之地，就已经算是命大的了。还有就是陈志华那个性格，你确定他会帮扶你儿子他们吗？老实说，若有麻烦，他怕是会立刻把你儿子们推出去替他挡祸。你要做的是强硬起来，护住你的儿女，护住你自己。靠人不如靠己，这几个字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娘，我好想你了。娘，你终于回来了，幸好你没事，担心死我了。许少夫人，你说的对，靠人不如靠己，我以后不会让了。你又给老子惹麻烦了。今日给各位爷添麻烦了，所以徐无艳在酒楼订了2桌饭菜，给大家加菜，以表达我们的谢意。我吃饱了，不想再吃东西了。嬷嬷，你还拉娘来厨房做什么呀？没让你吃东西。不是吃东西，那来厨房做什么？等知道林默要给自己洗头时，柳英连忙摇头。嬷嬷，别人都没有这么做，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张扬了？不会，娘，快低头，我帮你洗。我不用洗，嬷嬷，要不娘帮你洗？娘，我已经洗过了。林默直接动手，再跟他娘废话下去，水都要凉了。娘，怎么样，舒服吗？舒服。一旁徐羡宇姐妹这个羡慕啊，她们也想洗头，这么长时间没洗了，头不但痒，而且全都是油，都粘在了一起，很难受。2位小姐，你们快过来，嬷嬷帮你们洗。嬷嬷，你们太好了，谢谢嫂子。谢谢嫂子，你真好，你真懂我们的需要。赶紧洗吧，时间不早了。娘，先委屈你大概的清洗一下，等下次过镇上的时候，我再带你好好的去泡个澡。柳英双眼泛红，她闺女真是贴心小棉袄。娘，你放心洗吧，我在外面守着，不会有人靠近的啊。而院子里可以洗头洗澡吗？我也想洗，我浑身好痒好难受啊。我也是，我也想洗。他们都在洗头洗澡，应该可以洗的吧？就是要自己烧水。让开，我要打热水洗头洗澡。我也要打热水洗头洗澡。先来后到，我们用完自然让给你们，现在我们还没用完，请稍等。你们都用多久了？我不管，我现在就要用，这又不是你徐家的，这些东西都是驿站的。这位姑娘这么说话就没道理了，还强词夺理了。哼，是，灶和锅的确不是我们徐家的，但烧的柴火是我们去打来的，水也是我们放上去烧的，不该我们先用完吗？你们想用，为什么之前不用？我徐家一用，你们就来抢着要用，而且一上来就赶人，还不许我们先用完，这传出去，怕是要被人骂不懂规矩了。老东西，你说谁不懂规矩啊？我看你这老东西才最不懂规矩，让你烧水伺候我是给你脸，快点盛水伺候我洗头，听到没有？谁呀？谁拖我？给我松手！哎呀，好疼啊！嫂子真厉害。所以明白了吗？嫂子对你算是手下留情了。不懂先来后到的，回去问问你们家的长辈，他们也不懂，我不介意亲自去教他们。你想洗澡的快一点。好，拉我找死！臭丫头，把我拉到这儿，什么都不说就想走，你是觉得自己被打的还不够，想我再打你一巴掌？不分青红皂白，抬手就打人，不许我还留在这自讨没趣吗？你也只会欺善怕恶，有种你去打让你出手的林默。哼，我认得你，沈家女对不对？别在我面前装，我还没傻到被你拿来当枪使。想接我去找林默算账，你好坐收渔翁之利，休想！既然这样，你喊住我做什么？你不也是想知道我有什么法子收拾他们，不是吗？说到底，我们都是同一类人。
说说看，你不是想洗澡吗？我有方法能让你如愿以偿，就看你敢不敢试了。不是让你说了吗？怎么那么多废话？你想达到目的，怕是要吃点苦。韩玉龙脸上多了一抹犹豫不决，他不想被流放，他想过好日子。鲁阳侯家季夫人生的二公子就是自己最佳的选择，只要自己拿下鲁阳侯的二儿子，一切就会改变。可要是自己就这副邋遢的样子出现，狗都不会看自己一眼的。你说，沈琉璃嘴角轻勾，让他靠近自己，然后低声说起来：年纪小小，心肠倒是够狠的。做不做在你自己，我只是给个意见，其他与我无关。没多少时间了，或许可以试试。而且沈琉璃还是太年轻了，想事情简单，这事儿若安排得好，不但能出一口恶气，还能彻底恶心一把徐家，让徐家人以后只能乖乖听他们韩家的话。我是不是洗得有些久啊？没事儿，不急的，英姨。娘，你刚洗完，回去暖着，我在这守着他们。林默让齐嬷嬷他们赶紧烧下一锅水，一会儿就到他们了。少夫人，我们不洗也没什么，洗一下吧，睡觉会舒服一些。去准备，想快点洗的，外面还有灶，可以拿家里的锅去烧水，洗个头也是好的。对呀，我怎么这么笨，没想到去外面烧。我若是早想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洗头了？这是韩云龙的声音，跟他没关系。不过自己今天算不算是截了他的胡呢？没了李维宁这个大冤种，接下来的相互，韩云龙以后的日子会过成什么样？不对劲，他在秦嬷嬷耳旁说了几句话。我知道了，少夫人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恶毒？我妹也没对你怎么样吧？你怎么能这么做？不愧是母女啊，一样的恶毒。他们为什么都不给自己说话的机会呢？他真不是故意的。娘，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嬷嬷，我可能又给你惹麻烦了，但这事儿真的不怪我，真的，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撞了上去。所以别人都是眼瞎。我好好端着一碗水，准备去给我祖父喝，你娘却忽然扑上来，直接把水打在了我身上。你看我衣服现在还是湿的呢。当时旁边那么多人看着，我还诬赖他不成？娘，怎么回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从那经过时，我脚步忽然踉跄了下，人就莫名其妙地扑到了他身上，推倒了他手中的水。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事儿还怪我了？怪我挡你路？我没有这么说，我意思是我不是故意去推你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扑倒了你，真的呀，我不是故意的。洗澡，韩玉龙的目的不要太过明显，不想等，不想自己动手，只想不劳而获，他也算是绝子一个呀。既然这样的话，自己若不满足他，也太对不起他的这番算计了。林默就这样离开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之前，他不辩论，或者是直接动手打人的吗？我也不想跟你计较，但迫使我的是你吧，我也不是那种过分的人。算了，我也不为难你。既然你弄湿了我，搞得我现在冷得不行，我想马上洗个热水澡，换套干净的衣服，不过分吧？过分，非常过分。看着韩玉龙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柳英心一突，这莫不是个坑？他给自己挖的坑，不然怎么会刚好就推倒他，弄湿他呢？怎么很过分吗？你倒是说话呀！我替他说。你居然泼我冷水！我娘很单纯，我可不是笨蛋，这点小伎俩也好拿出来跟我显摆。想洗澡，我成全你，怎么样？洗得舒服吗？柳英错愕。所以自己之所以会扑倒他，弄湿他的衣服，还真是他设计的了。柳英看向他，一脸的愤怒，之前那点歉意全都没了，剩下的全是厌恶。果然，韩家人都不是好东西，整天就知道算计人。你胡说！我冷，我好冷啊！洗澡，我要洗热水澡，快给我准备热水！谁欺负我闺女？谁这么恶毒，竟敢泼湿我闺女？闺女啊，你怎么样了？是我看你们是一段时间不教训，皮就痒了，欠揍了是吧？你吃饱了撑的，惹他做什么？我冷。走，进去烤火，先烤干。都是废物，看到自己姐姐被欺负，都不知道上前帮忙。哎，别急着走，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告诉你们，你们韩家人
最好和沈家人一样，跟我以及我的家人保持3丈以上的距离，靠近3丈以内，别怪我拳脚不长眼。你欺人太甚！对，敢动我的家人，不管是谁，我就算是死，也要拖着他一起下地狱。不怕死的，尽管来。登徒子，我打死你这个该死的登徒子！我让你不怀好意，我打死你！误会，别打了，别打了！我不是登徒子，你不是鬼鬼祟祟的站在这澡房外面做什么？分明就是不怀好意。伟哥，不出去看看吗？你不怕闹出人命啊？说你傻还不承认，小六子，你还得多学点。林默那女人精明得很，大庭广众之下，她绝对不会闹出人命来，而且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你吃了她那么多东西，你好意思说她？那女人精明得很。哦，那我就不管了，的确不好意思说。